柴火在灶堂里噼啪作响，吴柳蹲在灶台边添柴，鼻尖飘来野菜粥的香气。母亲咳嗽着从里屋走出来，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丝笑。阿柳，去把门口的猎弓收进来，要下雨了。话音未落，轰的一声巨响，震得屋顶簌簌掉土。吴柳抬头，只见木门被血红色的气劲撞得粉碎，3个蒙着面巾、浑身缠绕血纹布条的人闯了进来。为首的瘦子舔了舔骨刀上的血，刀尖指着母亲腰间的青铜残片，识相的把赤焰顶残片交出来，留你们全尸。母亲脸色骤变，猛地将吴柳拽到身后，同时撕下衣襟，在他后背飞快的滑动。尖锐的刺痛让吴柳闷哼一声，还没反应过来，母亲已经把残片塞进他怀里，带着小雨往西跑。山神庙。话没说完，瘦子的骨刀已经穿透母亲的胸口。吴柳眼睁睁看着母亲的鲜血滴在残片上，青铜表面突然泛起诡异的红光，烫得他掌心生疼。娘！他嘶吼着扑过去，却被另一个人一脚踹翻在地。哥！摇篮里的小雨吓得大哭起来。吴柳咬牙爬起，怀中的残片烫得像块烧红的炭，皮肤下仿佛有火焰在乱窜。瘦子狞笑着逼近，小杂种，把东西交出来。话音未落，吴柳突然感觉一股热流直冲脑门，他挥拳砸向对方，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瘦子的骨刀竟被生生砸出个缺口。荒神文！瘦子惊恐的后退，这小子是荒神祭师的种。吴柳顾不上思考，抄起墙角的猎弓，一把将妹妹抱在怀里夺门而出，身后传来父亲的怒吼和兵器交击声，可他不敢回头，只是拼命往西边的山林里跑。怀里的残片越来越烫，后背被母亲刻过的地方火辣辣的疼，仿佛有无数根针扎进皮肉里。追！不能让残片跑了！追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吴柳被树根绊倒，膝盖磕在石头上，疼得他眼前发黑。小雨在怀里扑的嗓子都哑了，他咬着牙爬起来，却被一只大手揪住后领。小崽子往哪跑？一个壮汉举起骨刀，刀刃映出吴柳苍白的脸。千钧一发之际，残片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红光，壮汉惨叫着松开手，他的手掌已经被烧成焦炭。吴柳趁机反身，猎弓狠狠砸在对方太阳穴上，趁着追兵慌乱，他跌跌撞撞地冲进雨幕。身后清河村的火光染红了半边天，爹娘的呼喊声渐渐被雨声吞没，怀里的残片还在发烫，仿佛在提醒他，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个跟着爹娘打猎的少年了。暴雨如鞭抽打着山林，吴柳背着妹妹跌跌撞撞冲进山神庙，抚木霉味混着雨水腥气扑面而来，他将小雨轻轻放在布满蛛网的蒲团上，这才发现怀中的妹妹早已哭哑了嗓子，额头烫得吓人。撑住小雨，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转身想找些干燥的柴火，一脚踢在墙角的铁盒上，哐当一声巨响，惊得他浑身发颤。铁盒盖子弹开，里面躺着块刻满古怪纹路的兽皮，还有张泛黄的纸条，荒古图腾卷，赤焰篇。他刚要伸手去拿，一道赤红火焰突然从兽皮里窜出，凝成个拄着拐杖的老头虚影。谁准你动我的东西？老猿虚影瞪着浑浊的眼睛，拐杖重重戳地，震得地面灰尘飞扬。小崽子，知道这是什么吗？敢乱碰！吴柳本能的后退半步，后背撞上斑驳的神像。我只是想找东西生火。他抱紧怀中昏迷的妹妹，却发现老袁的目光死死盯着他胸口那里，赤焰顶残片正在发烫，隐隐与兽皮共鸣。老袁突然凑近，火焰身子在他眼前晃悠。赤焰顶残片，你从哪得来的？不等吴柳回答，老袁又绕着他转了2圈，还有这后背的原文。你娘是不是荒神祭师？吴柳浑身发冷，攥紧拳头。你怎么知道我娘的事？哼，当年就是我跟着他从战场逃出来的。老袁的火焰疼得窜高半米，没想到他的儿子居然是个连灵气都不会感知的废物。见吴柳脸色发白，老袁却突然甩出一缕火苗，在兽皮上烧出个扭曲的圆形图案，想学课文报仇。先把这个焚身课文术练会，用火焰勾勒轮廓，再把灵力灌进去。吴柳咬着牙，捡起地上的碎瓷片，学着兽皮上的纹路，在手臂上慢慢划开一道血口。残片的热度顺着伤口流进皮肤，刚画到一半，他突然惨叫一声，皮肤下像是钻进了滚烫的岩浆，赤红的火焰从伤口窜出来，疼得他满地打滚。蠢货，
连灵力都不会控制，活该被烧。老袁气得直跺脚，火焰身子忽明忽暗，但就在吴柳疼得意识模糊时，一缕清凉的气息顺着伤口渗入，灼烧感奇迹般减轻了几分。等他再次睁眼，老袁正背过身哼唧，罢了罢了，看在你娘的份上，明天卯时还来这儿。吴柳低头看着焦黑的手臂，又摸了摸怀中的残片。庙外的雨还在下，可他心里却燃起一团火，原来这世上真有变强的办法，就算被烧成灰，他也要学会。猎户王阿婆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拍着小雨的背，小女孩在他怀里抽抽搭搭，我要哥哥。吴柳别过脸，指甲深深掐进掌心，才忍住没回头。石板路上的积水倒映着他脏兮兮的布鞋，一步一步拖得比山路还沉重。仓谷镇的万宝楼高耸入云，飞檐下挂着拳头大的夜明珠，照得吴柳睁不开眼。后门挤满等着应聘杂役的人，他攥紧用兽皮换来的粗布衣裳，被八连管事一把揪住衣领，新来的，去丙字杂役房，负责扫炼丹房。杂役房里臭气熏天，十几张发霉的草席紧挨着墙根。吴柳刚把包袱塞进床底，就听见隔壁床的老杂役嗤笑，就你这小身板，怕是连药渣桶都搬不动。他没吭声，盯着墙上贴着的基础淬体诀入门篇，那是万宝楼给下等杂役画的大饼，真正的功法都藏在阁楼深处。深夜炼丹房熄了灯，吴柳像只猫似的贴着墙根挪过去，门缝里飘出刺鼻的焦糊味。几个炼丹师骂骂咧咧的把药渣倒进泔水桶，他眼睛突然一亮，那些还冒着火星的药渣里，分明混着几株火属性的赤阳草。谁在那？一声暴喝惊得吴柳魂飞魄散。他转身想跑，却被八连管事一脚踹倒在地，后脑勺重重磕在石阶上。好啊，敢偷学炼丹！管事揪住他的头发，就凭你也配？拳头雨点般砸在他背上，吴柳蜷缩着护住脑袋，怀里的药渣被踩得稀烂。可这顿打反而让他更铁了心。白天他假装认真扫着地，耳朵却竖着偷听炼丹师的对话。夜里他躲在柴房角落，用破陶罐熬煮捡来的药渣。第一次陶罐砰的炸开，碎陶片擦着鼻尖飞过。第二次炼出的丹药黑得像块木炭。第三次他偷偷掺了点从墙角抠来的赤明焰碎屑。轰隆，杂役房剧烈摇晃，浓烟瞬间吞没了屋顶。吴柳灰头土脸的从废墟里爬出来，掌心躺着颗灰不溜秋的丸子，表面坑坑洼洼，还冒着诡异的绿烟，但总算成型了。他刚要藏进怀里，就听见脚步声逼近，慌乱中将丹药掰成两半，半颗塞进墙缝，半颗囫囵吞进肚里，灼热感从喉咙直窜丹田。吴柳疼得在地上打滚，五脏六腑像是被塞进了烧红的烙铁。可当他咬牙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居然能单手提起装满药渣的木桶，墙缝里的半颗丹药还在发烫。他摸着肿胀的腹部笑了，这顿毒打值了。踏入坟谷荒原的刹那，吴柳差点被呛得呕吐。地面焦黑龟裂，暗红色雾气像粘稠的血浆般翻滚，每吸一口气都带着硫磺的刺鼻味道。怀中的赤焰鼎残片烫得吓人，仿佛在呼应这片被火焰诅咒的土地。小子，别愣着！老袁的声音在脑海中炸响，闻到没？那股焦糊味里带着血腥味，附近有火爆。吴柳握紧腰间生锈的猎刀，手心全是汗。突然，灌木丛传来沙沙声，他本能的向后翻滚，一道赤红身影窜出，浑身燃烧着火焰的豹子张开獠牙，唾液滴落在地，瞬间腾起白烟，是一阶火爆。来得好！吴柳大喝一声，声音却在发抖。猎刀挥出的瞬间，火爆灵巧的侧身避开，利爪划过他的手臂，火辣辣的疼痛让他踉跄后退，鲜血滴落在地，火爆的瞳孔骤然收缩。他闻到了赤焰鼎残片的气息。引火诀，快用引火诀！老袁急得在石海里直跳脚。吴柳咬牙将灵力注入伤口，残片的红光顺着血液蔓延。奇迹发生了，火爆突然发出惊恐的呜咽，转身想逃，想跑。吴柳红了眼，追上去一把揪住火爆的尾巴。火爆暴怒甩尾，将他狠狠砸在礁岩上。剧痛中，吴柳摸到腰间装着赤明焰的陶罐，猛地砸向火爆脑袋。砰！陶罐碎裂，赤明焰与火爆的鲜血混合在一起，溅在吴柳手臂上。他抄起猎刀，在皮肤上狠狠划出一道血口，强忍着剧痛，按照图腾卷上的纹路开始刻纹。火焰顺着伤口钻进身体，吴柳感觉自己像是被扔进了熔炉。
他死死咬住嘴唇，血腥味在口中蔓延，眼前逐渐模糊。就在意识即将消散的瞬间，一股滚烫的力量从丹田爆发，皮肤下浮现出若隐若现的火焰纹路。赤焰纹觉醒了，火爆察觉到危险，再次扑来。吴柳本能的挥拳，只听咔嚓一声脆响，火爆的头骨竟被他一拳轰碎。飞溅的脑浆和鲜血中，他看着自己发光的手臂，皮肤下隐约有一只火焰圆影在跃动。淬体五重，我做到了。吴柳跪在焦土上大笑，笑声里带着哭腔。怀中的残片不再发烫，反而传来一丝清凉，仿佛在默默认可这个新主人。而远处暗红色的雾气中，几道黑影正朝着这边缓缓移动。深秋的夜风裹着血腥味，吴柳背着熟睡的妹妹在山道上狂奔。怀中的赤焰顶残片突然发烫，烫得他心口发慌。老袁的声音在识海里炸开，小心，血煞教的人追来了。话音未落，一道血红色的身影从树梢跃下，稳稳落在吴柳面前。来人披着血色披风，眼瞳泛着猩红，腰间骨刀上缠绕的血纹正诡异的蠕动，正是血煞教少教主厉煞。小杂种，让老子好找啊！厉煞舔了舔嘴角，目光锁定吴柳胸口，把赤焰顶残片交出来，我留你全尸，顺带把你妹妹的血也献给我，听说她的体质很适合练血纹傀儡呢。吴柳浑身血液瞬间凝固，抱紧背上的妹妹。妹妹被惊醒，在她耳边带着哭腔喊哥哥。这一声哭喊让吴柳喉咙发紧，杀意疼的窜上心头，你敢动她试试？就凭你！厉煞嗤笑一声，身影如鬼魅般凄近。吴柳挥刀格挡，却感觉一股巨力传来，虎口瞬间震裂。紧接着，厉煞的骨刀擦着他的脖颈划过，在身后的岩壁上留下一道焦黑的血痕。几个照面下来，吴柳身上已经多了好几道伤口。厉煞见状，狞笑着抓住他的右臂，猛地一扯，咔嚓一声，断臂飞了出去，鲜血如喷泉般涌出。剧痛让吴柳眼前发黑，几乎要昏厥过去。布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让吴柳残存的意识突然清明。就在这时，胸口的赤焰顶残片疯狂发烫，一股滚烫的力量顺着伤口涌入体内。他听见老袁在大喊：快，激发焚身重生术！吴柳咬牙，将所有灵力灌注进残片。断裂的断臂处燃起熊熊赤焰，骨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新生长。更诡异的是，厉煞身上的血纹竟开始剥落，被残片一一吸收。这是厉煞惊恐的瞪大双眼，不可能！你怎么可能？不等他说完，吴柳已经暴起，重生的手臂缠绕着火焰，他抄起地上的猎刀，狠狠砍向厉煞的右耳。而厉煞惨叫着倒飞出去，捂着鲜血淋漓的耳朵，眼中满是恐惧。吴柳盯着自己焦黑如炭的皮肤，却感觉体内有使不完的力量。他弯腰捡起断臂，塞回妹妹怀中，别怕，小雨，我们走。妹妹颤抖着抱紧他的脖子，温热的泪水滴在他灼伤的皮肤上。背后传来厉煞的怒吼：小杂种，这笔账我记下了。吴柳头也不回，背着妹妹消失在夜色中。怀里的残片依旧发烫，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蝼蚁了。暴雨浇在脸上，吴柳蹲在血煞教弟子的尸体旁，剧烈喘息，雨水混着血水漫过脚踝。他颤抖着从死者怀中摸出一张泛着紫光的符箓，那是黑市商人吹嘘能撕裂空间的裂隙符。小雨，抓紧我！吴柳将妹妹死死护在胸前，怀中的赤焰顶残片突然发烫，烫得他肋骨生疼。老袁的声音在识海里炸开，等等，这符箓气息不对，别！话音未落，吴柳已经捏碎符箓，刹那间，一道巨大的紫色裂缝在头顶撕开，狂风裹挟着碎石呼啸而出。妹妹惊恐的尖叫被撕裂成碎片，吴柳只觉天旋地转，身体仿佛被无数把刀同时切割。他拼命抱紧妹妹，却感觉她的小手突然从怀中滑落。小雨，吴柳伸手去抓，指尖只揪住一片衣角，下一秒，妹妹的身影消失在裂隙深处。他想追，却被一股巨力狠狠甩出，重重砸在滚烫的岩壁上。吴柳挣扎着爬起来，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陌生的城池。空气中弥漫着硫磺味，远处的火山口喷吐着赤红的火焰，脚下的岩石烫得能煎熟鸡蛋。怀中的残片剧烈震动，表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纹路，竟指向火山方向。新来的，磨磨蹭蹭找死呢！一声暴喝惊得吴柳浑身一颤，
几个头戴铁盔的监工挥舞着皮鞭逼近，皮鞭上还沾着暗红的血迹。黑岩城矿场缺人手，识相的就跟老子走。吴柳被推进矿洞时，脚踝已经被铁链磨得血肉模糊，洞内闷热的像蒸笼，矿工们佝偻着背，用生锈的镐头敲打岩壁。他咬着牙挥动工具，目光却死死盯着岩壁上流淌的赤红矿脉，那正是残片感应到的赤明焰矿。看什么看？监工一鞭子抽在他背上，再偷懒，老子把你喂熔岩兽！吴柳闷哼一声，却趁机用指甲在岩壁上划出一道隐秘的标记。他知道，这些矿脉或许就是他在这陌生世界立足的筹码，更是找到妹妹的关键。黑岩城的贫民窟像个发臭的烂泥塘，吴柳蹲在发霉的墙角，啃着硬面包，碎屑掉进领口，硌得生疼。远处火山口时不时喷出火星，落在他补丁的衣裳上，烫出一个个焦黑的小洞。新来的独眼老药头拎着扫帚戳他后背，杵在这儿等死，去把昨天炼废的赤阳散药渣筛干净，筛不干净今晚别吃饭。吴柳咽下最后一口面包，扛起比自己还高的竹筛，往炼丹房后巷走去。门缝里飘出炼药师的对话，他耳朵几乎贴到门板上。这位焚心花用文火慢熬，加3滴赤明焰萃取液。吴柳一边筛药渣，一边在心里默记，手指不自觉地在泥地上画着丹方。突然，身后传来一阵阴笑，哟，这不是总偷学的小杂役吗？3个戴着骷髅面具的毒煞宗弟子堵住去路，为首的瘦子甩出淬毒的链子鞭，鞭梢泛着诡异的青绿色。听说你想当炼药师，就凭你也配？吴柳后退半步，后背撞上滚烫的砖墙，链子鞭啪的抽在他手臂上，顿时皮开肉绽，毒液顺着伤口蔓延，疼得他眼前直冒金星。把偷记的丹方交出来，否则废了你！瘦子扯住他的头发，将他的脸按在药渣堆里，泥土混着药渣塞进嘴里。吴柳被呛得咳嗽不止，挣扎间，他瞥见瘦子腰间的布带裂开条缝，一枚黑紫色的卵状物滚落在地，是毒物猪卵。这东西孵化后能吐出腐蚀灵根的毒物，是毒煞宗的杀手锏。还敢躲！瘦子的鞭子再次落下，吴柳猛地低头，用额头撞向对方鼻梁，趁着3人慌乱，一把抓起毒物猪卵塞进衣襟。他转身狂奔，铁链在脚踝上磨出血痕，身后传来毒煞宗弟子的叫骂：小杂种，敢偷东西，抓到你把你喂蜘蛛！躲进阴暗的巷子里，吴柳捂着剧痛的手臂喘息，指尖摸到怀里的毒物猪卵，冰凉的触感却让他燃起一股狠劲。他盯着火山口的红光，牙齿咬得咯咯响。血煞叫，毒煞宗，你们加在我身上的每一道伤，我都会10倍100倍讨回来。黑岩城高耸的火山灰被风吹散时，吴柳攥着用赤明焰矿脉换来的推荐信，站在了补天阁的朱红大门前。鎏金门钉映着日光，晃得他眯起眼睛，掌心的汗把推荐信浸得发皱。下一个执事长老的喊声惊得吴柳一哆嗦，他跨过半人高的门槛，在测灵台站定。水晶球先是闪过一丝微弱的金光，紧接着青、红、黑3色光芒同时迸发，最后啪的裂出蛛网般的纹路。杂柏灵根长老皱着眉头甩了甩袖子，去明文堂打杂吧。周围传来其他修士的窃笑。吴柳咬着后槽牙退下，余光瞥见观礼台上站着个白衣女子，她腰间的补天铃缀着银丝，正随着风轻轻摇晃。明文堂后院立着块3丈高的石碑，刻满玄黄补天诀的残篇。吴柳趁着夜色，用偷藏的兽皮蘸着墨汁拓印碑文。月光爬上石碑时，他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慌忙将兽皮往怀里塞，却扯出半截边角。你在做什么？清冷的女声吓得他差点摔个跟头，转身对上一双盛着星河的眼睛，正是观礼台上的白衣女子。她指尖捏着兽皮边缘，袖口滑落，露出半截玉臂，腕间系着的红绳缀着枚小小的补天铃。我只是……吴柳结结巴巴的后退，后背撞上石碑。女子歪头看他，忽然轻笑出声，银铃般的声音惊飞了树梢的夜宵。拓印的歪歪扭扭，笔法也不对。明日卯时来藏书阁，我教你。还没等吴柳反应，一道剑光破空而来，何人擅闯明文堂？执法长老的呵斥震得地面发颤。白衣女子手腕轻扬，补天铃发出清明，剑光竟在离吴柳3寸处消散。沈长老，是我让他来的。他语气淡然，却让长老立刻收剑行礼。
女子转身时，一脚扫过吴柳手背，带着若有若无的草药香。我叫叶寒冰。他回眸一笑，月光落在他发间的玉簪上。记住，后天别迟到。等吴柳回过神，后院只剩他一人，怀里的兽皮还带着叶寒冰指尖的温度，而远处的藏书阁灯火通明，像座遥不可及的灯塔。踏入血魔洞的瞬间，腐臭的血腥味几乎要把吴柳的鼻腔撕裂。洞顶垂落着粘稠的蛛丝，暗红色的粘液啪嗒滴在肩头，烫得他皮肤生疼。队伍最前方的师兄举着玄黄火把，火苗却被某种力量压得忽明忽暗。小心，是血魔蛛！不知谁喊了一声，刹那间，洞壁裂开密密麻麻的孔洞，碗口大的蜘蛛涌了出来，外壳泛着诡异的血光，口气开合间喷出腐蚀性毒液。队伍顿时乱作一团，吴柳被人挤到角落，后背撞上尖锐的钟乳石，寒冰师妹有人惊叫。吴柳抬头，只见叶寒冰被3只血魔蛛逼到悬崖边，白衣上溅满黑色毒液，发簪不知何时已经掉落，长发散落肩头。他挥动补天伞勉强格挡，伞面上却迅速被腐蚀出破洞。拼了！吴柳摸向胸口的赤焰顶残片，残片突然滚烫如烙铁，一股热流直冲脑门。他扯开衣领，露出后背母亲刻下的残缺原纹，灵力顺着纹路疯狂涌动。烈山远影现，暗红色的虚影从他背后抱起，千钧之力挥出一拳，几只血魔蛛被震得撞向岩壁，脑浆混着粘液飞溅。吴柳趁机冲向叶寒冰，猎刀劈开蛛网，却被一只蜘蛛的鳌针刺中手臂，毒液顺着伤口蔓延，他眼前开始模糊。接着叶寒冰的声音传来，一枚泛着青光的healing符贴在他胸口，刺痛感瞬间缓解。他的白衣已经染成暗红色，却还能笑着调侃，没想到杂役坊的小杂工也能召唤荒古战影。先出去！吴柳咬牙再战，烈山远影与血魔蛛群绞杀在一起，洞内碎石飞溅。他护着叶寒冰退到洞口时，身后的血魔洞突然传来震天巨响，整座山体开始崩塌。狂奔出洞口的瞬间，吴柳双腿一软，跪倒在地。叶寒冰撕下裙摆为他包扎伤口，指尖碰到他发烫的皮肤，你很特别。他举起染血的手，掌心淌着块沾着蛛丝的玉简，这是荒古战纹精药，送给救命恩人。山风卷起他凌乱的长发，发间还沾着蛛丝。吴柳望着他苍白却坚定的脸，又低头看着玉简上古朴的纹路，突然觉得黑岩城的苦日子或许真的要熬出头了。梅雨时节的补天阁云雾缭绕，吴柳在静室中盘腿而坐，体内灵力如沸腾的岩浆翻涌。突破巨灵境的关键时刻，他额头青筋暴起，后颈的赤焰纹忽明忽暗，仿佛要从皮肤下挣脱而出。轰隆一声惊雷炸响，乌云瞬间笼罩整片天空，静室的门窗被无形力量震碎，狂风裹挟着暴雨灌进来，吴柳的衣衫猎猎作响。他艰难抬头，只见天空中凝聚出巨大的漩涡，紫黑色的劫雷在云层中翻滚，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不好，是荒古雷劫！老袁的声音在石海中惊呼，这不是普通巨灵劫，你根本扛不住。就在吴柳感到绝望时，一道白色身影破开雨幕，叶寒冰手持补天伞，白衣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发丝紧贴在苍白的脸上。他将伞柄狠狠插入地面，补天伞瞬间绽放出柔和的光芒。吴柳撑住！劫雷轰然劈落，第一道雷光击中补天伞的刹那，叶寒冰踉跄后退半步。吴柳挣扎着起身，想要帮忙，却被他厉声喝止，别动，专心突破。第二道、第三道雷劫接踵而至，补天伞的光芒开始暗淡，叶寒冰的嘴角溢出鲜血。吴柳心急如焚，体内灵力疯狂涌动，他胸前的赤焰顶残片突然剧烈发烫。与此同时，叶寒冰腰间的补天铃也发出清鸣，两人指尖不经意间相触，一股奇异的力量在他们之间流淌。残片与补天铃同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光芒直冲云霄，在天空中勾勒出一幅虚幻的图景。荒芜域的图腾柱，玄黄域的太古神山，灵域的灵仙剑种，三幅画面交相辉映，形成了短暂的三域共生图。这是叶寒冰惊讶的睁大了眼睛，趁着异象，吴柳抓住机会，将所有灵力凝聚于丹田，给我破！他大喝一声，体内桎梏轰然碎裂，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体内迸发而出。劫雷似乎感受到威胁，最后一道紫电劈下，却在触及三域共生图的瞬间消散于无形。
雨过天晴，叶寒冰收起颤抖的手，苍白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你做到了，他的声音虚弱，却充满喜悦。吴柳望着他染血的衣襟和疲惫的面容，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第一次觉得，在这险象环生的修行路上，自己不再是孤身一人。夜空中的月亮被乌云吞得只剩月牙，吴柳趴在明文堂的窗台上打盹，突然被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惊醒。他揉了揉眼睛，只见远处的观星台腾起血红色烟雾，紧接着喊杀声混着法器碰撞声刺破夜空。有嫡袭，守夜弟子的铜锣声在阁中炸开。吴柳冲向门口，怀中的赤焰顶残片烫得像块烙铁，是劫天教老人的声音在石海里嘶吼，他们冲着残片来的。刚跑到回廊，3个蒙着黑布的修士突然从房梁跃下，为首的人甩出锁链，链头的骷髅头张开獠牙有向他咽喉，交出赤焰顶残片，饶你不死。吴柳就地翻滚躲开，后背的赤焰纹瞬间燃起，皮肤下仿佛有岩浆在流动做梦。他挥拳砸向地面，赤红气浪炸开，修士们被震得倒飞出去，撞碎身后的雕花窗棂。吴柳趁机冲向叶寒冰的住处，却见更多劫天教弟子从四面八方涌来，手中的法器泛着诡异的紫光。转过弯时，他猛地刹住脚步，叶寒冰被5、6个敌人围住，补天伞上裂痕密布，发丝凌乱地贴在染血的脸上。寒冰！吴柳怒吼一声，周身赤焰纹暴涨，整个人化作燃烧的火源。他冲进敌群，徒手抓住敌人的法器，金属在高温下扭曲变形，惨叫声此起彼伏。叶寒冰看着那个浑身欲火的身影，心跳莫名快的离谱。吴柳的猎刀已经卷刃，却依然死死护在他身前，每一次挥拳都带起灼热的气浪。当他徒手撕碎最后一个敌人时，背后的圆影与赤焰融为一体，映得满地鲜血，都像是在燃烧。你！叶寒冰刚开口，远处传来劫天教长老的冷笑，雕虫小技。一道黑光破空而来，吴柳想也没想，直接用身体挡在他面前。剧痛从后背炸开，他闷哼一声，单膝跪地，嘴角溢出鲜血，却还转头冲他咧嘴笑，别怕。我在叶寒冰的手指颤抖着抚上他染血的脸，补天铃突然发出尖锐的鸣响，他咬牙撑起最后一丝灵力，伞面绽放出刺目的白光，想伤他，先过我这关。3更梆子响过，月光像被水冲淡的墨汁，在青石板上阴出模糊的影子。吴柳贴着藏经阁冰凉的石壁，听着里面守阁长老均匀的鼾声，悄悄摸出从杂役房顺来的铁丝锁孔，咔嗒轻响的瞬间，他感觉后颈的赤焰纹都跟着颤了颤。藏经阁内弥漫着陈旧的纸墨味，混着檀香味，熏得人发晕。吴柳猫着腰在书架间穿梭，目光扫过刻着玄黄符篆的木牌，终于在角落找到了标着荒芜的书架。斑血树玉简泛着淡金色的光，触手温热，仿佛还带着前人的气息。他刚要翻开玉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吱呀一声，吴柳浑身的汗毛瞬间竖起，转身就见黑暗中亮起2点幽绿的光，守阁长老不知何时站在那里，手里的青铜灯盏摇曳着鬼火般的火苗。小崽子，偷学禁术！长老的声音像砂纸磨过石壁，震得吴柳耳膜生疼。他下意识攥紧玉简，却发现长老的目光死死盯着他后颈若隐若现的赤焰纹，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金光。吴柳心一横，扑通跪地，前辈，我只想变强保护想保护的人。他扯开衣领，露出母亲刻下的残缺原文，我知道这是禁术，但我……够了！长老挥了挥衣袖，灯盏的火苗突然暴涨。吴柳以为要被抓去执法堂，却见玉简突然悬浮在空中，缓缓飞到他面前。你这刻文的天赋，倒有几分当年老技师的影子。长老背过身，声音压低，玉简借你3天，看完立刻还回来。吴柳愣在原地，直到长老的脚步声消失在长廊尽头，才反应过来。他迫不及待翻开玉简，可刚看2眼，一道冰冷的传音突然钻进识海，记住，小心补天阁的圣女试炼。表面看着是选拔，实则传音戛然而止，只留下无尽的寒意顺着脊梁骨往上爬。月光不知何时引入了云层，吴柳抱着玉简躲进阴影里。藏经阁外传来夜宵的怪叫，他摸着发烫的残片，突然觉得这看似平静的补天阁，恐怕比血魔洞还要危险100倍。黑岩城的夜被万宝楼的琉璃灯映得透亮，吴柳攥着布袋里的赤明眼睛，
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入拍卖场，水晶吊灯晃得他睁不开眼，耳边全是嘈杂的议论声，夹杂着灵宠的嘶鸣和法器碰撞的叮当响。下一件拍品，三阶荒兽釉在火棕狼。拍卖师的木锤重重落下，台下顿时炸开了锅。吴柳咽了咽口水，这正是他急需的契约兽，有了它，刻文时就能借助兽血提升成功率。50枚赤明燕晶，70。报价声此起彼伏，吴柳攥紧布袋，指尖都发白了。当价格喊到100枚时，他咬牙站起，120枚。全场突然安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这个衣着寒酸的少年身上。呵，哪来的穷鬼也敢凑热闹？角落里传来一声嗤笑。吴柳抬头，正对上3个劫天教弟子戏谑的眼神。为首的瘦子把玩着淬毒的链子边，这小杂种怕是连金币都没摸过吧？哄笑声中，吴柳的指甲掐进掌心，后颈的赤焰纹开始发烫。就在这时，拍卖师突然高喊：“血煞交出价150枚！”吴柳瞳孔骤缩，只见几个戴着血色面具的人缓步走上前，身上的气息与他在清河村见过的血煞教如出一辙。他心中一动，摸出从黑市买来的血纹布条缠在脸上，压低声音：“180枚！”现场气氛瞬间紧绷。劫天教弟子冷笑一声，甩出一张符纸：“我用传音符换。”台下顿时骚动起来。传音符在黑市有价无市，是跨域通讯的至宝。吴柳进退两难时，老袁突然在识海大喊：“拿兽血去换铭文液！”他目光一扫，发现2楼雅间挂着万寿谷的旗帜，而隔壁正是售卖铭文液的商铺。趁着众人争抢幼崽的混乱，吴柳摸进商铺，掏出1小瓶火棕狼的釉血，换3瓶铭文液。掌柜的眼睛发亮，立刻成交。当吴柳怀揣着瓶子溜出万宝楼时，却在巷口撞上一抹白色身影。叶寒冰倚着墙，手中把玩着枚补天灵，嘴角似笑非笑。血煞教什么时候收童工了？他凑近时，身上的药香混着若有若无的血腥味，让吴柳耳根发烫。没等他辩解，叶寒冰已经塞来块止血膏，下次别让伤口化脓了，笨死了。说完，他转身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吴柳对着手中的药膏发愣，怀里的铭文液还带着体温。补天阁的演武场被围得水泄不通，青石板上刻满古老符文，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吴柳站在后场区，手心全是汗，看着前方的巨大光幕，那是通往洞天秘境的入口，不时有弟子被传送进去，有灰头土脸的被弹出来。下一个，铭文堂吴柳，执事长老的喊声响起。吴柳深吸一口气，踏入光幕的瞬间，四周景象骤变。他置身于一片焦黑的荒野，天空中漂浮着破碎的岛屿，地面上插满断剑，隐隐传来战鼓轰鸣，试炼开始。击败眼前的荒魂守卫，冰冷的机械音在耳边炸响。吴柳握紧猎刀，却见前方虚空中缓缓凝聚出3个身披战甲的虚影，手中长枪泛着幽蓝的光。他刚要冲上去，后颈的赤焰纹突然发烫，老袁的声音在识海怒吼：“蠢货，用斑血术！”吴柳咬牙运转灵力，感觉血液在血管中沸腾。他猛地挥拳，却在拳头即将击中敌人时，背后浮现出半透明的烈山原影。巨猿虚影发出震天咆哮，一拳轰碎2个荒魂守卫，余波将第3个也震得支离破碎。这怎么可能？光幕外传来惊呼。执事长老猛地站起，打翻了手边的茶杯。叶寒冰捏着裙摆的手指骤然收紧，美目圆睁。他从未见过有人能在洞天试炼中召唤出如此清晰的荒古战影。吴柳却顾不上外界的反应，他只觉头痛欲裂，眼前阵阵发黑。洞天内的景象开始扭曲，最后一道试炼关卡出现了一只100丈高的荒古凶兽，张开血盆大口向他扑来。他咬着牙再次凝聚元影，灵力透支带来的剧痛让他几乎昏厥，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输。当他浑身浴血的踏出光幕时，全场鸦雀无声。叶寒冰第一个反应过来，他穿过人群，将一枚泛着柔光的玉简塞进吴柳掌心，指尖划过他掌心的老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是补天境玉简，别死在接下来的任务里。他的声音很轻，却让吴柳的心跳漏了一拍。执事长老咳嗽2声，打破沉默：“吴柳，此次试炼，唯有你一人通过。”话音未落，四周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吴柳看着手中的玉简，又望向叶寒冰离去的背影，突然觉得那些在铭文堂熬夜踏印的日子，
在万宝楼提心吊胆的夜晚都值了。踏入荒古战场的瞬间，吴柳感觉像是被扔进了绞肉机，狂风裹挟着沙粒抽在脸上，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味。远处的焦土上踏满折断的兵器，半截腐烂的战旗在风中猎猎作响。他攥紧补天阁令牌，令牌表面的符文突然亮起，指引着他朝战场深处走去。小心！老袁的声音在识海炸响。吴柳本能的向后翻滚，3支淬毒箭矢擦着鼻尖飞过，定入身后的岩石，溅起一片火星。抬眼望去，6个身披血纹战甲的身影从浓雾中走出，手中的古盾刻满狰狞的鬼脸，是血煞教的血纹卫。交出赤焰顶残片，留你全尸为首的血纹卫举起古刀，刀刃上凝结的血珠滴落在地，瞬间腐蚀出焦黑的坑洞。吴柳握紧拳头，后颈的赤焰纹开始发烫，可这次他感觉体内有股更强大的力量在苏醒。他摸到怀中的荒古图腾卷，指尖刚触到兽皮，地面突然剧烈震动，一道巨大的虚影从地底缓缓升起。那是一只100丈高的巨猿，浑身缠绕着古老的战纹，每一根毛发都像燃烧的火焰。烈山战魂，终于等到你了！老袁的声音带着狂喜。血纹卫们惊恐的后退。荒古战魂，不可能，这东西早该灭绝了，但已经来不及了。吴柳感觉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入体内，巨猿虚影与他的身体重叠，他的手臂变得比大腿还粗，皮肤下跳动着炽热的血脉。给我碎！吴柳怒吼一声，挥拳砸向最近的血纹卫，古盾在拳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紧接着轰的一声炸裂，冲击波如飓风般席卷四周。其他血纹卫射出的箭矢在荒古威压下寸寸崩碎，他们的战甲开始龟裂，鲜血从七窍涌出，天空突然降下血雨，每一滴都带着令人窒息的威压。吴柳站在血泊中，看着血纹卫们化作飞灰，耳边回荡着巨猿的咆哮。他低头看着自己发光的手臂，上面的纹路已经从赤焰纹变成了更复杂的荒神战纹。老袁的声音带着敬畏，记住，你现在不只是刻纹师，更是荒古战魂的宿主。暴雨倾盆而下，补天阁的青瓦被砸得噼啪作响。吴柳正蹲在明文堂后院研魔兽穴，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他猛地抬头，只见天空被染成诡异的血红色，无数血纹旗帜在雨幕中翻涌，是血煞教。厉煞！吴柳瞳孔骤缩，那个在清河村夺走他手臂的仇人，此刻正站在血纹巨狼上，嘴角挂着残忍的笑。他身后密密麻麻的血纹卫排列成阵，手中的古刀在雷光中泛着幽光，整个补天阁被笼罩在压抑的血雾里。小杂种，躲了这么久，该还债了。厉煞甩出锁链，骷髅头吊坠擦着吴柳的耳畔飞过，在墙上砸出个深坑。吴柳翻滚躲开，后背的荒神战纹瞬间亮起，皮肤下仿佛有岩浆在流动。他握紧拳头，巨猿虚影从背后缓缓浮现，雨滴落在虚影上，直接蒸腾成白雾。破！吴柳挥拳砸向地面，赤红气浪如海啸般炸开，血纹卫们的阵法出现裂痕，几人被气浪掀飞，撞碎远处的石灯笼。厉煞脸色大变，立即指挥剩余的血纹卫结阵，给我困住他，启动血祭大阵。血雾中突然伸出无数血色触手，缠住吴柳的四肢。他能清晰感觉到力量在被一点点抽走，皮肤开始变得苍白。老袁在识海怒吼，蠢货，用荒神战纹把力量还给你。吴柳咬牙运转灵力，荒神战纹覆盖全身，整个人化作燃烧的巨猿。吼！巨猿虚影发出震天咆哮，轻易撕裂血纹阵。吴柳趁机冲上前，一拳轰碎挡路的血纹卫。厉煞见势不妙，转身想逃，却被吴柳一把揪住披风。我妹妹在哪？吴柳的声音带着杀意，哈哈。在灵域魔宗的血池里，厉煞咳着血大笑，他早就成了血纹容器，等着被炼制成傀儡。话音未落，吴柳的拳头已经砸在他脸上，厉煞的半张脸瞬间血肉模糊。灵域魔宗！吴柳放下昏迷的厉煞，暴雨冲刷着他身上的血迹。他望着远方，眼神坚定如铁，怀中的赤焰顶残片烫得吓人。不管有多危险，他都要去灵域，把妹妹从血池里救出来。宝药园的雾气裹着药香，浓得像化不开的糖浆。吴柳跟着叶寒冰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露水打湿了裤脚，黏糊糊的贴着皮肤。他今天换了件月白色的襦裙，发间的玉簪随着步伐轻晃，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小心！
前面是藤蔓迷宫，叶寒冰突然停住脚步，抬手拨开垂落的紫藤，那些藤蔓像是活物般扭动，露出后面蜿蜒的青石小径。吴柳刚要迈步，他却拽住他的袖口，别乱走，这些藤蔓会释放麻痹毒气。两人贴着岩壁慢慢挪动，吴柳能清楚闻到他身上混着草药的淡香。突然，地面剧烈震动，3只浑身泛着紫雾的毒物兽从地底窜出，它们身形像豹子，却长着章鱼般的触手，粘液滴在石头上，滋滋作响。背靠背，叶寒冰撑开补天伞，伞面亮起淡蓝色的光盾。吴柳运转灵力，荒神战纹在皮肤上浮现，猎刀挥出赤红的刀光。毒物兽的触手缠住他的手臂，腐蚀性粘液瞬间烧穿衣袖，火辣辣的疼让他闷哼一声。激战中，叶寒冰的发簪突然被触手勾落，青丝如瀑般散开，他无暇顾及，手中的符纸接连甩出，将一只毒物兽炸得倒飞出去。吴柳趁机一刀斩断缠住他的触手，弯腰捡起那只玉簪，塞进怀里时还带着他的体温。左边还有一只，叶寒冰大喊。吴柳转身挥拳，巨猿虚影应声而出，一拳将最后一只毒物兽砸成肉泥。战斗结束时，两人都喘着粗气，他的裙摆沾满泥浆，发梢还滴着粘液。多谢叶寒冰接过玉簪，耳尖泛红。吴柳别过脸，感觉心跳快得离谱，空气中茶香混着他身上的气息，比任何铭文液都让人头晕。远处传来守园弟子的呼喊声，他摸了摸怀里发烫的玉簪，突然希望这迷宫再长一点就好了。太古神山的寒风裹着沙砾，刮得人脸生疼。吴柳拽着叶寒冰的衣袖，两人贴着悬崖边的石阶小心翼翼地往上爬，四周云雾缭绕，隐约能看见断裂的石柱和刻满古老符文的残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让人喘不过气的威压。快看！叶寒冰突然指着前方的断壁，一块泛着金光的兽皮半埋在碎石中，边缘还沾着干涸的血迹。吴柳心跳加速，冲过去扒开石块，正是传闻中的荒古九秘残叶。他刚要伸手触碰，老猿在石海发出刺耳的警告：陷阱，快退，已经晚了。数十道黑影从云层中俯冲而下，截天教的弟子如雨点般落地，将两人团团围住。为首的灰袍长老府长冷笑：补天阁的圣女，还有带着荒古残片的小杂役，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叶寒冰撑起补天伞，伞面泛起蓝光。吴柳带着残叶走，吴柳却攥紧猎刀，后背的焚身纹开始发烫。战斗一触即发，截天教弟子甩出淬毒的锁链，叶寒冰的衣袖瞬间被划开一道口子。小心！吴柳大喊，灰袍长老趁机偷袭，一道黑光直取他的面门。千钧一发之际，叶寒冰猛地扑过来，用身体挡在他身前。黑光亮起的瞬间，吴柳听见布料撕裂的声音，还有温热的液体溅在胸口，是血，叶寒冰的血。不！吴柳的嘶吼响彻山谷，怀中的赤焰鼎残片疯狂发烫，他感觉体内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焚身纹如野火般蔓延全身，皮肤下跳动着赤红的火焰，整个人化作燃烧的巨人。都去死！他挥拳砸向地面，赤红气浪掀翻周围的敌人。截天教弟子的惨叫声此起彼伏，锁链和法器在高温中扭曲融化。灰袍长老想要逃跑，却被吴柳一把抓住脖子，巨力之下，对方的头骨咔嚓碎裂。当最后一个敌人倒下时，吴柳浑身浴血，剧烈喘息着。叶寒冰躺在他怀里，脸色苍白如纸，嘴角还挂着虚弱的笑。别冲动！他的手指无力地抓住他的衣襟，染血的指尖在残片上留下刺目的痕迹。吴柳抱紧他，发誓要让所有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裂隙撕开的瞬间，吴柳感觉像是被塞进了绞肉机，紫色的空间乱流，切割着皮肤，怀里的赤焰鼎残片烫得像块烙铁，耳边回荡着老猿的怒吼：屏住呼吸，灵域的灵气会灼伤杂灵根。他咬着牙抱紧包裹，在天旋地转中坠落，落地时摔得七荤八素。吴柳呛着满嘴沙尘爬起来，眼前是一片云雾缭绕的山谷，空气里漂浮着细碎的剑光，每吸一口气都像吞了把碎玻璃。他扯了扯灵仙宗的破道袍，这是从黑市换来的伪装，袖口还沾着半块霉斑。小子，磨蹭什么？远处传来呵斥声。吴柳抬头，见几个御剑的修士悬在半空，腰间的玉牌刻着灵仙二字。他强装镇定的拱手：弟子迷路了。余光瞥见山谷深处插满断剑的坟冢，剑柄上缠绕的红绸在风中猎猎作响。
趁众人不注意，他溜向剑冢，那些断剑仿佛有生命般震颤，剑身上残留的剑意如实质般刺痛皮肤。吴柳屏住呼吸，在坟冢边缘发现半截断剑，剑身泛着诡异的青芒，剑柄缠着褪色的布条，刻着2个小字：轻浮。别动！老袁的警告稳了一步。吴柳刚握住剑柄，无数剑气突然从地底窜出，像钢针般扎进经脉。他惨叫着跪倒在地，黑血顺着嘴角溢出，眼前炸开密密麻麻的剑影。恍惚间，他听见剑冢深处传来冷笑，区区杂灵根也敢染指荒剑。蠢货！老袁的声音在石海炸响，灵域的剑修最恨荒古气息，这剑上残留着剑意诅咒。吴柳强撑着将轻浮剑塞进包裹，却发现掌心已经烙下剑形的疤痕。远处传来御剑声，他踉跄着躲进石缝，怀里的残片和断剑同时发烫，仿佛在呼应某种古老的危险。腐臭的血腥味像实质般钻入鼻腔，吴柳捏着鼻子在深渊的岩缝间攀爬，岩壁上渗出暗红色的粘液，每踩一步都发出咕叽的声响，仿佛整座山都在呼吸。老袁突然在石海中尖叫，停下！这是魔宗的禁地。话音未落，脚下的岩石突然崩塌，吴柳惨叫着坠落，撞断几根钟乳石后，重重摔在一片血红色的雾气中。等他缓过神来，眼前的景象让血液几乎凝固，数十个巨大的石缸盛满浓稠的血水，缸里漂浮着浑身刻满血纹的人，他们双目空洞，如同行尸走肉。小雨！吴柳的嘶吼在深渊回荡，他踉跄着冲向角落的石缸，里面泡着个瘦弱的身影，苍白的脸上还带着未干的泪痕。妹妹小雨的胸口布满狰狞的血纹，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手腕被铁链锁在缸底。别怕，哥来了！吴柳挥拳砸向石缸，荒神战纹在皮肤上亮起。可就在这时，阴冷的笑声从头顶传来，一个浑身缠绕黑雾的老者倒挂在洞顶，指尖泛着诡异的紫色。小娃娃，魔宗的东西也是你能碰的？不等吴柳反应，老者指尖射出数道紫芒，直取他的识海。剧烈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荒神战纹开始暗淡。他拼尽全力想要召唤巨元虚影，却感觉灵魂正在被生生拽出体外。灵魂抽取术，快反抗！老袁的声音也变得虚弱。哥！小雨微弱的哭喊穿透迷雾，吴柳咬破舌尖，鲜血喷在赤焰顶残片上，残片爆发出刺目的红光。他强行凝聚起半透明的巨元虚影，挥拳砸向老者，可这攻击只换来对方的一声嗤笑，更多的紫芒如雨点般落下。意识即将消散前，吴柳最后看见的是妹妹惊恐的眼神和拼命挣扎的身影。他想伸手抓住她，却感觉整个人坠入无尽的黑暗，耳边回荡着老袁的怒吼和小雨撕心裂肺的哭声。灵仙宗的晨钟震得吴柳耳膜发疼，他哈着白气抱起柴火，粗布麻衣上还沾着昨夜洗剑池的水渍。后山的石阶结着薄冰，脚下一滑，尖头的木柴滚落在地，正巧砸在路过的真传弟子脚上，瞎了眼的杂役。那人踹开木柴，绣着云纹的靴底碾过吴柳手背，连路都走不好，也佩戴在灵仙宗。吴柳咬着牙没吭声，等对方走远才捡起柴火。掌心的轻浮剑疤痕隐隐发烫，自从偷渡到灵域，这断剑就像块烙铁，时不时提醒他还没救出妹妹。深夜，藏经阁的灯火在窗纸上投出剑影，吴柳蹲在墙角，透过气窗偷看内门弟子练剑，那些剑诀他早已默记于心，此刻偷偷运转荒神纹，将灵力注入掌心。砍柴时看似普通的劈砍，实则暗藏灵仙九式的剑意。轰隆一声巨响，惊飞了林间宿鸟。吴柳握着砍柴刀呆立原地，面前的灵仙石竟被劈开两半。这石头号称连筑基修士都难以撼动，此刻断面平整如镜，还泛着淡淡的青光。何人在此？外门长老的呵斥声从山道传来。吴柳浑身发冷，想藏起砍柴刀已经来不及了。长老盯着石缝中若隐若现的荒神纹，浑浊的眼睛突然发亮，杂役也能引动剑意。从今日起，你便是记名弟子。消息传开的当晚，吴柳被堵在剑冢外，几个真传弟子冷笑着围住他，凭你也配进剑冢？跪在这好好反省。寒风卷着细雪灌进衣领，他的膝盖早已失去知觉，却死死盯着剑冢深处那里，或许藏着能救妹妹的力量。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他才扶着断剑，一瘸一拐地走向杂役房。身后的雪地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血痕，
淋浴的秋雨裹着细密的冰粒，砸在福宗的鎏金飞檐上，叮咚作响。吴柳缩着脖子穿过九曲回廊，怀中的锦盒渗出缕缕异香，那是他在太古神山偶然寻得的荒古宝药赤阳参根茎上缠绕的火焰纹路，在雨中若隐若现。外科止步，2名符卫拦住去路，腰间悬挂的符咒无风自动，发出细碎的嗡鸣。吴柳递上玉简，求见大长老以宝药换传送符。话音未落，回廊尽头传来苍老的笑声。白雾翻涌间，一位鹤发老者拄着玉杖现身，袖口金线绣着的符文泛着幽光。大长老拈起赤阳参，浑浊的瞳孔骤然收缩，荒古遗种，小友可知道此物价值几何？他指尖划过身躯，火焰纹路竟顺着皮肤蔓延，不如将这身还有你怀中的赤焰鼎残片都献给福宗。吴柳浑身血液凝固，后背的荒神纹瞬间发烫。老袁在识海嘶吼，快跑！这老东西想生吞你的神魂！他猛地向后跃开，怀中残片爆发出赤红光芒，却见大长老甩出一道黑符，地面瞬间裂开蛛网般的纹路，将他死死困住，血影遁。吴柳咬破舌尖，喷出的鲜血在空中凝成赤色残影。大长老的惊呼声中，他撞碎雕花窗棂，却感觉袖口一紧，不知何时，一道追踪符已经贴在布料上。哪里逃？符宗禁地轰然开启，数百道符咒化作利剑破空而来。吴柳在屋檐间飞窜，每踏碎一片青瓦，身后便炸开一团紫烟。他反手甩出从万宝楼得来的烟雾弹，刺鼻的硫磺味中，却听见大长老阴冷的传音，带着残片在灵域乱窜，就别怪符宗心狠手辣了。当他狼狈地躲进城郊破庙时，月光透过漏雨的屋顶照在袖口，那道追踪符正诡异地闪烁着。吴柳扯下布条扔进火塘，火苗瞬间窜起3丈高，映得他苍白的脸忽明忽暗。老袁的声音带着担忧，福宗不会善罢甘休，接下来每一步都得小心。庙外秋雨愈发急促，远处的福宗方向，无数符咒在夜空中编织成巨大的罗网。魔宗深渊的血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吴柳捂着口鼻在黏腻的岩壁间攀爬，耳边传来阵阵锁链拖拽声，混着血池中诡异的吟唱，让人头皮发麻。怀中的赤焰鼎残片烫得吓人，仿佛在呼应这充满邪恶气息的地方。老袁的声音在识海中颤抖，小心，劫天蛟的气息也在附近。终于摸到血池边缘，吴柳差点吐出来。数十个巨大石缸里翻滚着浓稠血水，浸泡其中的人如同行尸走肉。小雨，他一眼锁定角落石缸里那抹熟悉的身影。妹妹小雨的胸口布满狰狞血纹，双眼空洞无神，手腕被锁链勒出深可见骨的伤口。哥小雨微弱的声音让吴柳眼眶发红，他挥拳砸向石缸，荒神战纹轰然亮起，却在这时血雾中传来阴冷的笑声。劫天老怪拄着白骨杖缓缓现身，身后跟着一群劫天教弟子，他们手中的法器泛着幽幽紫光。小杂役，真以为能在魔宗救人？老怪舔了舔干枯的嘴唇，把赤焰鼎残片交出来，留你们全尸。吴柳还没来得及回应，一道白光划破血雾，叶寒冰撑着补天伞凌空而立，白衣在腥风中猎猎作响。吴柳，带小雨走，这里我顶着。他的眼神坚定，可吴柳注意到他鬓角的冷汗，显然为了找到这里，他已经消耗了大量灵力。战斗一触即发，劫天老怪甩出一道漆黑如墨的符咒，空气瞬间扭曲变形。叶寒冰将补天伞捂得密不透风，伞面亮起蓝光，勉强抵挡住符咒的攻击。吴柳趁机抱起妹妹，可血池突然沸腾，无数血色触手从池中窜出，缠住他的脚踝。快走！叶寒冰大喊，补天伞上的符文疯狂闪烁。他突然抛出数张符纸，化作漫天箭雨射向劫天蛟众人。老怪狞笑一声，双手结印劫天血咒，一道血色光柱直冲叶寒冰。他躲避不及，被光柱狠狠击中。寒冰，吴柳目眦欲裂，只见叶寒冰的神魂如萤火虫般从身体中飘散出来，他强撑着最后的力量，将一缕残魂注入腰间的补天铃，铃身瞬间出现蛛网般的裂痕，发出一声清越却带着哀鸣的声响。劫天老怪还想追击，却被突然暴走的血池拦住去路。赤焰鼎残片不知何时挣脱吴柳的怀抱，悬浮在空中，释放出赤红光芒，将整个血池搅得翻江倒海。吴柳抱着妹妹跌跌撞撞的逃离，回头望去，叶寒冰的白衣已经染满鲜血，身影越来越模糊。
补天灵的最后一丝光芒消散在血雾中，只留下劫天老怪愤怒的咆哮在深渊回荡。他的手心还残留着叶寒冰触碰过的温度，而怀中的妹妹依旧昏迷不醒。这场营救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暴雨如注，吴柳背着昏迷的妹妹在泥泞山道上狂奔，腰间的补天灵每摇晃一下就发出细碎的嗡鸣，仿佛在预警身后的危机。远处天际灵仙宗的剑影，劫天教的血云，还有魔宗的黑雾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他笼罩而来。老袁在识海中嘶吼，他们布下了三域锁魂阵，我们逃不掉了，小杂种，看你还能跑到哪去。劫天老怪的声音混着雷鸣炸响。吴柳回头，只见对方脚踏白骨舟，身后跟着数十名劫天教精英，法器上凝结的紫电将云层都染成了诡异的紫色。灵仙宗的白衣弟子御剑而来，剑阵中寒光闪烁，魔宗的魔修们踏着血浪，所过之处草木瞬间枯萎。交出赤焰鼎残片和补天灵，饶你妹妹一条命。灵仙宗长老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吴柳抱紧背上的妹妹，她苍白的脸贴在自己后颈，呼吸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怀中的残片烫得像块烙铁，她咬着牙继续往前跑，却发现前方已是悬崖，下方是深不见底的迷雾，隐约传来呜咽般的风声。无路可走了，劫天老怪张狂大笑，白骨舟上的符咒纷纷亮起。乖乖受死吧！话音未落，数道紫黑色的光柱冲天而起，直取吴柳要害。他猛地侧身翻滚，岩石在光柱轰击下化作齑粉，飞溅的碎石在脸上划出无数血痕。哥妹妹突然在背上呢喃，吴柳心头一颤，眼眶瞬间发红。他抽出怀中仅剩的传送符，指尖却在发抖，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一旦失败，三人都将万劫不复。想逃没那么容易。魔宗宗主突然闪现，手中魔刃劈出一道血月，吴柳挥拳迎击，荒神战纹迸发的赤红光芒与血月相撞，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可三派攻势如潮水般涌来，他的灵力在剧烈消耗，手臂上的战纹开始暗淡。给我破！吴柳捏碎传送符，符文在空中炸开刺目的白光。然而三域锁魂阵的力量突然介入，空间开始扭曲撕裂，无数道时间乱流从虚空中窜出。他感觉自己的身体被千万把刀同时切割，怀中的妹妹和补天灵都在剧烈震动。最后一眼，他看到劫天老怪惊恐的表情，以及灵仙宗长老慌忙后退的身影。整个阵法在时间乱流的冲击下开始崩塌。老袁，护住小雨！吴柳大喊。意识消散前，他只觉整个人坠入一片混沌，耳边回荡着呼啸的风声，还有补天灵最后一声悲鸣。而在悬崖之上，三派众人望着那道消失的白光，脸色阴沉如水。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屡屡坏他们好事的少年，竟能在绝境中撕开时间长河的边缘。时间乱流如千万把钢刀剐蹭着皮肤，吴柳死死抱住昏迷的妹妹，补天灵在怀中发出濒临破碎的嗡鸣。就在他以为要被撕成碎片时，一道金色巨网突然从虚空中展开，将三人都头罩住。天旋地转间，潮湿的海风扑面而来，他摔在一片布满齿轮与符文的甲板上，耳边传来机械齿轮咬合的咔咔声。好险，再晚半刻，你们就要坠入时空裂隙了。苍老的声音从头顶传来。吴柳挣扎着抬头，只见一位银发老者拄着青铜拐杖俯瞰着他。老者袖口垂落的锁链上密密麻麻挂着各色未完工的灵器，每个都流转着奇异的光芒。前辈，是您救了我们。吴柳想要起身行礼，却因灵力透支栽倒在地。他怀中的赤焰鼎残片突然发烫，与甲板上的符文产生共鸣，整艘船的金属部件都开始震颤。老者浑浊的眼睛瞬间亮起金光，拐杖重重杵在甲板上，原来是赤焰鼎的残片，难怪能撕裂时间长河。话音未落，远处突然传来尖锐的破空声，7艘黑帆战船破浪而来，船身雕刻着劫天教的骷髅标志，船头的鼓炮已经对准了他们。不好，是劫天教追来了。老者脸色骤变，挥动手臂，甲板上的齿轮开始疯狂转动，船身两侧升起布满符咒的青铜盾牌。小友，想活命就借残片一用。老者扯下锁链上的一枚齿轮，嵌入吴柳掌心，激活它，让残片与战船共鸣。吴柳咬牙运转灵力，残片表面的纹路泛起红光，整艘船瞬间化作金色巨鲸，
喷出的水雾在空中凝结成防御结界。鼓炮的轰鸣声震得耳膜生疼，吴柳感觉鼻腔涌出温热的鲜血。他望着怀中昏迷的妹妹，想起叶寒冰消散的神魂，心中涌起一股狠劲。老袁，全力输出！后背的荒神战纹亮起，残片光芒暴涨，金色巨鲸张开巨口，一道璀璨的光束将最前方的战船轰成碎片。桀天教众人见势不妙，调转船头 retreat。老者抚掌大笑，收起齿轮，好小子，够硬气。他转身走向船舱，苍老的声音飘来，跟我来用残片上的纹路，我可以给你打造金刚宝甲。和裂空舟不过有句话，你得记住这残片上的纹。陆氏打开荒古祭坛的钥匙，也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船舱内摆满了散发着光晕的灵气。吴柳将残片放在操作台上，蓝光闪过，残片表面的纹路被投射成巨大的全息影像，竟与墙上悬挂的古老星图完美重合。老者用镊子夹起一枚符文，眼中闪过一丝忧虑。三域的势力都在觊觎这个秘密，你接下来的路怕是比时间乱流还要凶险百倍。裂空舟在时间长河边缘剧烈颠簸，舷窗外翻涌着粘稠如沥青的混沌雾气，时不时掠过半截生锈的青铜剑、破碎的玉剑，甚至是悬浮的半截枯骨。吴柳扶着舱壁踉跄前行，怀中的补天铃突然发出尖锐的嗡鸣，铃身裂痕中渗出点点青光，在虚空中勾勒出叶寒冰的轮廓。寒冰，吴柳扑向那道虚影，指尖却穿过了他半透明的衣袖。虚影缓缓转头，面容模糊如水中倒影，可那抹温柔的笑意却让他呼吸停滞。小心！虚影的声音像是从极远处飘来。不等他听清，四周突然响起密集的嗡鸣，数以千计的因果风从时间乱流中钻了出来，翅膀泛着诡异的紫金色，尾部的毒针缠绕着银丝般的因果线。被这些线缠住的人，不仅会被吸食灵力，连过去和未来都会被篡改。老袁在识海中发出惊恐的嘶吼，快退！这些风是时间长河的守护者。吴柳反手抽出腰间的猎刀，赤焰纹顺着刀刃蔓延。可因果风的速度快得惊人，银丝般的因果线眨眼间就缠住了他的脚踝。他感觉记忆如潮水般被拉扯，清河村的茅草屋，妹妹被掳走的背影，叶寒冰在血池前消散的神魂，这些画面被因果线抽出，在空中扭曲成陌生的模样。给我断！吴柳咬碎舌尖，将心头血喷在猎刀上，赤焰纹暴涨，化作火蛇吞噬因果线。可更多的因果风扑了上来，银丝缠住他的手腕、脖颈，左眼传来剧痛，仿佛有千万根针在扎。恍惚间，他听见叶寒冰的虚影在喊：别管我，走！不可能！吴柳怒吼着冲向虚影，后背的荒神战纹与赤焰纹同时亮起，他挥拳轰出，拳锋撕开密密麻麻的因果风，终于触碰到那缕即将消散的青光。叶寒冰的残魂碎片融入补天灵的瞬间，一枚因果风的毒针刺入他的左眼，剧痛让他眼前炸开白光，踉跄着跌坐在地。当他再次睁眼时，左眼只剩一片黑暗，裂空舟的甲板上散落着焦黑的风湿，而补天灵裂痕中那缕青光正微弱的闪烁。老袁的声音带着哽咽：你不要命了！因果风的毒值得。吴柳摸着灵身，嘴角溢出黑血，却笑了。只要能把他找回来，瞎一只眼算什么？舷窗外，时间长河依旧翻涌，可他怀中的灵终于不再发出哀鸣。丹道宗的丹火峰上，蒸腾的药香几乎凝成实质。吴柳蹲在杂役炼丹房的角落，盯着丹炉中又一次炸开的黑灰，直皱眉。掌心的荒古宝药，赤阳身还残留着温热，可三炉铭文液炼下来，不是炸炉，就是变成毫无药效的废渣。就这杂灵根也想炼丹，趁早滚去洗药池刷盘子。路过的内门弟子嗤笑着踢翻他的药杵，丹火真人收你进宗，怕不是老糊涂了。吴柳攥紧拳头，后颈的赤焰纹微微发烫，要不是为了借助丹道宗的资源救叶寒冰，保护妹妹，谁愿意在这受尽白眼？第7次开炉时，丹火真人拄着紫金拐杖突然现身，这位白发老者盯着丹炉中乱窜的火苗，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金光。等等，你这灵根怎么同时引动3种火焰？吴柳一愣，这才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像是一锅乱炖，荒古血脉的赤色火焰，补天阁习得的青木灵火，还有灵域特有的庚金雷火，此刻竟在丹炉中相互纠缠。混灵根向来被视为废体，可你
丹火真人突然夺过他手中的赤阳参，丢进丹炉，用3种火焰同时炼制。快！吴柳咬咬牙，运转全身灵力，丹炉瞬间剧烈震颤，3种颜色的火焰在炉内搅成漩涡，药香中竟混着一股焦糊味。成了，还是要炸？围观的弟子们纷纷后退，丹火真人却兴奋地直搓手，好，混灵根炼药，从来没人试过，这变数说不定能打破丹道1000年桎梏。话音未落，丹炉轰然炸开，浓烟散去，一枚泛着七彩光晕的铭文叶悬浮在空中，表面流转的纹路竟与赤焰顶残片如出一辙。吴柳呛着浓烟咳嗽，却见丹火真人捧着铭文叶，笑得合不拢嘴。从今天起，你直接进内门丹房，记住，砸灵根不是累赘，而是天赐的机缘。他转身时，白发间滑落半枚玉简，上面刻着3火熔丹诀。吴柳捡起玉简，指尖触到温热的触感，突然觉得在这丹火封的日子，或许真能闯出条别人没走过的路。万寿谷的入口弥漫着刺鼻的腥气，数百头荒兽在峭壁上低吼，震得脚下的碎石簌簌滚落。吴柳背着昏迷的妹妹小雨，每走一步都感觉肩头更沉了些，她身上的血纹正在疯狂蠕动，苍白的皮肤下像是有无数条毒蛇在游走。求见谷主！吴柳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岩壁突然裂开，一头背生双翅的巨鹰俯冲而下，爪子带起的劲风差点将他掀翻。等站稳时，一个裹着兽皮的魁梧汉子已经立在面前，腰间悬挂的兽骨铃铛叮当作响。拿什么换荒兽守护？吴柳咬牙掏出怀中的赤阳参，这株荒古宝药换300年的守护。汉子盯着身躯上跃动的火焰纹路，瞳孔猛地收缩，你从哪弄来的？还没等他回答，背上的小雨突然剧烈抽搐，一口黑血喷在吴柳后颈。小雨！吴柳慌忙转身，妹妹的眼睛已经变成血红色，指甲疯长如兽爪，嘴里喃喃念着听不懂的咒语。汉子皱眉后退，他体内的血纹快失控了，就算我派荒兽守着，最多也就能撑3个月。吴柳感觉喉咙发紧，像是被荒兽掐住了脖子。小雨的指甲深深刺入他的肩膀，却突然清醒过来，眼泪大颗大颗砸在他衣领。哥，我梦见姐姐在火里哭，她好疼。他的声音虚弱又恐惧，手指颤抖着指向北方。别怕，哥一定会救她。吴柳抱紧妹妹，却不得不掰开她的手，将她轻轻放在巨鹰背上。小雨的手指死死攥着她的衣袖，直到被荒兽的皮毛缠住才松开。看着巨鹰载着妹妹消失在云层中，吴柳摸了摸后颈还带着余温的血迹，怀中的补天灵突然发出一声悲鸣。3个月后，带着更珍贵的东西来换人，汉子丢来一枚兽骨令牌，记住，万兽骨只认等价交换。吴柳握紧令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北方的天空不知何时涌起血色乌云，妹妹最后的话在耳边回荡，而他知道，不管前方是刀山火海，他都必须在3个月内找到救他们的办法。暴雨倾盆，截天教总坛的血色大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宛如浸透鲜血的湿布。吴柳站在补天阁弟子前列，手中的血魔核心泛着诡异的紫光，掌心的老茧因过度紧握而发疼。他望着高耸入云的骷髅巨门，耳边回响着夜寒冰残魂在梦中的呜咽，后颈的赤焰纹不受控制的发烫。杀！随着一声怒吼，补天阁的玄铁重剑劈开云幕，吴柳将血魔核心嵌入地面，瞬间地底钻出无数白骨傀儡，他们眼眶中跳动着血红色火焰，正是截天教往日用来作恶的血纹傀儡，如今却在核心的操控下反戈一击。小杂种，你竟敢染指血魔之力！截天老怪的咆哮从楼阁顶端传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拄着白骨杖，周身缠绕着浓郁的黑雾，宛如从地狱爬出的恶鬼。他挥动手臂，数百道血纹箭矢破空而来，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染成猩红。吴柳暴喝一声，荒神战纹在皮肤上亮起，他纵身跃起，徒手抓住2支箭矢，箭矢上的腐蚀之力顺着手臂蔓延，剧痛让他闷哼一声，但他咬牙将箭矢折断，反手掷向老怪。与此同时，补天阁弟子的剑阵在下方展开，与截天教的护法厮杀在一起，喊杀声、兵器碰撞声混着雨声，震耳欲聋。就凭这些也想灭我截天教？老怪狞笑着，双手结印，整个总坛开始震动，地面裂开无数缝隙，涌出黑色的魔气，在魔气中，
更强大的血纹兽咆哮着出现。吴柳望着那些张牙舞爪的怪物，想起妹妹被折磨的模样，杀意瞬间冲上心头。给我破！他将灵力全部注入血魔核心，傀儡大军如潮水般涌向血纹兽，场面顿时陷入混乱，白骨与血肉横飞，惨叫声此起彼伏。吴柳趁机冲向老怪，在距离对方还有10丈时，他背后浮现出巨大的猎山原影，一拳轰出，空气都被压缩出音爆。老怪措手不及，被一拳击中胸口，喷出一大口鲜血。他踉跄着后退，眼中满是不甘。你以为复活那个女人就能对抗荒古真灵？太天真了，等荒古祭坛开启，你们都得死。说着，他突然引爆了自身的灵力，刺眼的光芒瞬间笼罩全场。吴柳在爆炸的气浪中护住头部，等烟尘散去，劫天教总坛已经一片狼藉，满地都是残垣断壁和尸体。他擦去嘴角的血迹，握紧手中残缺的血魔核心。老怪临死前的话让他心中一沉，但很快他的眼神又恢复坚定，不管前方有什么，他都要复活叶寒冰，救出妹妹，哪怕与整个世界为敌。太古神山之巅终年笼罩着迷雾，此刻却被一道赤红光芒撕开缺口。吴柳攥着赤焰顶残片，掌心的汗水混着血迹，将残片纹路染得发亮。脚下的祭坛由漆黑的玄武岩堆砌，每块石头都刻满扭曲符文，像是远古巨兽的鳞片。就是这里，老袁的声音在石海炸开，带着前所未有的战力，残片的气息和祭坛完全吻合。吴柳刚将残片嵌入祭坛凹槽，整座山体突然剧烈震动，云雾如沸水翻涌，露出祭坛中央的青铜巨棺，棺盖上雕刻的猿猴图腾竟开始缓缓转动。卜天灵在怀中疯狂震颤，叶寒冰的残魂化作青光飘出，声音带着惊恐与兴奋，快退，这是荒神祭师的传承。一旦激活，他的话音被一声巨响吞没，青铜棺轰然炸裂，无数道金色锁链冲天而起，缠绕在吴柳身上。剧痛从骨髓深处蔓延，吴柳感觉有千万根钢针扎进皮肤。后背的赤焰纹与祭坛符文同时亮起，古老的原纹如活物般在血肉中游走，逐渐取代了他原本的刻纹。他痛苦地跪倒在地，却看见自己的指甲疯长，掌心生出细密的绒毛，整个人仿佛要被荒古血脉彻底吞噬。啊！吴柳仰头怒吼，声音竟与记忆中猎山巨猿的咆哮重叠。祭坛四周的符文化作流光没入他体内，天空中浮现出巨大的虚影，那是一位身披祭袍，手持古杖的圆面老者，额间镶嵌的赤色宝石与他怀中的残片共鸣。叶寒冰的残魂被力量震得险些消散，他拼尽全力喊道：稳住心神，别被传承记忆淹没。吴柳有破舌尖，血腥味让他恢复一丝清明。他死死盯着卜天灵中那缕青光，想起妹妹苍白的脸，想起叶寒冰消散前的笑容，终于将暴走的力量强行压制。当一切平息时，太古神山的山顶已经面目全非，祭坛沉入地底，只留下满地裂痕。吴柳颤抖着摸向自己的后背，那里的原纹还在发烫，体内却涌动着从未有过的力量，玄黄本源。老袁许久才发出感慨：小子，你现在真成荒古祭师了。叶寒冰的残魂重新没入林中，最后传来一声轻叹，接下来的路会比想象中更危险。气宗的密室里，青铜烛台跳动的火焰将影子拉得老长。吴柳盯着面前的逆星罗盘，这8丈大的物件由9块星纹青铜拼接而成，表面流转的幽蓝光芒如同银河倒悬。气宗长老拄着布满齿轮的拐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罗盘。小友，这可是能撕裂空间的至宝，若非看在赤焰顶残片的份上，前辈放心。吴柳握紧罗盘，指尖触到冰冷的纹路，后颈的原纹突然微微发烫。当他注入灵力的瞬间，罗盘轰然展开，化作悬浮的星图，无数光点在虚空中闪烁，宛如夜空中的繁星坠落。这是3域的核心。老袁的声音充满震惊。吴柳看到3个最明亮的光点，灵域的凌霄殿，魔域的深渊祭坛，还有人族的补天阁，它们被无形的丝线连接，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然而当他想要仔细查看时，罗盘突然剧烈震颤，星图中裂开一道缝隙，一抹熟悉的青光闪过，叶寒冰的残魂在缝隙中若隐若现。他被困在一团粘稠的白雾里，那雾气如同茧丝般缠绕着他，每挣扎1分，茧丝就收紧1分。寒冰，吴柳伸手去抓，
却只触到冰冷的虚空。叶寒冰的声音带着哭腔，五柳，我在时间长河的因果茧，只有集齐三域本源才能。话音未落，罗盘爆发出刺目的光芒，五柳感觉头痛欲裂，无数画面涌入脑海，补天阁镇压的青木本源，魔域流淌的幽冥血泉，还有灵域深处的更尽雷池。老袁在识海中大喊，快停下，强行窥探会魂飞魄散。五柳咬牙撤回灵力，罗盘重新缩成巴掌大小，可他的鼻孔已经渗出黑血。气宗长老捡起滚落的齿轮，眼神复杂，三域本源向来是禁忌，小友真要为了一缕残魂，我要去。五柳攥紧罗盘，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就算踏遍三域，我也要把他带回来。离开密室时，夜幕已经笼罩气宗。五柳望着掌心微微发烫的罗盘，星途中那团困住叶寒冰的因果茧始终挥之不去。山风卷起他的衣角，远处传来荒兽的低吼，而他知道一场跨越三域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宝药园的雾气浓得像化不开的蜂蜜，五柳捏着万宝楼的密令，脚下的碎石发出细碎的 crunch 声。身旁的万宝楼管事擦着额角的汗，低声道，不死草就在前面的断崖下，但最近风声太紧，血煞教和毒煞宗的人可能。话音未落，一声尖锐的哨响撕破雾气，数十道黑影从藤蔓间窜出，血煞教的血纹战甲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红，毒煞宗的弟子甩出淬毒的链刃，空气中瞬间弥漫开刺鼻的腐臭味。果然来了，五柳后背的荒神纹轰然亮起，右手已经握住腰间轻拂断剑，交出不死草，留你们全尸。血煞教长老挥舞着骨鞭，鞭梢缠绕着蠕动的血肉，上次让你从血池跑了，这次可没这么好运。毒煞宗的圣女咯咯笑着，指尖一出墨绿色的毒液，所过之处，地面滋滋冒起白烟。万宝楼管事脸色惨白，掏出信号弹却被链刃击碎。五柳将他一把推到身后，剑尖挑起雾气，想要草，先过我这关。他深吸一口气，运转灵仙剑诀的同时，荒神之力顺着经脉奔涌，两种力量在丹田轰然相撞，裂山剑斩。五柳暴喝一声，断剑挥出的瞬间，身后浮现出巨大的裂山元虚影，赤红剑光裹挟着剑意与蛮力，所过之处，百年灵植瞬间化为灰烬，毒雾被高温蒸发成白烟。血煞教长老的骨鞭刚触到剑光，就寸寸崩裂，他惊恐地瞪大双眼，整个人被剑气掀飞，撞断3棵千年药树。毒煞宗圣女甩出漫天毒针，却被元虚影一巴掌拍碎。五柳趁机欺身上前，断剑直指他咽喉。圣女瞳孔骤缩，刚要祭出底牌，五柳突然感觉后颈发凉，一支淬毒箭矢破空而来，直指他的命门。千钧一发之际，万宝楼管事突然扑来，替他挡下箭矢。快走，不死草在！管事的话没说完，就倒在血泊中。五柳红了眼眶，断剑上的青芒暴涨，荒神纹与剑意在这一刻彻底融合。他挥出最后一剑，剑气化作百丈红链，将剩余的敌人全部吞噬。当硝烟散尽，宝药园已成一片废墟。五柳在断崖下找到那株泛着荧光的不死草，叶片上还沾着管事的血。远处传来追兵的呼喊，他握紧断剑，心中的杀意翻涌，这仇他记下了。补天阁议事殿的青铜大门紧闭，殿内檀香混着压抑的气息，呛得五柳鼻腔发疼。透过门缝，他看见叶寒冰的师傅玄霜长老正将一枚玉简狠狠拍在案几上。叶寒冰神魂消散，已无资格再担圣女之位，明日便昭告三域废除。慢着，五柳猛地踹开大门，荒古祭坛令牌在掌心发烫。殿内20余位长老齐刷刷转头，目光落在他染血的衣襟和腰间的补天铃上。玄霜长老皱起眉头，哪来的杂役？敢闯议事殿，来人，给我看谁敢！五柳将令牌拍在玉案上，整个大殿突然剧烈震动，令牌表面的古老符文亮起，与他后背的原文遥相呼应。补天铃发出清越的冥响，叶寒冰的残魂化作青光飘出，虽面容模糊，却依旧带着熟悉的清冷气质。师傅，您当真要弃我？玄霜长老的脸色瞬间煞白，踉跄着后退半步。这不可能！你的神魂明明！其他长老也纷纷起身，法器在袖中隐隐发亮。就在气氛剑拔弩张之时，补天铃的伞面突然展开，三域地图如投影般悬浮在空中，每座城池每条山脉都纤毫毕现。
荒神祭师，一位白发长老突然颤抖着跪倒在地，额头重重磕在青砖上，300年前的预言竟是真的。其他长老这才注意到吴柳背后若隐若现的圆面虚影，以及他周身萦绕的古老威压，纷纷脸色大变，齐刷刷跪了下去。玄霜长老仍不甘心，声音发颤，就算你有令牌，也不能证明。叶寒冰的残魂冷笑一声，指尖点向地图，灵域凌霄殿的庚金雷池，魔域深渊祭坛的幽冥血泉，还有我人族的青木本源，3域核心的位置，你当真要我一一说破？殿内死寂一片，唯有吴柳粗重的喘息声。他握紧补天铃，看着叶寒冰残魂渐渐透明的身影，一字一顿道：从今日起，谁若再敢提废除圣女，就是与荒神祭师为敌。话音落下，祭坛令牌的光芒暴涨，将整个议事殿照得恍如白昼。荒古战场的地面布满焦黑的沟壑，每走一步都能踩到碎裂的骨片。吴柳握着逆星罗盘，指针疯狂旋转，最终死死指向一座正在崩塌的青铜巨塔。塔身雕刻的远古兽纹渗出暗红液体，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油光。小心，这里的气息不对劲。老袁的警告还没说完，塔顶轰然炸开，一道巨大的黑影俯冲而下，那是一头由星光凝聚的巨狼，双瞳燃烧着幽蓝火焰，利爪划过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吴柳本能的举起轻浮断剑格挡，却感觉手臂瞬间失去知觉，巨狼的力量竟直接震碎了他的灵力护盾。这是荒古真灵的残念。老袁的声音充满恐惧，快走，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吴柳刚要转身，却瞥见塔底闪过一道金光，玄黄鼎，那尊传说中镇压3域的至宝，此刻正悬浮在血池中，鼎身的符文如同活物般扭动。巨狼再次扑来的瞬间，吴柳咬牙冲向血池，滚烫的血水溅在皮肤上，灼烧感让他几乎昏厥。他伸出手触碰鼎身，突然无数记忆如潮水般涌入脑海。金碧辉煌的荒神殿中，他身穿祭袍主持仪式，叶寒冰身披白纱，额间镶嵌着与补天灵同源的宝石。还有一场毁天灭地的大战，他与叶寒冰并肩对抗黑暗中的未知存在。原来我们早就……吴柳喃喃自语，眼眶发烫。荒古真灵的残念发出愤怒的咆哮，巨狼的利爪刺穿他的肩膀，剧痛中他强行运转玄黄本源，背后的原文与顶身符文共鸣，一道璀璨的光芒冲天而起。巨狼在光芒中发出凄厉的哀嚎，渐渐消散成点点星光。当光芒散去，玄黄鼎缓缓落入吴柳掌心，他望着鼎身倒映的自己，发现眼中多了几分沧桑。叶寒冰的残魂从补天灵中飘出，声音带着颤抖，这些记忆，难道我们真的……吴柳握紧他的手，尽管只能触到一缕青光，坚定道：不管前世如何，今生我一定会让你完整归来。荒古战场的风声呼啸而过，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丹火峰的炼丹房外挤满了人，气宗长老们架起36座聚灵阵，丹道宗的丹火真人亲自守着丹炉，额头上的汗珠不停地滚落。小友，3域同命，丹前无古人，丹劫恐怕我来扛。吴柳将玄黄鼎置于阵眼，青木本源、幽冥血泉、庚金雷池3种至宝在鼎中翻滚，化作一团刺眼的混沌。他深吸一口气，后背的原文与鼎身符文同时亮起，整座山峰突然剧烈震动，天空中乌云翻涌，紫电如蛟龙般穿梭，雷声震得人耳膜生疼。第一道雷劫来了，丹火真人脸色骤变，一道水桶粗的紫雷轰然劈下。吴柳咬着牙，张开双臂，玄黄本源在体表形成金色护盾，可雷劫的力量远超想象，护盾瞬间出现裂痕，他感觉皮肤像被千万根钢针同时扎入。坚持住！老袁在识海中大喊，引动3域法相。吴柳猛地运转灵力，灵域的凌霄殿虚影，魔域的深渊祭坛，人族的补天阁同时在他身后浮现。第二道雷劫落下时，3种法相竟主动迎击，将紫雷搅成漫天星火。炼丹房内，玄黄鼎的鼎盖被震得飞起，3域同命丹在丹火中旋转，散发出七彩光芒。可丹劫并未结束，天空中凝聚出巨大的雷劫漩涡，最后一道雷劫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威压落下。吴柳感觉神魂都要被震散，眼前浮现出妹妹苍白的脸，叶寒冰消散的残魂，还有3域中无数受苦的修士。给我成！他怒吼着，将全身灵力注入玄黄鼎，3种法相化作流光没入丹中。雷劫轰然炸开，
整个丹火峰被照亮得如同白昼。当烟雾散去，一颗鸽蛋大小的丹药悬浮在空中，表面流转的纹路与五柳后颈的焚周纹一模一样。几乎同一时刻，三域所有修士心口都浮现出淡红色的焚周纹。远在魔域的劫天教余孽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灵力竟与某个神秘存在产生了共鸣。灵域的凌霄殿内，掌教脸色大变，这是共生印记。五柳颤抖着捧起丹药，嘴角溢出黑血，却笑了，成功了。从今往后，三域同命丹火真人望着天空中渐渐消散的雷劫，声音带着敬畏，你这哪是炼丹，分明是在重塑三域的命运。灵仙剑种的剑气如刀，五柳盘坐在万剑环绕的石台上，轻拂剑插在身前的剑土里，剑身震颤不止，四周悬浮的断剑残刃时不时发出嗡鸣，剑意凝成的锋芒擦过他的脸颊，留下细细的血痕。老袁的声音在识海中带着担忧，这些剑意太霸道了，再强行吸收，神魂都得被搅碎，必须突破。五柳咬着牙，运转玄黄本源，轻拂剑突然爆发出刺目的青光，疯狂吞噬周围剑意。最靠近的极顶古剑瞬间崩解，化作点点剑芒没入轻拂剑身。他感觉经脉像是被无数细线拉着，头痛欲裂，眼前不断闪过灵仙剑诀的残招和荒神战纹的奥秘，两种力量在识海中不断冲撞。轰！一声巨响，剑冢深处的万剑碑突然亮起，沉睡的古老剑意如潮水般涌出，将五柳整个人淹没。他的皮肤下青筋暴起，后背的原纹与轻拂剑共鸣，剑身开始扭曲重塑，纹路逐渐变成古朴的荒神图腾。这是剑意觉醒。守在剑冢外的灵仙宗长老们脸色骤变，望着剑冢上空凝聚的巨大剑云。五柳在剑意风暴中怒吼，强行将荒神之力与灵仙剑诀融合。剧痛中，他突然看到了突破的契机，不是二选一，而是让两种力量如同阴阳鱼般相辅相成。破！五柳握住进化后的荒神剑，人剑合一的瞬间，背后同时浮现出烈山原的虚影和灵仙剑主的轮廓。两种虚影重叠的刹那，剑冢内所有剑意化作一道璀璨光柱冲天而起，将剑云轰出一个巨大缺口。远处的灵域修士抬头，都看到了那道贯穿天地的光芒。剑冢归于平静时，五柳握着散发着古朴气息的荒神剑，嘴角带着血迹，却露出笑容。剑身上流转的光芒，既有荒神的霸道，又含灵仙剑意的飘逸。老袁惊叹道：这是自创的荒神灵仙诀。五柳挥剑斩向身旁巨石，无声无息间，石头便化作齑粉。他知道自己离救出叶寒冰，守护三域的目标又近了一步。血煞教总坛的血色大旗在狂风中猎猎作响，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地面黏腻的像是浸透了鲜血。五柳站在阵前，手中的荒神剑嗡嗡作响，剑身映出他通红的双眼，那里燃烧着自清河村被屠戮那日起积攒了数年的仇恨。五柳小儿，你当真以为能踏平我血煞教？血煞教教主丽莎站在祭坛顶端，周身缠绕着血色锁链，身后数百名血纹护法高举古刃，发出震天的咆哮。祭坛中央的血池翻涌着浓稠的血浆，时不时伸出惨白的手臂，那是被血煞教用来炼制成傀儡的无辜修士。清河村308条人命，今日该讨回来了。五柳暴喝一声，背后的荒神战纹轰然亮起，刹那间，他的身形暴涨，化作千丈巨猿，每一根毛发都闪烁着金色光芒。巨猿一脚踏下，地面瞬间裂开蛛网般的纹路，血煞教的防御阵法如同纸糊一般被踏碎。血纹护法们挥舞着古刃冲来，却被巨猿随手一巴掌拍飞，惨叫声混着骨骼碎裂声此起彼伏。丽莎脸色骤变，急忙结印，启动血纹祭坛，给我搅碎它。祭坛血池喷出数十道血色光柱，缠住巨猿的四肢。五柳感觉皮肤传来灼烧般的剧痛，但想起妹妹蜷缩在废墟中的模样，怒意更盛。给我碎！巨猿双手抓住血色光柱，肌肉爆起青筋，硬生生将光柱扯断。随后他纵身一跃，张开血盆大口，狠狠咬向血纹祭坛。咔嚓一声，祭坛轰然崩塌，血池中的血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丽莎见势不妙，化作血雾想要逃窜，巨猿大手一抓，将他捏在掌心。丽莎在指缝间挣扎求饶，饶命！我愿献出所有秘宝。清河村的妇孺求饶时，你们可曾手软？五柳的声音如同闷雷，化回人形的瞬间，荒神剑已经抵住丽莎咽喉。
剑光闪过，厉煞的头颅飞起。吴柳望着血煞教众人惊恐的面容，挥剑斩出一道猩红剑气，血煞教灭。惨叫声中，巨猿虚影再次浮现，将整个总坛夷为平地。风卷着血雾掠过他的脸颊，恍惚间，吴柳仿佛又看到了清河村冲天的火光。他握紧荒神剑，低声道：这场火终于能灭了丹火峰地底的熔火密室热浪灼人。吴柳将玄黄鼎碎片嵌入阵法中央，鼎纹与地面的古老图腾共鸣，迸发出万千道金光。他望着手中跃动的焚尸夜焰，这簇取自魔域深渊的火焰虽只有拇指大小，却将周围的空气都扭曲成了漩涡。老猿在识海中提醒：小心，这火焰连神魂都能灼烧。卜天灵躺在玉台上，裂痕中渗出的青光愈发微弱。吴柳咬牙将焚尸夜焰按在灵身，火焰瞬间如活物般钻入缝隙，灵体发出痛苦的嗡鸣，表面的符文开始扭曲变形。他感觉自己的灵力正顺着接触点疯狂流逝，手臂的皮肤被高温烫得发红起泡。坚持住叶寒冰的残魂在灵中焦急呼喊，声音比以往更加飘渺。当玄黄鼎碎片化作流光融入灵身时，卜天灵突然爆发出四目白光。吴柳被光芒吞没，恍惚间看见无数记忆碎片在眼前闪过，叶寒冰在血池前的决绝，两人在时间长河边缘的错过，还有荒神殿中若隐若现的前世画面。光芒消散时，叶寒冰的残魂竟凝聚出了上半身，他的白衣在热浪中轻轻飘动，眉眼带着吴柳熟悉的温柔笑意。这些年你受苦了。他抬起手想要触碰吴柳的脸，指尖却穿过他的皮肤，带起几缕虚幻的光焰。吴柳喉咙发紧，一把抓住那团透明的指尖，却只握住满手虚无。寒冰，他声音沙哑，看着他逐渐透明的手腕，那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散。为什么还是？别担心，叶寒冰强撑着笑容，将额头抵在他的额头上。卜天灵已修复，三域本源集齐之时，就是我归来之日。密室突然剧烈震动，修复后的卜天灵悬浮在空中，灵身流转的光芒与吴柳后背的原文共鸣。老猿惊叹道：这灵荡现在像是荒神祭典的圣物。叶寒冰的残魂缓缓没入灵中，最后传来的声音带着眷恋。当我玉台上，卜天灵发出一声清越的长鸣，余音在密室中久久回荡。符宗禁地内，氤氲的符文之光将石壁染成诡异的紫色，空气中漂浮着无数未成型的符咒，发出细碎的嗡鸣。吴柳盯着案台上泛黄的古卷，眉头拧成疙瘩。炼制时空符的关键材料竟是需要圣女之血调和的灵犀纸，这条件也太苛刻了。三域哪来现成的圣女？老猿的抱怨被突然响起的清脆铃声打断。卜天灵青光一闪，叶寒冰的残魂凝出半身，他望着吴柳纠结的神色，唇角勾起一抹温柔。不就是圣女之血？我来不行，你的神魂还没稳固。吴柳伸手去拦，却穿过了他透明的手臂。叶寒冰指尖浮现一滴精血，在符文光华中泛着淡淡的金芒。别忘了，我本就是补天阁圣女。他的声音带着笑意，眼底却藏着心疼。这些年你为我拼命，现在换我护你一程。符宗大长老拄着刻满符文的玉杖走来，浑浊的眼睛盯着叶寒冰的精血。传闻补天阁圣女之血蕴含天道法则，果然名不虚传。但这血与时空之力相性相冲，必须我自己来。叶寒冰截断他的话，指尖精血突然化作流光，没入备好的符纸。符纸瞬间发出刺目白光，纹路如活物般扭曲生长。吴柳感觉四周空间开始波动，案台上的笔墨纸砚纷纷悬浮而起。叶寒冰的残魂剧烈震颤，透明的手臂上出现裂纹，却仍咬牙维持着灵力输出。寒冰，停下！吴柳心急如焚，运转玄黄本源，想要分担压力。别添乱！叶寒冰瞪了他一眼，精血在符纸上凝聚成漩涡，看到没？这符纸正在吸收时空之力。话音未落，符纸轰然炸开，化作漫天星屑。众人以为失败时，一片泛着银灰的符纸缓缓飘落，正是能撕开时间长河的时空符。叶寒冰的残魂虚弱的飘回卜天灵，声音带着倦意：我的血早就是你的了。吴柳颤抖着拾起符纸，指尖触到残留的温热，眼眶突然发烫。符宗大长老捡起飘落的星屑，喃喃自语：用残魂精血炼制时空符，这等吃人，当真百年难遇。暴雨砸在清河村的青石板上，溅起半人高的水花。吴柳蹲在屋檐下，擦拭荒神剑。
见身上的焚周纹突然诡异的发烫，烫得他差点松手。就在这时，一只浑身湿透的信鸽扑棱着翅膀落在他肩头，脚环上拴着的竹筒还在往下滴水。是小雨。林雨从灶房冲出来，围裙上沾着面粉，他颤抖着抽出纸条，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哥，天道宗要重启焚天炉，用姐姐当炉心。纸条上的字迹被雨水晕开，可炉心2个字依然刺得吴柳眼眶发红。荒神剑嗡的一声出鞘，3色火焰瞬间点燃屋檐下的积雨。吴柳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焚周纹在皮肤上凸起，像活过来的蜈蚣般扭动。他们感动阿双，他的声音低沉的可怕。混沌海的记忆突然在脑海炸开，上次焚天炉启动时，整片灵域都化作了焦土。老袁从他肩头跳下来，毛发炸得像团乱草。当年就是这破炉子把混沌兽都变成了杀人机器。他转头看向林雨，丫头，密信还有别的线索吗？林雨咬着嘴唇摇头，眼泪砸在纸条上。小雨只说让我们赶紧救人。叶寒冰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卜天灵发出不安的轻响。他看着吴柳掌心渗出的血珠，轻声道：天道宗早有异动，只是没想到他们这么疯狂。话音未落，远处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天空突然裂开一道猩红的缝隙，正是焚天炉启动时的征兆。吴柳猛地起身，荒神剑直指苍穹，走，这次谁拦我，我就把谁炼成炉灰。他周身的火焰与天空的血云共鸣，脚下的青石板都被烤得滋滋作响。林雨攥紧拳头跟上去，小星河在他怀里咿呀学语，却不知一场腥风血雨正朝着他们呼啸而来。粉谷荒原的沙砾烫得能煎熟鸡蛋，吴柳的靴子踩在焦黑的土地上，扬起阵阵带着硫磺味的烟尘。逆星罗盘在他掌心疯狂旋转，指针上的符文泛着刺目的红光，最终狠狠扎向西北方的断崖。就是那里，老袁的声音在石海里炸开，带着前所未有的恐惧。那片金色雾气是混沌海的气息，荒古真灵的老家，进去就别想活着回来。吴柳抬头望去，只见断崖尽头翻涌着浓稠如蜂蜜的金色雾气，雾气中隐约传来巨兽的嘶吼，地面随之震颤，仿佛有什么东西又破土而出。他握紧卜天灵，灵身的青光在雾气中显得格外微弱。叶寒冰的残魂飘出，脸色凝重，罗盘的指向不会错，但这股气息……他的话被突然响起的尖啸打断。一只巨大的骨爪从雾气中探出，抓在岩石上，瞬间将整座山崖削去半截。退后，吴柳拉着叶寒冰的残魂急退，后背的荒神纹自动亮起，金色雾气如活物般流动，渐渐凝聚成一道巨大的裂缝。裂缝边缘流转着古老的符文，每一个都像一张狰狞的鬼脸。裂缝中吹出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却又灼烧着皮肤。吴柳感觉鼻腔里充满铁锈味，那是浓郁到化不开的血腥气。小友，这可不是能轻易涉足的地方。不知何时，气宗长老拄着青铜拐杖出现在身后，他望着裂缝的眼神充满敬畏。混沌海孕育了荒古真灵，也埋葬着无数远古秘宝，可代价……他的话没说完，裂缝中突然传来轰鸣，整个荒原开始崩塌。吴柳将逆星罗盘收进怀中，荒神剑出鞘，剑身与裂缝中的符文共鸣。叶寒冰的因果茧在混沌海，妹妹的生机也系于此。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他转身看向叶寒冰，残魂的眼中满是担忧，却坚定的点了点头。老袁长叹一声，罢了，要死就陪你死这一回。当吴柳踏入金色雾气的刹那，世界天旋地转，身后传来气宗长老的惊呼，而他眼前只剩下一片混沌，耳边回荡着荒古巨兽的咆哮，仿佛整个世界都在警告他，这一步踏出去，就再无回头之路。混沌海的金色雾气浓得像化不开的泥浆，吴柳脚下的虚空时不时泛起涟漪，仿佛下一秒就会坠入无尽深渊。突然，远处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海面裂开巨大的漩涡，一道黑影破水而出，那是一头足有100丈长的巨鲲背鳍，如同一座移动的山峰，鳞片闪烁着幽蓝与银灰交织的光芒，是裂空鲲，这可是能撕裂空间的上古荒兽。老袁的声音都变了调，快逃！他一口能吞掉整座城池。吴柳却握紧卜天灵，灵身突然剧烈震颤，叶寒冰的残魂化作青光飘出，眼中闪烁着惊喜。等等，他身上有卜天阁的气息。巨鲲张开血盆大口，
呼啸的气流将吴柳掀飞出去。千钧一发之际，叶寒冰的残魂化作一道光盾，抵住扑面而来的腥风。别怕，他扬手抛出补天铃，铃铛悬浮在空中，散发出柔和的光芒。我试试唤醒他的记忆。铃身的符文与巨鲲鳞片上的纹路产生共鸣，整片混沌海开始沸腾。吴柳趁机运转玄黄本源，背后浮现出巨大的圆影，与巨鲲对峙。老伙计，别来无恙。叶寒冰的声音温柔，却带着威严。当年补天阁助你疗伤，如今该你还这份恩情了。巨鲲的动作突然一滞，眼中的凶光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丝迷茫。他低下头，任由叶寒冰的残魂落在自己鼻尖。签订契约吧，我们需要你的力量。叶寒冰指尖凝出一道青光，在空中勾勒出古老的契约符文。巨鲲甩了甩尾巴，掀起滔天巨浪，随后张开嘴吞下了那道符文。契约完成的瞬间，巨鲲的背鳍爆发出璀璨的光芒，化作一座稳定的空间岛屿。吴柳小心翼翼地爬上他的背，手掌触到冰凉的鳞片时，心跳猛地漏了一拍。那些鳞片上密密麻麻刻着与三玉同命丹相同的焚舟纹。这是他震惊地看向叶寒冰。残魂轻轻摇头，先别管这些，有了裂空鲲，我们就能深入混沌海了。巨鲲似乎听懂了对话，发出一声欢快的鸣叫，摆动鱼尾，朝着混沌海深处游去。金色雾气在他身前自动分开，仿佛在迎接一位久违的王者。混沌海深处漂浮的法则碎片如同破碎的星河，每一块都流转着令人心悸的光芒。吴柳悬浮在虚空中，掌心攥着3块不同颜色的碎片，赤色的毁灭法则，幽蓝的空间法则，还有泛着金光的生命法则。裂空鲲在下方缓缓游动，背鳍上的空间锚点发出微光，勉强维持着这片区域的稳定。小子，别冲动，同时融合3种法则，你会爆体而亡的。老袁在识海中嘶吼。吴柳咬着牙，后颈的焚舟纹突突跳动，叶寒冰的因果茧就在前面，我等不了了。他深吸一口气，强行运转玄黄本源，将碎片按在眉心，剧痛瞬间席卷全身。吴柳感觉自己像是被塞进了绞肉机，3种法则在经脉中横冲直撞，皮肤下浮现出细密的裂纹，鲜血渗出，在空中凝成悬浮的血珠。叶寒冰的残魂从补天灵中冲出，脸色骤变，快停下，可已经晚了。法则之力彻底失控，吴柳的意识被拖入一片混乱的识海，无数画面在眼前炸开。清河村被血煞教屠戮的大火，妹妹在万寿谷虚弱的眼神，还有叶寒冰在血池前消散的模样。他发出痛苦的怒吼，周身的法则之力化作风暴，开始撕裂周围的空间。吴柳，看着我！叶寒冰的残魂冲进风暴，透明的手臂穿过他的胸膛，将溃散的灵力强行聚拢。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却坚定的不容置疑。吴柳在剧痛中艰难抬头，看到他眼中倒映着自己的模样，狼狈倔强，却从未放弃。突然，叶寒冰的残魂化作流光，没入他的识海，两人的神魂在一片混沌中相拥。他感受到他记忆中清河村那场火的灼热，感受到他这些年独自背负的所有痛苦。别怕，他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指尖抚过他记忆中的废墟，我们一起烧回去。吴柳的意识猛地清醒，玄黄本源与法则之力在这一刻产生共鸣。他大喝一声，将暴走的力量全部引向丹田，3种法则碎片缓缓融合，在他体内凝成一枚流转着七彩光芒的晶体。当一切平息时，吴柳悬浮在虚空中喘息，叶寒冰的残魂重新凝聚在他身旁，眼神温柔而骄傲。我们做到了。裂空鲲撞开最后一层金色雾气时，吴柳的呼吸几乎停滞，眼前矗立着一座巨大的青铜宫殿，殿门上方的古老符文扭曲蠕动，仿佛在诉说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秘密。补天灵突然发出尖锐的嗡鸣，叶寒冰的残魂从灵中飘出，脸色惨白。这里的气息太可怕了！推开殿门的瞬间，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夹杂着令人作呕的腥甜。吴柳眯起眼睛，瞳孔猛地收缩，殿内密密麻麻排列着数不清的熔炉，每座熔炉都被锁链缠绕，里面漂浮着一个个微小的世界。有的世界燃烧着永恒的火焰，有的世界被冰雪覆盖，还有的世界漂浮着破碎的星辰。这怎么可能？老袁的声音带着哭腔，浑身颤抖。三玉只是他的试验品，我们都是炉中燃料。
吴柳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攥紧，他踉跄着走向最近的一座熔炉，看到里面挣扎的人影，那些分明是三域的修士，他们的身体被法则之力撕扯，却永远无法死去。这些熔炉在提炼什么？叶寒冰的残魂声音发颤，话音未落，宫殿深处传来低沉的笑声，地面开始剧烈震动。一个巨大的身影从阴影中走出，他身披布满符文的黑袍，面容模糊不清，周身环绕着混沌之气，每走一步，空间都随之扭曲。欢迎来到荒古天道殿，小家伙们！黑袍人的声音像是无数人同时开口，震得吴柳耳膜生疼。你们以为三域是世界的全部，不过是我用来提炼天道本源的燃料罢了。他挥了挥手，一座熔炉飞到吴柳面前，里面的修士突然发出凄厉的惨叫，身体化作光点被熔炉吸收。吴柳握紧荒神剑，手臂上的焚周纹亮起。你把叶寒冰的因果茧藏在哪？黑袍人发出一阵狂笑，笑声中充满了不屑。因果茧不过是我用来稳定熔炉的锁链，你们这群蝼蚁还妄想改变命运！叶寒冰的残魂突然冲向黑袍人，却在触及对方的瞬间被弹开，消散成点点青光。寒冰，吴柳目眦欲裂，玄黄本源与法则之力同时爆发，背后的原影与建筑虚影重叠，荒古天道殿剧烈摇晃，熔炉中的锁链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一场关乎三域生死的大战一触即发。混沌海深处，那汪泛着七彩光晕的混沌灵泉，宛如一颗跳动的心脏，每一次涟漪都能让空间泛起褶皱。吴柳将三域本源尽数融入泉中，青木本源的翠意，幽冥血泉的暗红，庚金雷池的银芒在泉水中交织，形成漩涡般的瑰丽景象。寒冰，撑住！吴柳的声音沙哑，额头青筋暴起。叶寒冰的残魂悬浮在灵泉上方，身体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凝实，但痛苦也让他的面容扭曲。补天灵悬在灵泉中央，疯狂吸收着能量，灵身裂痕中溢出的青光与混沌灵泉共鸣，整个空间都在震颤。别管我！叶寒冰艰难开口，残魂的指尖却死死抓住吴柳的衣袖。你这样会撑不住的！吴柳有碎舌尖，将心头血喷入灵泉，腥甜的味道瞬间弥漫。玄黄本源与三域之力在他体内疯狂冲撞，后背的焚周纹几乎要破皮而出。当圣体即将成型的刹那，力量突然失控，混沌灵泉掀起滔天巨浪，吴柳感觉经脉寸断，意识开始模糊。最后一刻，他看到叶寒冰惊恐的脸，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呼喊吴柳。随后黑暗彻底将他吞没。不知过了多久，吴柳的睫毛微微颤动，他勉强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是混沌海翻滚的金色雾气，还有叶寒冰苍白却完整的面容。他跪坐在烈空坤的背鳍上，将他紧紧抱在怀中，发丝垂落，轻轻扫过他的脸颊。你终于醒了！叶寒冰声音哽咽，眼泪砸在他胸口。你昏迷的3天3夜，我害怕极了。他身后补天灵悬浮在空中，裂痕竟奇迹般愈合，散发着柔和的光芒。烈空坤低沉的鸣叫一声，仿佛在诉说这3天的惊心动魄。吴柳想抬手触碰他的脸，却发现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他艰难地扯出一抹笑，看来圣体练成了。叶寒冰将头埋进他颈窝，声音闷闷的，以后别这么拼命了，我怕。混沌海的风掠过两人，带着一丝劫后余生的温柔，而远处荒古天道殿的威胁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混沌海的金色雾气突然剧烈翻涌，仿佛煮沸的熔浆。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喊杀声，数十道灵光撕破雾气，劫天蛟余孽、魔域血魔，还有灵域神秘势力，全都盯上了悬浮在虚空中的那支毛笔。笔杆缠绕着古朴的符文，笔尖滴落的墨汁竟能在虚空中勾勒出真实的山峦，那就是天道笔，传说能书写天道规则的至宝。老袁的声音里带着贪婪与恐惧。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与天道笔产生共鸣，发出清越的嗡鸣。叶寒冰站在他身侧，完整的圣体在混沌海中熠熠生辉。补天灵化作伞面撑开，流转的青光与剑气相映成辉。吴柳，小心！叶寒冰突然拽着他急退，一道血色锁链擦着鼻尖飞过。劫天蛟的残存长老狞笑现身，把命留下，笔归我。话音未落，四面八方的敌人同时发动攻击。魔域修士甩出的幽冥锁链，灵域强者祭出的九霄神雷，瞬间将两人淹没在狂暴的能量风暴中。合体！吴柳大喝一声，
玄黄本源疯狂运转。叶寒冰心领神会，补天伞光芒暴涨，与荒神剑的剑意缠绕融合，两人背后同时浮现出元影与圣女虚影，两种力量如阴阳鱼般旋转，化作一道巨大的剑气，焚舟逆仙斩。剑气撕裂混沌，所过之处空间寸寸破碎。劫天教长老的锁链轰然崩断，他惊恐地瞪大双眼，被剑气余波震得倒飞出去。其他势力的攻击也纷纷被抵消，众人望着这恐怖的威力，脸上露出惧意。天道笔在剑气中剧烈震颤，笔身的符文突然亮起，缓缓浮现出三域地图。地图上，清河村、补天阁、万寿谷等地点都闪烁着微光，仿佛在昭示着这件至宝与三域的神秘联系。叶寒冰的指尖触碰到地图的刹那，补天灵发出共鸣，而远处荒古天道殿传来愤怒的轰鸣，似乎察觉到了至宝的异动。这笔果然不简单。吴流抹去嘴角的血迹，眼神坚定，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让他落入敌人手中。他握紧剑柄，叶寒冰默契地站在他身侧。混沌海的金色雾气中，一场围绕天道笔的恶战才刚刚开始。当吴柳将天道笔尖轻轻点在三域交汇处时，整个天地仿佛都屏住了呼吸。叶寒冰握紧他的手，掌心微微冒汗，补天灵在他身后悬浮，泛着柔和的清光。远处裂空鲲发出一声悠长的鸣叫，似乎在为即将发生的巨变而震颤。开始了！老袁在识海中大喊。天道笔突然爆发出万丈光芒，笔身的三域地图化作流光，分别没入荒芜域、玄黄域和灵域。霎时间，三域天空同时裂开一道缝隙，金色的混沌之气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所到之处，大地都在发出轰鸣。荒芜域的古老图腾柱突然活了过来，上面雕刻的荒兽纹路闪烁着奇异的光芒。一位正在练兵的午休试着触碰图腾，竟从虚空中召唤出一头100丈长的混沌巨熊。巨熊仰天长啸，震得群山颤抖，午休们目瞪口呆，随后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我们能召唤混沌荒兽了！玄黄域的秘境中，原本普通的药田突然隆起，一株株泛着七彩光晕的混沌宝药破土而出，叶片上流转的符文与天道笔如出一辙。药农们围着这些宝药又哭又笑，有人摘下一片叶子放入口中，多年的暗伤竟瞬间痊愈。这是天赐的机缘。丹道宗的长老颤抖着抚摸宝药，老泪纵横。灵域的天空中，无数法宝自动悬浮。曾经普通的飞剑突然吸收混沌灵气，剑身暴长出雷霆，护山大阵的光芒变得更加璀璨，连攻击都带着一丝混沌法则。一位年轻弟子试着御使飞剑，竟发现剑中隐约出现了天道笔的虚影，威力比往日强了数倍。三域的天空中，巨大的焚舟纹虚影缓缓浮现，光芒笼罩着每一寸土地。吴柳和叶寒冰站在三域交汇处，看着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叶寒冰转头看向他，眼中满是笑意。你做到了，我们的三域终于不一样了。吴柳握紧他的手，望着天空中的焚舟纹，心中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踏实。这一切都是为了守护他们共同的家园。混沌海的金色雾气在裂空鲲的搅动下翻涌如浪。吴柳站在新落成的青铜巨殿前，掌心还残留着雕刻碑文时的余温。这座以焚舟纹为图腾的大殿，通体流转着玄黄光芒，飞檐上悬着的补天灵残片随风轻响，恍惚间竟像是三域的钟声在此处回荡。哥！清脆的呼喊穿透雾气，林雨踩着一头幼鲲疾驰而来，他的发丝被混沌灵气染成淡金，袖口绣着的焚舟纹随着动作明灭不定。妹妹扑进吴柳怀里时，他闻到她发间混着混沌海特有的腥甜与宝药清香，眼眶突然有些发烫。那个总躲在他身后的小女孩如今已能独当一面。叶寒冰手持天道笔，笔尖轻点地面，殿内的石碑顿时浮现出古朴的字迹。三域之外还有万域，焚舟之后还有星火。他转身望向吴柳，白衣在混沌风中猎猎作响。这座殿既是起点，也是火种话音未落。老袁从他肩头窜出，爪子拍着石碑大笑，以后谁再敢欺负咱们，就把这混沌海掀个底朝天。三域各宗的代表陆续到场，丹道宗的丹火真人捧着铭文叶配方，气宗长老推着载满神器的青铜车，就连曾经的死对头血煞教残部也献上了古老的血纹秘术。人群中，万寿谷谷主牵着林雨的手，郑重地将一枚兽骨令牌放在他掌心。
混沌使者，这是万寿谷的敬意。吴柳踏上高台时，卜天灵与荒神剑同时发出清鸣。他望着殿外不断聚集的修士，望着叶寒冰温柔的目光，望着妹妹骄傲的笑脸，突然觉得这些年的血与火都有了意义。从今日起，汾州殿立。他的声音混着混沌海的浪涛，传遍每一寸空间。无论前路是荒古天道的威胁，还是万域未知的挑战，我们汾州为灯，薪火永传。当第一缕混沌霞光穿透云层，汾州殿的匾额亮起刺目光芒。殿内，林雨好奇地抚摸着石碑上的文字，叶寒冰将天道笔轻轻交给吴柳，两人的指尖相触时，都感受到了彼此坚定的心跳。而在殿外，裂空鲲带着幼兽群围绕大殿游动，仿佛在守护着这个新生的传奇。混沌海深处，四团光芒如日月星辰般悬浮，那是混沌四圣的虚影，持巨斧的开天圣，身披藤蔓的造化圣，执生死簿的轮回圣，还有背负锁链的镇狱圣。他们周身缠绕的法则之力搅动着空间，连裂空鲲都下意识地降低高度，鳞片因威压泛起战栗的微光。人类修士凭什么与我等谈协议？镇狱圣的声音像铁链相撞，震得吴柳耳膜生疼。他握紧叶寒冰的手，感受到他掌心传来的温度，后背的汾州纹随之亮起。就凭三玉在混沌海中站稳了脚跟，也凭我们不想再看到小世界沦为荒古天道的熔炉。开天圣挥动巨斧，虚空被劈出一道漆黑裂缝。你们不过是侥幸存活，莫要话音未落，叶寒冰举起卜天灵，灵身浮现出三域地图，每座城池都闪耀着不屈的光芒。四圣可曾见过哪个小世界能在混沌海中孕育出混沌圣体，掌控天道笔？我们或许渺小，但绝不任人宰割。轮回圣的生死簿无风自动，书页间露出点点星光。有趣，说说你们的条件。吴柳深吸一口气，望着下方无数悬浮的小世界，有的世界燃烧着战火，有的世界生机盎然，其中某个蓝白相间的球体竟让他恍惚看见清河村的炊烟。第一，共享混沌海的资源；第二，建立万域盟约，共同抵御荒古天道；第三，他握紧叶寒冰的手，若有圣境强者肆意毁灭小世界，四圣需与我们一同出手。造化圣的藤蔓突然延伸过来，轻轻触碰吴柳的额头。你心中有苍生，也有牵挂之人。藤蔓缩回时，他掌心多了一颗泛着生机的种子。子曰：我等应下了镇狱圣冷哼一声，甩出四道锁链，没入虚空。若有人违约，便受万狱之刑。当四圣的虚影消散，吴柳和叶寒冰站在裂空鲲背上，望着混沌海中闪烁的万千世界。海风卷起叶寒冰的发丝，他倚在吴柳肩头轻声说：清河村的炊烟，我们很快就能看见了。裂空鲲长鸣一声，驮着二人掠过一个正在诞生的新世界，那里的第一缕阳光正穿透云层洒落。卜天灵在混沌海中泛起奇异的青光，与吴柳掌心的时空符产生共鸣。叶寒冰望着流转的符文，手指微微发颤，这能回到过去，可一旦触碰时间法则，我陪你。吴柳将他的手按在时空符上，玄黄本源顺着接触点蔓延，就算天塌下来，我也接着。刹那间，四周的空间扭曲成漩涡，金色的时间长河在眼前展开，河水翻涌着无数画面，有的清晰如昨日，有的模糊似幻影。老袁突然惊呼：小心，那是时间逆流！吴柳双臂环住叶寒冰，两人被卷入一道暗金色的浪涛中。当视野恢复，一座金碧辉煌的荒神殿矗立在眼前。殿内，身披白纱的圣女正与数位技师激烈争执，她额间的卜天灵宝石与叶寒冰如今的圣体产生共鸣，那圣女的面容竟与叶寒冰分毫不差。焚天炉计划必将毁灭万域。圣女握紧拳头，卜天灵发出愤怒的嗡鸣：我绝不同意用万千世界做燃料。为首的技师冷笑：你不过是荒神的棋子，乖乖交出圣女之力，还能留个全尸。话音未落，神殿突然崩塌，圣女纵身跃入时空裂缝，身影消散前，她回头望向某个方向，眼神中带着眷恋与决绝。那是我。叶寒冰声音颤抖，泪水划过脸颊。画面一转，他们看到了时世轮回。第一世，她是被他从战火中救出的书生之女；第三世，她是与他并肩对抗魔物的侠女；第七世，她是为他挡下致命一击的宫女。每一世的最后，她都会化作青光没入他怀中的铃铛。原来我们早就……吴柳喉咙发紧，握住他的手越发用力。时间长河突然剧烈震动，
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们往外推。临别前，最后一幅画面闪过，圣女站在焚天炉前，将自身神魂注入补天灵，对着虚空轻声说：若有来世，换我找到你。回到现实的瞬间，叶寒冰瘫倒在吴柳怀里，他望着补天灵，指尖抚过灵身的纹路。时世轮回，原来我一直在等你。吴柳将他紧紧搂入怀中，耳边是时间长河渐渐平息的流淌声，而他心中复仇的火焰与守护的决心烧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旺。裂空鲲载着三人降落在清河村外的山岗时，夕阳正把天边染成血红色。吴柳望着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曾经的村落如今只剩焦黑的残垣，风掠过断壁时发出呜咽，仿佛还回荡着当年的哭喊。哥，你看！林雨突然指着村口方向，几株嫩芽从瓦砾堆里钻出来，嫩绿的叶片上还挂着露水，在暮色中闪着微光。叶寒冰轻轻走过去，指尖抚过一株歪斜的土墙，冰凉的触感让他想起时世轮回里那些同样残破的战场。这里终于安静了，他声音很轻，却像是在对自己承诺。重建工作从第二天清晨开始，三玉赶来帮忙的修士挤满了村口，丹道宗的人用灵气催熟树苗，气宗弟子锻造出效率惊人的青铜农具。吴柳抡着大锤砸平碎石，汗水顺着脸颊滑落，恍惚间竟回到小时候和父亲盖房子的光景。叶寒冰站在一旁指挥，补天灵化作飞梭运送材料，铃音清脆，惊起一群山雀。林雨在院子里忙得脚不沾地，他小心翼翼地把悟道茶种子埋进土里，一边念叨：等这些茶树开花，香味能飘满整个村子。有调皮的小修士想伸手摸种子，被他举着木铲追得满街跑，笑声混着泥土的气息，让沉寂多年的村子终于有了生气。半个月后的清晨，第一座新木屋立了起来。叶寒冰站在屋檐下，看着阳光穿透窗棂洒在粗糙的木桌上，他捡起一块未烧尽的旧木板，上面还留着孩童涂鸦的痕迹。以后这里不会再有战火了。他转头看向正在和村民说话的吴柳，他后背的坟周纹在阳光下若隐若现。当晚，全村人围坐在篝火旁，林雨烤的悟道茶饼香气四溢，老人们讲着新编的英雄故事，孩子们追着萤火嬉笑。吴柳和叶寒冰并肩坐在山坡上，望着远处新修的围墙和巡逻的修士。山风送来茶树的清香，叶寒冰靠在他肩头，轻声说：这才是家该有的样子。星河在头顶流转，仿佛也在为这劫后重生的村落而驻足。汾州殿的青铜大门每天都被叩响，来自三域的修士排成长龙，有人背着行囊，有人牵着灵兽，目光中满是期待与忐忑。吴柳站在观星台上，看着山脚下涌动的人群，手中的荒神剑突然微微发烫，那是三域功法在共鸣的征兆。阁主，又有300人求见。弟子的通报声传来，叶寒冰递来一杯悟道茶，茶香混着他身上淡淡的铃兰气息。最近投奔的人越来越多，灵域的凌霄殿和魔域的劫天教都坐不住了。他话音未落，林雨风风火火的跑上来，发梢还沾着泥土。哥，新来的修士里有个怪事儿，在演武场，一位来自荒芜域的壮汉正施展灵域的九霄神雷诀，紫色电弧在他拳头上跳跃。不远处，魔域的女修指尖缠绕着青木本源凝成的藤蔓，轻轻一挥就催开满园花朵。吴柳瞳孔微缩，转头看向老袁，这不可能，三域功法向来互斥，他们怎么？老袁蹲在屋檐上，抓耳挠腮的盯着人群，怪了，按说强行修炼不同域的功法，早该爆体而亡。他突然拍着大腿跳起来，毛发根根竖起。我明白了，是焚天炉。那玩意儿虽然毁了，可他提炼三域本源时产生的混沌之力，说不定改变了修士的灵根。人群中传来惊呼，一位白发苍苍的丹道宗长老颤抖着双手，面前悬浮的丹火竟同时带着庚金的锐利和幽冥的诡谲。我炼丹60年，从未见过如此。他的声音被此起彼伏的惊叹淹没。有人试着融合2种功法，周身腾起绚丽的光芒；有人在混沌灵气中突破境界，引得天地异象。吴柳望着这混乱却充满生机的场景，后背的焚周纹隐隐发烫。叶寒冰走到他身边，补天灵与他的荒神剑共鸣，清越的声响传遍整个山谷。这或许就是劫后新生。他转头看向他，眼中闪着光。焚天炉带来灾难，却也给了三域破茧的机会。夜幕降临时，汾州殿灯火通明，
新弟子们围坐在篝火旁，分享着各自修炼的心得。吴柳站在高处，听着此起彼伏的笑声，突然觉得那些在混沌海中的厮杀，在时间长河里的挣扎，都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毁灭与新生，或许本就一线之隔。裂空鲲的尾鳍劈开浓稠如蜜的金色雾气，每一次摆动都在虚空中划出银色涟漪。吴柳扶着巨鲲背鳍的骨刺，望着四周漂浮的发光体，那些像熔炉般的巨大器物表面流转着奇异符文，有的泛着幽蓝冷光，有的喷吐着赤色火焰，仿佛沉睡的远古巨兽。这地方越来越不对劲了。老袁蹲在叶寒冰肩头，毛发因紧张炸成一团。他话音未落，混沌海突然剧烈震颤，一座刻满狰狞人面纹的青铜熔炉从雾中浮现，炉身渗出的黑色液体滴入海中，竟腐蚀出大片空洞。叶寒冰突然抓住吴柳的手腕，指尖微微发颤。等等，他的目光死死盯着远处一座悬浮的青玉熔炉，那器物表面的符文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换，那里有清河村的气息。卜天灵在他身后发出急促的嗡鸣，铃声光芒与熔炉符文产生共鸣。吴柳眯起眼睛，后背的坟周纹开始发烫。他确实闻到一丝熟悉的气息，那是混着泥土与稻香的味道，和记忆中清河村的晚风如出一辙。靠近点，他拍了拍裂空鲲的背鳍，巨鲲发出低沉的吼叫，加速冲向青玉熔炉，周围的雾气被搅成巨大的漩涡。当他们靠近时，熔炉表面的符文突然亮起刺目的白光。吴柳看见炉壁上若隐若现的画面，清河村的老槐树，自家的石磨，还有妹妹幼时玩耍的身影。这怎么可能？他的声音被熔炉发出的轰鸣淹没。叶寒冰伸出手想要触碰炉壁，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发丝凌乱的散落在苍白的脸颊旁。小心，这玩意儿不对劲。老袁话音未落，青玉熔炉突然裂开缝隙，无数黑色锁链从中窜出，缠住裂空鲲的鳍。巨鲲痛苦的翻滚，掀起的气浪将三人掀飞。吴柳在空中握紧荒神剑，剑身与熔炉符文共鸣出金色剑芒。不管你藏着什么秘密，今天都得给我吐出来。混沌海深处，一场与未知的对峙才刚刚拉开序幕。青玉熔炉的锁链将裂空鲲缠得动弹不得，混沌海的金色雾气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吴柳挥剑斩断几根锁链，却见更多锁链如毒蛇般涌来。叶寒冰撑起卜天灵的护盾，转头看向缩在他肩头发抖的老袁，你好像知道些什么。老袁的爪子死死揪住叶寒冰的衣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挣扎。他突然发出一声悲凄的长啸，周身散发出淡淡的金光，身形开始变化，毛发褪去，佝偻的脊背挺直，化作一位白发苍苍、身披祭袍的老者。当年我是荒神殿的大祭师。老者声音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回忆深处挖出来的。焚天炉计划曝光后，荒神要抹杀所有反对者，我拼尽全力将你们的神魂投入轮回，自己则耗尽修为，化为残魂，守护着荒神残片。吴柳的剑差点脱手，脑海中闪过时间长河里看到的画面，圣女被追杀，祭师在神殿废墟中燃烧自己的神魂。所以这些年，他的声音发颤，你一直在暗中帮我们。老者苦笑一声，抬手想要触碰吴柳的脸，却在触及他皮肤前化作一缕微光。我看着你在清河村长大，看着你一步步变强。他的目光转向叶寒冰，眼中满是愧疚，对不起，让你们经历了十世轮回的苦。叶寒冰的眼眶泛红，卜天灵的光芒变得柔和，您不必道歉，若不是您。他的话被青玉熔炉的剧烈震动打断。老者突然化作一道流光，没入五柳石海，小心，这熔炉里藏着能吞噬神魂的怪物。话音刚落，熔炉轰然炸裂，一只布满触须的漆黑巨眼从中探出，死死盯着三人。而五柳心中对真相的追寻才刚刚开始。混沌海的金色雾气突然变得浓稠如墨，裂空鲲不安地摆动尾鳍，鳞片摩擦发出刺耳的声响。五柳握紧荒神剑，剑身上的符文不受控制的亮起，他感觉丹田处的三玉本源剧烈震颤，仿佛在畏惧着什么，有东西来了。叶寒冰的声音带着颤抖，卜天灵悬浮在他头顶，青光在黑雾中显得格外微弱。轰鸣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比雷声更沉闷，比战鼓更震撼。五柳抬头，瞳孔猛地收缩，一座遮天蔽日的巨物从雾中浮现。那是一座刻满古朴纹路的熔炉，
炉身流转的光芒将整片混沌海染成暗红。熔炉上，焚舟二字如同活物般扭动，每一笔画都渗出带着寒意的黑雾。这威压比焚天炉还要恐怖。老袁在识海中惊呼，声音里充满恐惧。吴柳感觉呼吸都变得困难，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他的喉咙。裂空鲲发出悲鸣，竟缓缓下沉，不敢直视那座巨物。叶寒冰突然抓住吴柳的手，他的掌心冰凉，却传递着坚定的力量。你看炉身的纹路和焚舟殿的图腾。他的话没说完，熔炉突然喷出一道漆黑的光柱，所过之处，空间寸寸破碎。吴柳拉着他急速后退，后背的焚舟纹疯狂闪烁，与熔炉上的文字产生诡异共鸣。看来我们的路还没走完。吴柳握紧叶寒冰的手，转头望向他，眼中倒映着熔炉的红光。他深吸一口气，运转玄黄本源，荒神剑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不管这万域熔炉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既然走到了这里，就没有回头的道理。叶寒冰轻笑一声，补天灵化作光盾挡在身前，十世轮回都熬过来了，还怕他不成？他的笑容驱散了几分威压带来的恐惧。裂空鲲似乎被两人的气势感染，重新昂首，发出一声震天的长鸣。而那座万域熔炉在黑雾中缓缓转动，像是在等待着他们的挑战。混沌海的金色雾气翻涌，万域熔炉散发的威压让周围的空间都在颤抖。吴柳和叶寒冰严阵以待，手中的荒神剑和补天灵光芒闪烁。就在这时，原本躲在他们身后的林雨身体突然一震，双眼闪过奇异的光芒，周身散发出柔和的光晕。妹妹，你怎么了？吴柳焦急地喊道，想要冲过去，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拦住。林雨缓缓抬起头，眼神中透着从未有过的沉稳与坚定。他的发丝无风自动，身上的衣物也开始闪烁着神秘的符文光芒。这是叶寒冰惊讶地捂住嘴，如心之灵。没想到他竟然在这种时候觉醒了。林雨轻轻迈出一步，周围的混沌兽们像是感受到了什么，纷纷停止了躁动。一只巨大的混沌鹰从雾气中飞来，落在他的肩头，亲昵地蹭着他的脸颊。裂空鲲也缓缓游了过来，巨大的头颅低垂，眼中满是温顺，似乎在向他臣服。林雨抚摸着混沌鹰的羽毛，笑着对吴柳说，哥，现在换我保护你们了。他的声音清脆，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吴柳看着眼前的妹妹，眼眶不禁有些湿润。曾经那个在他身后躲躲藏藏，需要他保护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成长为拥有强大力量的存在。好，哥相信你。吴柳的声音有些哽咽。老袁从吴柳的识海中探出半个身子，惊讶地张大嘴巴，这丫头真是让人刮目相看。林雨转头看向万域熔炉，眼神中没有丝毫畏惧。他轻轻一挥手，那些原本躁动不安的混沌兽们纷纷排列整齐，发出低沉的吼声，仿佛在等待他的命令。我们一起去揭开这熔炉的秘密。林雨说着，迈出坚定的步伐，朝着万域熔炉走去。吴柳和叶寒冰对视一眼，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心中充满了骄傲与期待。万域熔炉的威压如潮水般涌来，吴柳盘坐在裂空鲲背鳍上，眉头紧锁，他的手心分别悬浮着3团火焰，赤色的赤明焰噼啪作响，灼烧着周围的空气。幽蓝的焚尸夜焰静静燃烧，带着摄人心魄的寒意。金色的混沌焰光芒内敛，却让空间都泛起涟漪。叶寒冰和林雨站在一旁，紧张地注视着他。这3种火焰分别对应3域最强之力。老袁在识海中喃喃自语，可强行融合，无异于在体内引爆3颗炸弹。吴柳深吸一口气，运转玄黄本源，将3团火焰缓缓引入丹田。刹那间，剧痛席卷全身，他感觉经脉像是被千万根钢针同时穿刺，眼前一片血红。吴柳、叶寒冰伸手想要触碰他，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只见吴柳周身的皮肤开始泛红，赤明焰顺着血脉游走，将他的身体淬炼得如同琉璃般通透。紧接着，焚尸夜焰侵入识海，记忆中的痛苦画面不断闪现，他却咬着牙，强行凝聚神魂。最后，混沌焰包裹住元神，金色光芒中，他仿佛看到了万域的起源与终结。成了。吴柳突然睁眼，眼中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他的周身同时浮现出3个巨大的法相。荒芜域的巨猿挥舞着燃烧的战斧，玄黄域的老者手持刻满符文的青铜鼎，灵域的仙女拨动着流光溢彩的琴弦。3种力量相互交融，
在他身后凝成巨大的焚舟虚影，所过之处，空间都被点燃。这就是焚舟诀。林宇瞪大眼睛，怀中的混沌兽都发出敬畏的低鸣。吴柳站起身，随手挥出一道剑气，剑气所到之处，3种火焰交织，竟在虚空中开辟出一条燃烧着的通道。叶寒冰望着他周身流转的光芒，眼中满是欣喜与骄傲。3域功法从未有人能如此融合，你做到了。吴柳握紧拳头，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嘴角扬起自信的笑容。赤明焰淬体，焚事业焰炼魂，混沌焰炼神，万域熔炉，这次该换我们主动出击了。随着他的话音落下，焚舟虚影发出震天的轰鸣，仿佛在回应主人的决心。混沌海的金色雾气都被这股力量搅动得翻涌不息。焚舟殿的青铜大钟突然发出刺耳的嗡鸣，叶寒冰手中的补天铃剧烈震颤，铃声的青光与远处天际的紫光犹相呼应。吴柳站在观星台上，望着破空而来的9亮玉辇，辇上绣着的天道2字在混沌海中泛着冷冽的光芒。来者不善。老袁蹲在他肩头，毛发炸成一团，玉辇落地时带起的气浪掀翻了殿前的悟道茶树。一位身披流云道袍的老者缓步走出，手中玉牌刻着扭曲的天道符文，每走一步，地面就泛起蛛网般的裂痕。五阁主果然名不虚传，老者的声音像是从冰块里凿出来的，眼神却在扫过吴柳身后的焚舟虚影时微微收缩。我奉天道公主之命，邀阁下共掌混沌海。若应允，3域可永享太平。他袖中划出一卷泛着金光的契约，上面密密麻麻写满承诺。林雨气的跺脚，怀中的混沌兽发出不满的低吼，说得好听，分明是想让我哥当傀儡。叶寒冰不动声色地将补天铃握在掌心，铃音与荒神剑共鸣，在空气中织成无形的屏障。吴柳盯着老者眼底那抹算计，突然笑出声，我只要3域安宁，其余的你们自己争。老者脸上的假笑瞬间凝固，玉牌符文亮起警告的红光。他猛地收回契约，衣袍鼓荡起腥风。五阁主可想好了？混沌海暗流涌动，单凭一个焚舟殿，够了。吴柳抬手打断，身后焚舟虚影挥出一道剑气，将玉辇劈成2半。送客。当最后一片玉辇碎片坠入混沌海，老者转身时，吴柳分明看见他眼中闪过阴鸷的寒光，9道紫光划破天际，却在离开焚舟殿百里后突然转向那里。数十艘刻满天道符文的战船正蛰伏在金色雾气中。老袁倒吸一口凉气，这是要动真格了。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的温度烫得惊人，想打那就奉陪到底。混沌海的金色雾气突然变得猩红如血，远处传来的嘶吼声震得焚舟殿的青铜匾额嗡嗡作响。吴柳握着荒神剑的手青筋暴起，望着天边密密麻麻的黑影，那是遮天蔽日的混沌兽群。巨鲲张开的血盆大口，魔狼身上燃烧的幽蓝火焰，还有一龙挥动翅膀掀起的黑色风暴，全体备战。吴柳的怒吼响彻整个大殿，弟子们纷纷祭出法宝，3域功法的光芒在殿前列成防线。林宇站在城头，怀中的混沌兽躁动不安，他一扬手，数十头幼鲲腾空而起，发出尖锐的鸣叫回应兽潮。叶寒冰站在观星台上，补天铃化作伞面撑开，流转的青光与下方的防御阵共鸣。他低头看着自己凝实的双手，指尖轻轻划过掌心，时世轮回的虚影，混沌海的淬炼，如今终于能真切触碰这世界。小心！他突然朝吴柳大喊，一头100丈长的古龙冲破防线，利爪直取他面门。荒神剑爆发出刺目金光，吴柳纵身跃起，焚舟诀运转到极致，赤明焰、焚事业焰、混沌焰交织成剑网，将古龙的利爪生生斩断。断口处涌出的黑色血液落在地上，瞬间腐蚀出深坑。他落地时，叶寒冰已闪到他身边，补天伞的光芒为他挡住背后偷袭的魔狼群。这次换我护你。叶寒冰的声音带着笑意，真实的体温透过相触的肩膀传来。吴柳转头看他，圣体在战斗的火光中熠熠生辉，发丝被气浪扬起，眼中却是一如既往的坚定。他反手握住他的手，粗糙的掌心贴着他细腻的皮肤，这一刻，所有的疲惫与恐惧都化作了力量。杀！随着吴柳的呐喊，焚舟殿弟子发起反攻，3域功法融合的光芒照亮混沌海。林宇指挥着混沌兽群从侧翼包抄，老袁则在识海中不断提醒敌人弱点。叶寒冰的补天伞撑起巨大的光盾，青光所到之处，兽潮的攻势被生生遏制。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血色雾气时，海面上漂浮着无数荒兽残骸，而汾州殿的旗帜依然在硝烟中猎猎飘扬。混沌海中心悬浮的巨岛被9根刻满汾州纹的青铜柱环绕，海风裹挟着硝烟与灵药的气息。吴柳站在盟会高台，望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身影，混沌四圣的虚影高悬天际。3域各宗宗主身着华服，就连曾经的死对头劫天教残部也低头立在角落。诸位，吴柳的声音混着裂空坤的长鸣，震得脚下的大地微微颤动。焚天炉的惨剧还历历在目，难道还要让万域继续沦为他人的试验场？他抬手照出天道笔，笔尖在空中勾勒出汾州公约的条文，金色符文如火焰般跳动。开天圣挥动巨斧，劈开翻滚的雾气，凭什么由你定规矩？话音未落，叶寒冰踏出一步，卜天灵化作光盾将众人笼罩。他指尖划过光盾，浮现出清河村废墟的画面，又闪过混沌兽巢中弟子浴血奋战的场景。就凭这些牺牲，若今日不立规矩，明日的战火就会烧到在座每个人的家园。林雨突然跃上高台，怀中的混沌兽们齐刷刷发出低吼。他展开一卷泛着灵光的契约，我以炉心之灵起誓，公约若成，混沌兽群愿为盟会先锋。3域大派宗主对视一眼，丹道宗真人率先点头，丹道宗附议，炼制禁丹者当受汾州纹制裁。轮回圣的生死簿无风自动，书页间露出点点星光。好，若有人敢随意炼化小世界，我便将其神魂投入无间轮回。镇狱圣甩出锁链，在空中交织成牢笼虚影，奴役低阶修士者万域之行伺候。当混沌四圣的虚影同时按在公约上，整座岛屿剧烈震颤。吴柳的汾州纹与众人共鸣，在虚空中凝成巨大的契约之印。最后一笔落下时，他望着台下紧握拳头的叶寒冰，望着欢呼的林雨，望着混沌海尽头升起的朝阳，突然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有了答案。万域蒙历，从今往后，我们守望相助。他的声音未落，全场爆发出震天的欢呼。惊起的飞鸟遮蔽了半边天空，也为混沌海翻开了新的篇章。深秋的山风卷着枯叶掠过清河村，铁柱哈着白气往山神庙跑，他怀里揣着刚掰的玉米，打算供奉给庙里的老石像。那是村里孩子的秘密据点，石像背后的破洞能藏最宝贝的玩意儿。哐当，他踢到块硬物，月光下，半块巴掌大的黑色残片躺在青苔里，残片边缘锋利如刀，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纹路，像火焰又像小船。铁柱蹲下身，指尖刚触到残片，上面的纹路突然亮起猩红光芒，烫得他差点松手。小子眼力不错，沙哑的声音在耳边炸开。铁柱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四下张望却不见人影，怀里的玉米滚到残片旁，被红光染成血色。别找了，我在你脑子里。声音带着笑意，看见这汾州纹没？想不想知道它能让你去混沌海当最厉害的修士？铁柱攥紧残片，掌心被划破也不觉得疼。山神庙的老石像突然渗出黑雾，凝成一只浑身金毛的老猿虚影。老猿挠着耳朵，尾巴卷走他手里的玉米啃了起来。先别急着答应，想进汾州殿，得先学会刻第一刀，用这残片在石像背上刻出完整的汾州纹，刻不出来就当我们没见过。残片在月光下越来越烫，铁柱盯着石像斑驳的后背，心跳快得像擂鼓。他想起村里老人讲的故事，说汾州殿的修士能劈开混沌，守护万域。握着残片的手慢慢抬起，锋利的边缘贴上石像，冷风卷着他的声音，飘向远处灯火通明的村落。说话算数，等我刻出来，你可不许反悔。老袁打了个饱嗝，虚影消散前，丢给他一颗泛着金光的种子，省着点用，这是混沌灵芝，能让你多试几次。汾州殿的夜静密得反常，只有悟道茶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吴柳盘坐在观星台上修炼，突然心口一阵刺痛，丹田内的3域本源剧烈翻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他猛地睁眼，远处混沌海深处，万域熔炉的方向正透出诡异的血色光芒。怎么了？叶寒冰察觉到异动，卜天灵悬浮在他身后，发出嗡鸣。吴柳死死盯着那道光芒，喉咙发紧，声音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我好像听到了娘的声音，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儿时母亲温柔的抚摸，战火中最后一次回头的眼神，
此刻都与熔炉的光芒重叠。老袁从他识海中窜出，毛发炸起，不可能！当年清河村，我不会听错。吴柳打断他，掌心的荒神剑不受控制的震颤，剑身映出熔炉的红光。他转头看向叶寒冰，眼中满是挣扎与决绝，就算只有1/1000的可能。叶寒冰没有犹豫，伸手握住他冰凉的手，补天灵的清光顺着相触的指尖蔓延。我们一起去，他的声音坚定，仿佛时世轮回的默契都凝聚在这一刻。林雨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怀里抱着混沌兽，眼中闪烁着担忧与支持。哥，小心点！裂空坤的长鸣划破夜空，巨影载着两人冲向混沌深处。吴柳回望渐渐缩小的清河村，万家灯火在金色雾气中若隐若现，像极了记忆中母亲窗前那盏温暖的油灯。熔炉的呼唤越来越清晰，带着某种熟悉的气息，既亲切又危险。他握紧叶寒冰的手，玄黄本源在经脉中奔涌，不管前方是什么，这次我一定要把真相挖出来。裂空坤在混沌海的暗流中颠簸，吴柳刚扶住摇晃的叶寒冰，就见他颈侧浮现出蛛网状的细纹，那些纹路泛着诡异的灰气，所过之处，原本凝实的肌肤变得透明如琉璃，隐隐透出下方流转的神魂光芒。寒冰，吴柳的声音都变了调，慌忙将玄黄本源注入他体内，可那些灰纹像是活物，瞬间吞噬了灵力，还顺着他的指尖反噬过来。叶寒冰强撑着露出笑容，苍白的嘴唇动了动，别担心。可能是话未说完，一口鲜血喷在补天灵上，灵身的清光骤然暗淡。老袁从识海中窜出，金色毛发根根倒数，不好！混沌圣体在崩解。他挥着爪子扒开叶寒冰的袖口，手臂上蔓延的灰纹看得人头皮发麻。这圣体本就是强行凝聚的，需要不断吞噬混沌本源维持，否则老袁声音发颤，否则他的神魂会像碎镜子一样彻底消散。吴柳感觉心脏被冰锥狠狠扎了一下，他想起时间长河里看到的时世轮回，想起叶寒冰每次消散时化作的清光，指甲几乎掐进掌心，还有多少时间？老袁叹了口气，尾巴无力的垂下，最多3日，除非找到完整的混沌火种。我去！吴柳猛地站起身，荒神剑嗡嗡作响，他望向远处漂浮的熔炉群，那些刻满符文的庞然大物此刻都成了猎物。叶寒冰虚弱的拽住他的衣角，太危险，比失去你更危险。吴柳蹲下身，捧起他的脸，指腹擦去他嘴角的血迹。当年你为我坠入轮回10次，这次就算踏碎所有熔炉，挖穿混沌海的每一寸，我也要给你找全材料。他的誓言混着混沌海的浪涛，惊得裂空坤发出长啸。叶寒冰望着他通红的眼眶，突然笑了，哪怕裂痕已经爬上脸颊，笑容依然温柔的能融化坚冰。好，我等你。而在他们身后，万域熔炉的红光愈发浓烈，仿佛在嘲笑着渺小却坚定的誓言。汾州殿的演武场被朝阳染成金色，300名新弟子排成整齐的方阵，目光紧紧盯着高台上的吴柳。他手中握着荒神剑，剑尖挑着一株混沌灵草，另一只手则托着刻满符文的青铜鼎，额头上还贴着张闪烁着灵光的符纸。看好了！吴柳突然大喝一声，剑刃划过灵草，赤色药汁飞溅进鼎中。与此同时，符纸化作流光没入鼎内，鼎身的符文瞬间亮起。眨眼间，一缕金色药香飘散开来，原本普通的青铜鼎竟漂浮而起，在空中勾勒出汾州纹的虚影。台下的弟子们发出阵阵惊呼，角落里，清河村来的少年铁柱激动地抓住同伴的胳膊，这是把刻纹、炼药和剑诀全揉一块了。叶寒冰站在观星台上，补天灵轻轻摇晃，看着吴柳额角的汗水，嘴角不禁上扬。那个曾经在清河村为生计奔波的少年，如今真的创出了前所未有的修行体系。3域功法看似不同，实则同源。吴柳抹去汗水，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的面孔。荒五域的刻纹能稳固根基，灵域的炼药可滋养神魂，玄黄域的剑诀则锤炼剑意。若能将3者融会贯通，他话音未落，老袁突然从他肩头窜出，抓耳挠腮道，就能摸到汾州境的门槛。演武场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讨论。一位魔域来的女修举起手，阁主，汾州境究竟是什么境界？吴柳望向远处的混沌海，那里漂浮着的万域熔炉若隐若现，眼神变得深邃。汾州境是超脱，也是守护。
当你们把三欲功法修炼到极致，就会发现，所有的路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终点。夜幕降临时，演武场依然灯火通明。弟子们三五成群的尝试，三欲同修，有人用刻纹在地上画出剑阵，有人炼出的丹药竟能自行悬浮。吴柳和叶寒冰并肩走在回房的路上，听着此起彼伏的惊叹声，他轻轻靠在他肩头，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传承。吴柳握紧他的手，望着满天繁星，心中涌起无限希望。或许有一天，这些年轻的弟子能带着汾州殿的意志，在混沌海中开辟出更广阔的天地。卜天灵在混沌海中泛起诡异的幽光，将吴柳与叶寒冰卷入时间长河的漩涡。金色的河水翻涌着，突然裂开一道漆黑的缝隙，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老袁在石海中发出惊恐的尖叫，不对劲，这不是我们看过的过去。画面中，荒芜的大地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焚天炉，暗红的火焰舔舐着天空。一个熟悉的身影被锁链缠绕在炉壁上，那是五柳，可他的眼神空洞，身上散发着冰冷的机械气息，赫然成了焚天炉的器灵。不，叶寒冰的声音颤抖，指尖指向画面的另一端，那里一具苍白的躯体静静躺在灰烬中，正是没能复活的他。卜天灵碎成无数残片，散落在身旁。时间长河翻涌的水波中，还能看到清河村被烧成废墟，林雨倒在血泊里的惨状。吴柳感觉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喉咙发紧，冷汗浸透了后背。他看到另一个自己麻木地执行着焚天炉的指令，将无辜的修士投入熔炉。那些绝望的哭喊像尖刺般扎进他的耳膜，原来在另一条世界线。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说不出话。叶寒冰突然抓住他的手，冰凉的触感让吴柳清醒过来。他的眼神坚定，带着时世轮回的勇气。但现在我就在你身边。卜天灵的光芒驱散了部分黑暗，可时间长河中那恐怖的画面依然挥之不去。老袁的声音也带着哽咽，幸好我们改变了结局。吴柳深吸一口气，握紧叶寒冰的手，玄黄本源在经脉中奔涌，后背的汾州纹亮得刺眼。不管有多少条世界线，他咬着牙，眼中燃起决然的火焰，我都要守住现在，守住你们。时间长河在他的怒吼中剧烈震颤，分叉出的黑暗之流渐渐被金色光芒吞噬，而那份守护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滚烫。混沌海的金色雾气突然凝固，化作实质般的锁链缠绕在裂空鲲身上。吴柳只觉呼吸一滞，仿佛有千万座大山压在肩头。抬头望去，天穹裂开一道缝隙，漆黑的雾气中浮现出一只布满纹路的巨手，每根手指都缠绕着混沌法则的光芒。蝼蚁止步低沉的声音像是从世界尽头传来，震得吴柳耳膜生疼。叶寒冰撑起卜天灵，青光与那股威压相撞，溅起刺目的火花。老袁在石海中瑟瑟发抖，这是混沌海天道。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上的汾州纹与天道的威压激烈对抗，虎口被震得渗出鲜血。有些真相凡人不该知道。天道的声音再次响起，巨手朝万玉熔炉的方向指去，若再靠近，灰飞烟灭，灰飞烟灭。吴柳突然笑出声，笑声中带着时世轮回的沧桑与三玉淬炼的锋芒。他抹掉嘴角的血迹，眼神如刀般直视天道虚影。我连焚天炉都炸过，还怕你这点威压？话音未落，焚州诀运转到极致，赤明焰、焚世爷焰、混沌焰在周身燃烧，将天道的威压撕开一道口子。叶寒冰的卜天灵发出清越的长鸣，与荒神剑共鸣。他挡在吴柳身前，圣体光芒大盛，想要动他，先过我这关。混沌海天道的巨手微微一顿，似乎对这渺小却倔强的反抗感到意外，告诉所有妄图遮掩真相的存在。吴柳推开叶寒冰，背后的汾州虚影暴涨10倍，就算前方是深渊，是天道的怒火，我也要把万玉熔炉的秘密挖出来。他的怒吼混着裂空鲲的咆哮，震得混沌海掀起滔天巨浪，而天道的虚影在光芒中渐渐引入黑暗。混沌海在万玉熔炉前沸腾，金色浪涛拍打着裂空鲲的巨身。吴柳的手掌按在熔炉滚烫的外壁上，玄黄本源顺着汾州纹疯狂注入，每一道纹路都像活过来的火焰，给我开！他青筋暴起，牙齿咬得咯咯作响，荒神剑与卜天灵同时刺入熔炉缝隙，迸发出刺目火花。叶寒冰的圣体亮起青光，卜天灵化作锁链缠住熔炉边缘。
林雨指挥着混沌兽群发出怒吼，力量顺着他的掌心汇入熔炉。老袁在识海中嘶喊，这玩意儿在吸收我们的灵力，再这样下去，话没说完，熔炉表面突然裂开蛛网般的纹路，轰！熔炉顶盖冲天而起，内部涌出的光芒几乎要将混沌海点燃。五柳瞳孔骤缩，熔炉内悬浮着密密麻麻的光茧，每个光茧里都封存着不同的画面。有的光茧中，他和叶寒冰白发苍苍并肩看夕阳；有的光茧里，两人正被焚天炉的火焰吞噬。而更多的光茧中，是无数个平行世界的自己，在重复着不同的命运。这是多元宇宙。叶寒冰捂住嘴，声音发颤。他的目光突然锁定在一个暗红色光茧上，那里蜷缩着的少女面容与他一模一样，却穿着残破的圣女白纱，眼神空洞无神。而吴柳的视线死死定住角落一个正在龟裂的光茧，随着咔嚓一声脆响，光茧破碎，茧内蜷缩的少年缓缓抬头，那双眼睛里倒映着清河村冲天的火光，脸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痕。吴柳感觉心脏被狠狠攥住，那少年分明是12岁的自己，胸口插着半截染血的剑，而身旁躺着的是没来得及长大就香消玉殒的叶寒冰。原来在另一个世界，吴柳的声音被熔炉的轰鸣淹没，他踉跄着向前，却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老袁突然惊呼，不好，这些光茧在互相吞噬，再不想办法，所有平行世界都会。话音未落，熔炉内的光茧开始疯狂闪烁，一场跨越时空的危机正朝着混沌海席卷而来。万域熔炉内破碎的光茧碎片漂浮在空中，像极了星河中陨落的星辰。吴柳盯着那些光茧里无数个自己，双腿发软，险些站立不稳。叶寒冰伸手扶住他，指尖触到的后背一片冰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雨抱着混沌兽，声音带着哭腔。老袁蹲在叶寒冰肩头，金色毛发暗淡无光，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焚天炉、万域熔炉，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毁灭的凶器，他们是混沌海的世界孵化器。他挥了挥爪子，指向光茧，每一个光茧都是一个平行世界，而我们不过是无数个实验品中的一个。吴柳感觉脑袋嗡的一声，过往的战斗、牺牲、希望，仿佛都成了虚幻的泡影。他想起时间长河里看到的另一条世界线，想起清河村被焚毁的惨状，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老袁摇摇头，眼中满是悲凉。混沌海每隔纪元就会重启，用熔炉孵化新的世界，成功的世界存活，失败的就会被销毁。他望向远处一个正在崩塌的光茧，里面的吴柳和叶寒冰化作光点消散，就像那样。叶寒冰握紧吴柳的手，卜天灵发出清越的冥想，所以天道才警告我们，不想让真相暴露。他的声音坚定，但我们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吴柳低头看着两人交握的手，想起时世轮回里的点点滴滴，想起清河村的炊烟和汾州店的灯火，他的眼神逐渐变得锐利，反手将叶寒冰护在身后，荒神剑迸发出万丈光芒。老袁，你说我们是实验品？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我就做第一个跳出孵化器的人，就算要与整个混沌海为敌，我也要改写命运。混沌海在他的怒吼中掀起巨浪，万域熔炉剧烈震颤，仿佛也在畏惧这份打破宿命的决心。而吴柳的目光死死盯着熔炉核心处闪烁的神秘光芒，那里或许藏着脱离孵化器的关键。裂空鲲缓缓降落在清河村外的山坡，吴柳望着眼前熟悉的景象，眼眶不禁发热。村口的老槐树又粗了一圈，新盖的木屋错落有致，屋顶飘着袅袅炊烟，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随风传来，和记忆里一模一样。快看，是五阁主！不知谁喊了一声，正在打水的村民们纷纷围了过来。人群中，一个身形挺拔的青年分开众人走了出来，正是当年在山神庙捡到残片的铁柱。他的眉眼间褪去了稚气，腰间别着刻满汾州纹的青铜刀，身后还跟着几个背着刻纹工具的孩子。铁柱，吴柳的声音有些哽咽。铁柱红着眼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阁主，您可算回来了。这些年我一直按照您留下的功法教孩子们修炼。说着，他朝身后一招手，孩子们立刻整齐地站成一排，手中的刻刀同时划出漂亮的汾州纹。叶寒冰靠在吴柳肩头，卜天灵轻轻摇晃，发出悦耳的
声响他望着那些认真练习课文的孩子，嘴角扬起温柔的笑容。你看，新的火种已经种下了。吴柳笑着摇头，伸手揉了揉最近的一个孩子的脑袋，掌心传来的温度真实而温暖。是啊，清河村的传承不会断了。老袁从吴柳的识海中探出头，抓耳挠腮的感慨，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那个毛头小子，现在都能独当一面了。林雨不知何时也跑了过来，怀里抱着一只刚出生的混沌兽幼崽，眼睛亮晶晶的。哥，叶姐姐，你们这次回来不走了吧？吴柳和叶寒冰对视一眼，眼中满是默契。他揽住叶寒冰的肩膀，感受着他真实的体温，心中一片安宁。我们的故事该告一段落了。夕阳的余晖洒在清河村，将众人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远处的悟道茶树随风摇曳，仿佛在诉说着新的开始。时间长河的边缘泛着琥珀色的光晕，河水流动时发出细碎的嗡鸣，像是千万个世界在低语。吴柳握着荒神剑，剑尖挑起一缕闪烁着星光的河水，冰凉的触感顺着剑身传遍全身。叶寒冰站在他身旁，卜天灵悬浮在两人头顶，青光与长河的金光交织，在地面投下摇曳的影子。准备好了吗？吴柳转头看向他，目光扫过他圣体上若隐若现的纹路，那是混沌圣体留下的痕迹，也是时世轮回的见证。叶寒冰轻笑一声，伸手附上他握剑的手，指尖的温度透过剑柄传来。从第一次在时间长河里相遇，我就准备好了。老袁蹲在岸边的礁石上，尾巴不安地甩动。这誓言一旦刻下，就会成为天道法则的一部分。他的话被叶寒冰的眼神打断，那目光中燃烧着比混沌焰更炽热的光芒。吴柳深吸一口气，运转焚舟诀，三色火焰顺着剑身流淌，在河水中划出一道炽热的沟壑。生生世世吴柳的声音混着长河的涛声，剑刃在水面刻下第一笔。叶寒冰的补天灵化作流光没入水中，灵音与剑啸共鸣，不做熔炉中的燃料。两人的声音重叠，金色符文从刻痕中迸发，照亮了整片河面。当只做劈开混沌的剑几个字落下时，时间长河突然剧烈震颤，无数平行世界的虚影在河水中浮现，有的破碎，有的新生，而吴柳与叶寒冰的身影却愈发清晰。荒神剑与补天灵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在空中凝成巨大的焚舟纹，这印记缓缓沉入河底，化作永恒的法则烙印，成了老袁的声音带着惊叹。叶寒冰靠在吴柳肩头，望着渐渐平息的长河，轻声说，以后不管是哪个世界，哪个轮回，我们都不会再被命运左右。吴柳揽住他的腰，感受着他真实的心跳，嘴角扬起笑容，对，永远都不会。时间长河在他们脚下静静流淌，而那份誓言如同不灭的星辰，永远闪耀在混沌的深处。裂空坤的鳞片在剧烈震颤，金色的雾气不知何时变得稀薄如沙。吴柳扶着巨鲲的骨刺，看着前方越来越亮的白光，喉咙发紧，那光芒不像太阳，倒像是混沌初开时的纯粹。到头了。老袁的声音在石海中发颤，这只活了无数岁月的老猴子，此刻竟像个孩子般紧张。白光吞没视线的刹那，吴柳下意识闭上眼，在睁眼时，四周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纯白虚无，空气里浮动着细碎的光点，像被揉碎的星辰。裂空鲲缓缓下沉，巨大的尾鳍搅动出涟漪，那些光点便顺着波纹汇聚，凝成一颗颗悬浮的发光球体。这是叶寒冰的声音，带着惊叹。他伸出手，补天灵自动飞起，在他指尖流转出温柔的星光。最近的一颗球体突然颤动，表面裂开蛛网状的纹路，清河村的轮廓竟在其中缓缓浮现。老槐树的枝桠，石磨旁晾晒的草药，甚至还有孩子们追逐时扬起的尘土。这是世界种子。老袁突然尖叫，从五柳石海窜出来，毛发被静电炸成一团，混沌海的终极秘密。每颗种子都能孕育出新的世界。吴柳的心跳几乎要冲破胸腔，他想起万玉熔炉里的光茧，想起天道拼命遮掩的真相，握紧荒神剑的手微微发抖。林雨从裂空鲲背上爬过来，怀中的混沌兽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哥，你看，他指着另一颗种子，里面翻涌的雾气竟化作焚舟殿的模样。吴柳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玄黄本源顺着指尖注入种子。刹那间，种子爆发出璀璨的光芒，一个微型的世界在虚空中旋转，而清河村正稳稳地坐落在世界中央。原来我们的世界不过是混沌海中的一颗种子，他喃喃道，
转头看向叶寒冰，但这次我们能决定种子的生长方向。混沌海尽头的纯白虚无中，那颗映出清河村轮廓的世界种子正轻轻颤动，表面流转的光芒如同液态银河。吴柳握着天道笔的手微微出汗，这只曾经被天道宗用来掌控规则的至宝，此刻在他掌心泛着温润的金光。寒冰，准备好了吗？他转头看向身旁的叶寒冰，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激动。叶寒冰的圣体泛起柔和的青光，补天绫悬浮在他头顶，与天道笔遥遥呼应。时世轮回都走过来了，还怕这个？他笑着伸手将掌心贴上种子表面。林雨抱着混沌兽躲在裂空鲲身后，老袁则紧张地抓着吴柳的衣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失败，没有失败的选项。吴柳深吸一口气，运转焚舟诀，赤明焰、焚事业焰、混沌焰在笔端汇聚，化作一道金色符文刻在种子上。叶寒冰同时注入三玉本源，补天绫的青光与火焰交织，种子突然剧烈震动，表面裂开细密的纹路，成了。随着吴柳的怒吼，种子轰然炸开，耀眼的光芒中，一个崭新的小世界缓缓成型。陆地从虚无中浮现，清河村的建筑、焚舟殿的轮廓依次显现，澄澈的天空中漂浮着云朵，而在苍穹之上，巨大的焚舟纹与补天绫虚影缓缓旋转，仿佛在守护这个新生的世界。这就是我们创造的世界。吴柳望着脚下生机盎然的土地，眼眶发热。叶寒冰轻轻靠在他肩头，指尖拂过还带着温热的空气。这里没有焚天炉，没有天道的压迫，每个人都能自由生长。远处刚诞生的生灵发出好奇的啼鸣，混沌兽们也纷纷围拢过来，用鼻子清嗅这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老袁擦了擦不存在的眼泪，嘟囔道：臭小子，真让你做到了。林雨则欢呼着跳起来，怀中的混沌兽跟着发出欢快的叫声。而吴柳和叶寒冰相视一笑，在新世界的晨曦中，他们知道属于万域的崭新篇章才刚刚开始。焚舟殿的观星台洒满金色余晖，吴柳握着刻满符文的传承玉简，指尖摩挲着边缘凸起的焚舟纹。下方演武场传来弟子们练习刻文的吆喝声，混着林雨指导混沌兽的笑闹，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而安宁。真的要走？叶寒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补天绫的青光轻轻笼罩住两人。吴柳转头看见他发间别着清河村的银铃铛，那是临行前村里阿婆硬塞给他的。他点点头，将玉简放进青铜匣。新世界需要时间成长，而混沌深处，他望向远方翻滚的金色雾气，还有更多秘密等着我们。脚步声从回廊传来，铁柱小跑着冲上台阶，腰间的刻纹刀随着动作轻晃。少年早已褪去青涩，眼神里却还带着初见时的倔强。阁主真的不留下坐镇吗？他的目光扫过空荡荡的主殿，那里原本供奉的焚舟纹石碑，如今已换成新世界的星图。吴柳上前一步，重重拍了拍铁柱的肩膀。接触的瞬间，他将一缕玄黄本源渡入对方经脉。记住，永远不要怕烧疼手，火是用来劈开黑暗的。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时世轮回的沧桑。焚舟殿不是靠某个人撑起来的，是靠你们每一个敢与命运较劲的弟子。林雨不知何时抱着混沌兽幼崽出现，眼圈红红的。哥，你们一定要平安回来。他怀里的小兽突然窜到吴柳肩头，用湿润的鼻尖蹭他的脸颊。老袁从石海中探出头，抓耳挠腮道：臭小子，别忘了给我带混沌灵果。叶寒冰轻笑一声，补天绫化作流光没入他袖中。走吧。吴柳最后回望一眼灯火通明的焚舟殿，那里有清河村的炊烟，有弟子们的欢笑，还有正在茁壮成长的新世界。他握住叶寒冰的手，焚舟诀在脚下燃起火焰，两人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混沌海的迷雾中。而在他们身后，铁柱握紧传承玉简，朝着演武场高声喊道：全体听令，明日起加练三玉同修法。混沌海的暗流突然静止，时间长河如同一条璀璨的玉带横亘在眼前。吴柳的手指抚过冰凉的河水，波纹中立刻浮现出一幅幅画面。恍惚间，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改变命运的起点。这是血魔洞。叶寒冰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补天绫在他手中轻轻摇晃，铃音与河水共鸣，映出少年时期的吴柳蜷缩在角落，浑身是伤。画面中，一袭白衣的少女穿过弥漫的血雾，将一张泛着微光的 healing 符塞进他掌心。温柔的声音仿佛穿透时空：别怕，
我带你出去。吴柳的喉结动了动，眼眶微微发热。他看着画面中那个倔强的少年，看着时世轮回里无数次的相遇与分离，看着两人在混沌海中并肩作战时溅起的火花。每一个画面里，叶寒冰的身影都与他紧紧相依，或为他挡下致命一击，或在他崩溃时轻声安慰。原来从一开始，吴柳的声音沙哑，握住叶寒冰的手不自觉收紧。我这条命就是你给的。老袁蹲在他肩头，罕见的安静下来，尾巴轻轻卷住他的手腕。时间长河的画面继续流转，清河村的战火，万域熔炉的危机，新世界诞生时的光芒，如潮水般涌来。叶寒冰靠在他肩头，圣体泛起柔和的光芒。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么多路。他的指尖划过河面，那些画面便随着他的动作微微荡漾。但我从不后悔。补天灵的清光与河水交织，在虚空中凝成一道焚舟纹，仿佛在为这段漫长的旅程画上注脚。吴柳深吸一口气，最后回望一眼奔腾的时间长河，那些或痛苦或喜悦的回忆，此刻都化作胸口温热的力量。早吧，他转头看向叶寒冰，眼中满是坚定。混沌深处还有新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写。随着话音落下，两人的身影渐渐融入金色的雾气中，而时间长河依旧静静流淌，诉说着属于他们的传奇。混沌深处的雾气浓稠如墨，裂空坤的游动都变得迟缓。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突然剧烈震颤，指向浓雾深处。那里一道幽蓝的光芒刺破黑暗，像是深海中忽明忽暗的灯塔。有东西在召唤我。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却掩饰不住语气里的震颤。叶寒冰的补天灵自动悬浮，青光与蓝光油相呼应，灵身的纹路泛起神秘的光晕。当他们靠近光源，一座巨大的神殿从雾气中缓缓显现。殿门由整块黑色晶石雕琢而成，表面流淌着液态般的光芒。荒神殿三个古篆大字稳如活物，在门上吞吐着微光。吴柳伸手触碰殿门的瞬间，一股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蔓延，仿佛触到了万古冰川。这气息，老袁突然从石海窜出，浑身毛发炸起，是荒古时代的真灵气息，比混沌海天道还要古老。他的话音未落，殿门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缓缓向两侧打开，刺眼的光芒倾泻而出。吴柳下意识抬手遮挡，却听见无数飘渺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像是从世界诞生之初传来的低语。欢迎回家，祭师大人。这些声音带着远古的沧桑，又透着难以言喻的虔诚。叶寒冰的手紧紧攥住吴柳的衣袖，圣体泛起的青光都在微微颤抖。神殿内悬浮的烛台自动亮起，照亮了穹顶的壁画，上面刻画着身披祭袍的身影，手持荒神剑，脚下踩着无数星辰，而那张脸竟与吴柳一模一样。这到底是？吴柳的喉咙发紧，他向前迈步，靴底踩在地面，发出空旷的回响。两侧的石柱上，沉睡的真灵虚影缓缓苏醒，有背生9翼的太古神鸟，也有手持巨斧的远古巨人，他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吴柳身上，仿佛在等待一个跨越万古的答案。而叶寒冰的补天灵突然发出清越的长鸣，灵音与神殿的共鸣震得空气嗡嗡作响，似乎在回应某种古老的召唤。荒神殿内悬浮的烛火突然诡异的倒卷向上，在穹顶汇聚成一幅流动的星图。吴柳和叶寒冰脚下的地砖浮现出古老的纹路，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将它们缓缓托起。老袁在石海里发出惊恐的尖叫，这是荒古祭典的仪式，你们要被选为守护人。低沉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一位身披星河长袍的虚影自壁画中走出，他的面容模糊不清，眉心却嵌着与吴柳如出一辙的焚舟纹。虚影抬手轻挥，地面裂开一道缝隙，露出镶嵌在混沌石中的古老玉简。千万纪元前，我们创造熔炉孵化世界，却诞生了妄图吞噬一切的熔炉吞噬者。叶寒冰的补天灵剧烈震颤，青光与玉简共鸣，他下意识攥紧吴柳的手，掌心已满是冷汗。所以那些光简的毁灭，正是吞噬者的杰作。虚影长叹一声，殿内的真灵虚影纷纷发出悲凄的嘶吼，他们会潜入各个世界，将熔炉化作毁灭的武器。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与玉简产生共鸣，灼人的热浪顺着经脉直冲丹田。他想起万域熔炉中破碎的光简，想起清河村曾经的战火，喉咙发紧。你们选我，就因为这把剑。虚影摇了摇头，指尖点向吴柳胸口，因为你是荒古祭师的血脉，
更是亲手改写过命运的人。玉简突然化作流光，没入五柳眉心，海量信息如潮水般涌入识海。他踉跄着后退半步，看见叶寒冰的圣体泛起前所未有的光芒，卜天灵竟与神殿中央的守护阵纹融为一体。寒冰，你……他的声音带着惊慌，叶寒冰却突然笑了，伸手擦掉他额角的冷汗。看来这次换我做你的盾了。老袁急得在两人之间上蹿下跳，这传承会耗尽神魂。我们早不是任人摆布的棋子。吴柳打断他，转头望向神殿外翻涌的混沌，眼神坚定如铁，熔炉吞噬者，来一个，我们灭一个。随着他的怒吼，荒神殿的穹顶轰然炸开，无数真灵虚影化作流光融入他的经脉，而新的使命正如同破晓的光芒，在混沌深处徐徐展开。混沌海的金色雾气突然凝结成墨色漩涡，裂空鲲发出惊恐的嘶鸣，浑身鳞片乍起。吴柳扶着巨鲲骨刺的手猛地收紧，瞳孔骤缩，远处一座通体漆黑的熔炉缓缓浮现，炉身缠绕着扭曲的锁链，焚天二字泛着猩红光芒，竟与曾经毁灭清河村的焚天炉如出一辙。这不可能！叶寒冰的声音带着颤抖，卜天灵的青光在接触黑雾的瞬间发出刺啦声响，熔炉所过之处，漂浮的小世界如同纸片般被卷入炉口，惨叫声混着空间破碎的轰鸣，震得吴柳耳膜生疼。他看见其中一个小世界里，清河村的轮廓正在被吞噬，炊烟未散的木屋瞬间化为灰烬。老袁从识海窜出，金色毛发被腐蚀的斑白，是熔炉吞噬者。他们能篡改世界规则。话音未落，黑色熔炉突然射出一道锁链，精准缠住裂空鲲的巨尾。巨鲲发出痛苦的哀鸣，奋力挣扎，却被拖得更近。吴柳挥出焚舟剑，赤明焰撞上锁链，却只溅起火星。小心！叶寒冰扑过来，卜天灵化作光盾挡住熔炉喷出的黑炎，黑炎灼烧光盾的焦糊味混着混沌海的腥气。吴柳望着炉身上的焚天二字，突然想起万域熔炉中某个光简里黑化的自己掌控焚天炉的画面，他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握紧荒神剑的手青筋暴起。看来我们的新敌人是过去的自己。黑色熔炉发出震天狂笑，声音竟与吴柳的嗓音有几分相似。叶寒冰转头看他，圣体裂痕处渗出微光，但此焚天非彼焚天。他将卜天灵推向熔炉，青光与黑炎碰撞出绚丽的火花。这次我们不会再输。吴柳深吸一口气，焚舟诀运转到极致，三色火焰在剑刃燃烧。清河村的仇，万域熔炉的恨，今天就跟这个我算个清楚。混沌海的黑雾突然剧烈翻涌，黑色熔炉发出的狂笑震得吴柳胸腔生疼。裂空鲲拼命挣扎，尾鳍上的伤口不断渗出血珠，染红了周围的海水。就在吴柳准备再次挥剑时，远处传来一阵破空声，密密麻麻的身影从三域方向疾驰而来，法宝的光芒刺破黑雾，像极了破晓的曙光。阁主，我们来支援了。熟悉的声音让吴柳浑身一震。铁柱带着焚舟殿弟子冲在最前面，他腰间的刻纹刀泛起金光，身后跟着的少年们高举刻满焚舟纹的盾牌。丹道宗宗主驾驭着药鼎，鼎口喷出的疗伤雾气瞬间治愈了裂空鲲的伤口。轮回圣的生死簿无风自动，书页间溢出的光芒将黑雾逼退3分。叶寒冰的眼睛亮了起来，卜天灵化作巨大的伞面撑开，青光笼罩整片战场。这次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话音未落，三域修士们身上的焚舟纹同时发光，那是万域盟立下公约时种下的印记，此刻连成一片金色的光网，与黑色熔炉的黑暗力量激烈碰撞。林雨指挥着混沌兽群从侧翼包抄，他怀中的混沌兽们发出怒吼，声波震得熔炉表面的锁链哗哗作响。老袁在识海中兴奋地大喊，快看！三域功法在共鸣。吴柳握紧荒神剑，感受到经脉中流淌的力量，玄黄域的雄浑，灵域的温润，荒芜域的锋芒，正通过焚舟纹在所有修士间传递。杀！吴柳的怒吼混着三域修士的齐声呐喊，震得混沌海掀起滔天巨浪。他挥出焚舟诀的最强一剑，三色火焰与众人的力量融合，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光柱，直直射向黑色熔炉。熔炉发出不甘的咆哮，炉身上的焚天二字被灼得扭曲变形，而在这片光芒中，叶寒冰的笑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混沌海被染成暗红，黑色熔炉喷吐的黑雾如同活物，
将三玉修士的攻势不断吞噬。吴柳的衣衫被黑岩灼出破洞，嘴角溢出鲜血，却死死盯着熔炉中央不断闪烁的猩红核心。寒冰，准备！他的声音沙哑，荒神剑上的焚周纹几乎要灼烧到皮肤。叶寒冰的圣体亮起刺目青光，补天绫化作千丈巨伞，伞面纹路与熔炉核心的光芒激烈碰撞。他咬着牙稳住身形，发丝被混沌乱流吹得狂舞。就现在，话音未落，吴柳周身腾起三色火焰，焚周诀运转到极致，竟在身后凝聚出虚幻的古老祭台。焚周逆仙斩，终章！吴柳的怒吼震碎虚空，荒神剑裹挟着十世轮回的力量劈下。与此同时，三玉修士同时将力量注入焚周纹，丹道宗的药鼎化作光流轮回圣的生死簿展开如天幕，镇狱圣的锁链缠绕成刃，所有力量汇聚成遮天蔽日的焚周纹，带着开天辟地的气势，朝着熔炉盖轰然斩落。黑色熔炉发出刺耳的尖笑，炉身上的焚天二字扭曲成狰狞的面孔。叶寒冰的补天伞死死定住炉心，额角青筋暴起，圣体裂痕处渗出点点金光。坚持住！林雨带着混沌兽群撞向熔炉侧翼，铁柱举着刻纹盾挡下飞溅的黑岩，盾牌表面的焚周纹被灼得滋滋冒烟。给我开！吴柳的瞳孔映着即将破碎的炉盖，玄黄本源在经脉中疯狂奔涌。当焚周纹斩中炉盖的刹那，整个混沌海剧烈震颤，黑色熔炉如同被击碎的琉璃，碎片中溢出的不是火焰，而是无数破碎的世界残影。叶寒冰的补天伞应声而碎，化作点点青光没入他的掌心，而吴柳的荒神剑终于刺穿了熔炉核心那道熟悉又陌生的虚影。黑色熔炉的碎片如流星般坠向混沌海，爆炸产生的气浪掀翻层层云雾，露出云层后方澄澈如洗的天空。吴柳单膝跪地，手中的荒神剑深深插进地面，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身体。他的视线穿过弥漫的硝烟，看见叶寒冰正捂着胸口剧烈喘息，圣体的裂痕处缓缓愈合，补天绫的碎片在他掌心重新凝聚成微光。结束了！老袁从石海中跌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尾巴无力地拍打着石板。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欢呼声，三玉修士们互相搀扶着站起身，有人举起法宝照亮天空，有人跪地亲吻新生的土地。铁柱带着焚周殿弟子冲过来，少年脸上满是烟尘，却笑得像个孩子。阁主，我们做到了。林雨抱着受伤的混沌兽，眼泪啪嗒啪搭掉在兽毛上。哥，你看。他颤抖着指向天空，原本漆黑的混沌海正在褪去阴霾，无数发光的世界种子从虚空中浮现，嫩芽般的小世界破土而出。有的世界飘着清河村的炊烟，有的世界上空悬浮着焚周纹的虚影，每个新生的天地都泛着蓬勃的生机。吴柳吃力地站起来，叶寒冰主动靠过来扶住他的手臂，两人相视而笑，十世轮回的疲惫，无数次战斗的伤痕，在这一刻都化作眼底的温柔。他们并肩走上荒神殿的最高处，脚下是重新焕发活力的万玉盟。演武场上，弟子们切磋功法，丹炉中升起袅袅药香，就连曾经破损的殿宇也在混沌兽的帮助下快速重建。这就是我们守护的世界，叶寒冰轻声说。补天绫的青光与远处新生世界的光芒交相辉映。吴柳握紧他的手，玄黄本源在两人相触的指尖轻轻流转。以后会有更多新故事在这里发生。老袁突然跳上他的肩头，挠着耳朵感慨，臭小子，终于能歇口气了。夕阳的余晖洒在荒神殿的飞檐上，为这场跨越时空的战斗画上句点。而在混沌海的深处，新的纪元正伴随着无数星辰的升起悄然拉开帷幕。烈空鲲的巨影掠过清河村上空时，村口老槐树的叶子都跟着沙沙作响。吴柳扒着鲲背往下看，心跳突然漏了一拍。青石板路上，林雨抱着襁褓站在最前面，怀里的孩子正挥舞着小手，而铁柱带着一群年轻弟子，腰间的刻纹刀在阳光下闪着熟悉的光。慢点！叶寒冰拽住他乱飞的衣角，补天绫叮当作响，可吴柳已经迫不及待地跳了下去，落地时带起一阵尘土。林雨红着眼眶跑过来，把孩子往他怀里一塞，哥，你看看小星河。小家伙被突然换人抱，先是愣了愣，突然咧嘴笑了，口水沾湿了吴柳的衣襟。这小子！吴柳喉头发紧，
伸手想摸孩子的脸，又怕吓着他。指尖刚碰到婴儿柔软的皮肤，他突然僵住，小星河的眉心竟泛着淡淡的粉皱纹，像颗金色的小星星。老袁从他肩头探出头，惊得毛发都炸开了。这是荒古祭师的血脉印记。铁柱走上前，单膝跪地，阁主，清河村现在有了自己的武馆。他身后的弟子们齐刷刷行礼，每个人胸口都别着清河村特有的银铃铛。其中一个扎着冲天辫的小女孩举着木剑冲过来，武大侠，教我课文好不好？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和当年的林雨一模一样。叶寒冰蹲下身，用补天灵的清光逗弄小星河，孩子咯咯笑着去抓铃铛。看来新的故事已经开始了。他抬头看向吴柳，眼中满是温柔。远处传来开饭的吆喝声，炊烟裹着熟悉的饭菜香飘过来。恍惚间，吴柳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母亲在灶台前忙碌，林雨追着蝴蝶满村跑。走，回家吃饭。林雨挽住他的胳膊，阿婆知道你们回来，特意炖了山菇汤。吴柳抱着小星河，看着孩子眉心若隐若现的粉皱纹，突然笑了。混沌海的战火，万玉熔炉的危机都已远去，而清河村的故事正像老槐树的根须，深深扎进这片土地，长出新的枝芽。汾州殿的观星台铺满月光，老袁蜷在石桌上，金色的毛发变得透明如蝉翼。吴柳伸手想摸他的脑袋，指尖却穿过了虚影。这只陪伴他走过时世轮回的老猴子，此刻连维持实体都成了奢望。臭小子，别摆出这张哭丧脸。老袁强撑着咧嘴笑，缺了颗门牙的嘴露着风。当年在血魔洞救你时，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他费力地坐起来，尾巴卷过吴柳腰间的荒神剑，剑身顿时泛起熟悉的符文光芒。叶寒冰默默站在一旁，补天铃垂着，不再摇晃。林雨抱着小星河躲在廊柱后，孩子似乎察觉到什么，攥着老袁的尾巴不肯松手。老袁用爪子轻轻拍了拍小家伙的手背，等你长大，可要替老头子看好清河村。吴柳的喉咙像被混沌石堵住，眼眶滚烫，就没有办法，别犯傻。老袁打断他，声音突然变得严肃，我的残魂早就该散了，能撑到现在，不过是想多看你们两眼。他望向远处新生的小世界，那些发光的种子在月光下轻轻摇曳。记住，火不会熄灭，除非焚舟者自己放下柴刀，话音未落，老袁的身体开始消散成金色光点。林雨突然冲出来，小星河洼地大哭，哭声混着铃铛声在殿内回荡。吴柳伸手去抓那些光点，却只握住满手月光。叶寒冰的手悄悄附上他颤抖的手背，补天灵的清光温柔地包裹住两人。最后一个光点没入荒神剑时，观星台陷入长久的寂静。吴柳低头看着剑身上新浮现的圆形纹路，想起老袁在混沌海中的怒吼，在生死关头的玩笑，突然笑了。这笑容带着时世轮回的沧桑，却比任何时候都坚定。走吧，我们的路永远没有尽头。叶寒冰轻轻点头，月光下，两人的影子交叠在一起，朝着混沌海的方向走去。清晨的汾州殿被第一缕阳光唤醒，演武场传来弟子们练习课文的吆喝声。吴柳倚在栏杆上擦拭荒神剑，剑身映出他嘴角的笑意。小星河的牙牙学语，清河村新种的悟道茶树，都让这片天地充满生机。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长鸣撕破长空，裂空鲲从云层中俯冲而下，巨大的尾鳍扫过观星台，带起一阵劲风。他的瞳孔里燃烧着奇异的光芒，直指向混沌海更深处。老袁留下的剑纹突然发烫，仿佛在呼应某种召唤。又有新动静了，叶寒冰手持补天铃走来，铃音与裂空鲲的鸣叫共鸣。他望着混沌海翻滚的金色雾气，圣体泛起淡淡的清光，那里的气息比焚天炉还要神秘。林雨抱着小星河匆匆赶来，孩子兴奋地拍着小手，眉心的汾州纹微微发亮。吴柳握紧剑柄，感受到经脉中涌动的玄黄本源。他想起老袁最后的话，想起清河村新生的希望，嘴角扬起熟悉的弧度。看来混沌海又给咱们准备了新惊喜。铁柱带着弟子们跑上观星台，少年们眼中满是羡慕与向往。阁主，这次冒险带上我们吧，你们得守好万玉盟。吴柳笑着摸了摸最近弟子的头，转头看向叶寒冰，两人对视一眼，多年并肩作战的默契让答案不言而喻。补天灵化作流光缠绕在叶寒冰手腕，荒神剑爆发出三色火焰，他们同时展开身法，
如离弦之箭，朝着混沌深处飞去。裂空鲲发出欢快的长鸣，巨大的身影紧随其后。混沌海的雾气在他们身后翻涌，隐约可见更深处闪烁的神秘光芒，那里有无数未知的熔炉等待探索，有崭新的世界亟待守护。而吴柳和叶寒冰知道，只要手中的剑还在，心中的火不灭，这场跨越混沌的冒险永远不会落幕。春日的汾州殿热闹非凡，演武场上空悬浮着数百盏发光的刻纹灯笼，将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吴柳站在观星台俯瞰，嘴角不自觉上扬，下方的弟子们正两两对列，有人施展玄黄玉的雄浑拳劲，有人舞动灵玉的缥缈剑诀，招式相撞时竟绽放出奇异的混沌光芒。快看，是混沌修者！人群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林雨抱着已经蹒跚学步的小星河挤到前排，孩子拍着小手兴奋地叫着。只见10余名身着银蓝相间长袍的年轻修士御剑而来，他们的衣摆上都绣着精致的汾州纹，眉心闪烁着三色交织的微光。为首的少女轻轻挥手，凭空召唤出火焰、藤蔓与锁链，三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竟在她手中凝成一朵旋转的光帘。这是玄黄、灵、荒武三域的功法融合。叶寒冰不知何时走到吴柳身边，卜天灵发出愉悦的清鸣，他的目光落在少女腰间的青铜铃铛上，那正是清河村的标志。少女仰头笑道：武阁主，我们这届弟子里有半数能同时运转三域本源了。丹道宗的老宗主拄着药鼎走来，胡子都笑成了弯月亮。多亏当年万玉盟定下的通婚公约，现在的娃娃们天生就有融合之力。他指向不远处，一对年轻夫妇正带着孩子挑选灵植，丈夫是荒武域的魁梧壮汉，妻子却是灵域的温婉仙子，孩子手里攥着刻着汾州纹的糖葫芦，咯咯笑着追蝴蝶。吴柳看着这和谐的一幕，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曾经战火纷飞的三域，如今因汾州纹紧紧相连。老袁的铃铛在他腰间轻轻摇晃，仿佛也在为这繁荣景象而欢喜。叶寒冰轻轻握住他的手，两人相视一笑。卜天灵与荒神剑同时发出共鸣，这盛世正是他们用时世轮回换来的模样。混沌海的风裹着细碎星光掠过发梢，叶寒冰蹲在时间长河旁，指尖轻点水面，卜天灵悬在他肩头，灵音与河水的波动共鸣，荡开一圈圈带着微光的涟漪。原本平静的河面突然翻涌，无数画面如同破碎的镜面，在波光中重组。这时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瞳孔微微收缩。画面里，一座陌生的山谷中，身形挺拔的吴柳正握着刻刀，手把手教一个少女刻画汾州纹。少女穿着淡青色襦裙，发间别着银铃铛，侧脸与叶寒冰如出一辙，睫毛轻颤着，仰头看向身旁的人，眼里盛满信任与依赖。寒冰，吴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几分担忧。他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荒神剑在鞘中轻轻震颤。画面中的他突然抬头，露出熟悉的笑容，将刻好的青铜牌塞进少女手中，上面的汾州纹栩栩如生。叶寒冰伸手想要触碰画面，指尖却穿过水波。他忽然笑了，笑声里带着释然与温柔。原来我们的故事早就写在了时间里。卜天灵发出悠长的冥想，仿佛在回应他的感慨。那些时世轮回的生死相随，混沌海中的浴血奋战，此刻在时间长河的映照下，都成了命运交织的注脚。吴柳在他身旁蹲下，握住他微凉的手，两人的倒影映在河面上，与画面中的身影重叠。无论是哪个世界，哪个时间，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我都会守着刻纹刀，等一个白衣飘飘的姑娘，河水泛起金色的光芒，将两人的身影包裹其中。而时间长河正静静流淌着属于他们跨越时空的羁绊。裂空鲲的鳞片在剧烈震颤，金色的雾气突然变得滚烫。吴柳的掌心紧贴着巨鲲的脊背，能清晰感受到他的恐惧。前方混沌海的中心处，一座遮天蔽日的熔炉缓缓浮现，炉身缠绕着星河般的纹路，每一道沟壑都流淌着混沌本源的微光。这是叶寒冰的声音被熔炉轰鸣碾碎，卜天灵疯狂旋转，青光与熔炉的金光碰撞出刺目的火花。他伸手抓住吴柳的衣袖，指尖都在发抖。这座熔炉比万域熔炉大上百倍，炉口吞吐的不是火焰，而是无数世界诞生与消亡的虚影。老袁的残魂在剑纹中发出惊呼，本源熔炉，传说中孕育所有世界的母体，
他的声音带着颤音。混沌海的天道，熔炉吞噬者，所有秘密的源头都在这里。话音未落，熔炉突然发出震耳欲聋的嗡鸣，一道光柱冲天而起，里面浮现出无数破碎的光茧，每个光茧都映照着不同世界的兴衰。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的焚周纹烫得惊人。他想起清河村的重生，万玉盟的繁荣，想起老袁最后的叮嘱，喉咙发紧。这次我们不做破坏者，只做守护者。三色火焰顺着剑刃燃烧，却不再带着毁灭的气息，反而如同新生的火种般温暖。叶寒冰深吸一口气，补天灵化作锁链缠住熔炉边缘，他的圣体亮起前所未有的光芒。清河村的火不会熄灭，万玉盟的传承不会断绝。随着他的话音，远处传来熟悉的呼应，三域修士的焚周纹同时发光，混沌兽群的吼声穿透浓雾，就连时间长河都泛起金色涟漪。本源熔炉的表面开始出现裂痕，可吴柳没有挥剑，他将玄黄本源注入炉身，火焰化作修补的纹路。叶寒冰用清光抚平那些破碎的光茧。当第一缕新生的光芒从熔炉中溢出时，吴柳转头看向叶寒冰，两人都笑了。这次他们终于触摸到了混沌深处真正的答案。汾州殿的观星台被三色光芒笼罩，吴柳盘坐在中央，荒神剑悬浮在头顶，剑身流转的火焰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叶寒冰握紧补天灵，站在不远处，灵音随着他剧烈的呼吸声起伏，空气中弥漫着压抑的紧张感。这是突破汾州境的关键时刻，稍有不慎便会魂飞魄散。给我破！吴柳突然暴喝，玄黄本源、灵域清气、荒芜之力在体内轰然相撞，他的皮肤下浮现出复杂的纹路，时而化作丹炉图腾，时而凝成剑肘虚影，最后竟融合成完整的焚周纹。三色火焰冲天而起，在他周身形成旋转的漩涡，将整个观星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熔炉。林雨抱着小星河躲在石柱后，孩子被光芒刺得直眨眼，却兴奋地挥舞着小手，铁柱握紧腰间的刻纹刀，喉咙发紧。这是三域本源彻底融合的征兆。老袁的残魂从剑纹中飘出，激动的直转圈。臭小子，真让你做到了！光芒渐渐消散时，吴柳缓缓睁开眼，他抬手轻挥，掌心瞬间燃起赤明焰，下一秒又凝聚出灵域的治愈光点。在握拳时，荒芜域的霸道剑意已经缠绕在指尖，我能随意切换形态了。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惊喜，荒神的肉身，剑主的锋芒，丹师的掌控。叶寒冰的眼眶微微发红，补天灵自动飞到吴柳肩头，灵音欢快地跳跃着。他上前一步，伸手抚过他眉心的焚周纹，我的焚周者终于成了，声音里满是骄傲与心疼。远处三域修士的欢呼声传来，他们身上的焚周纹与吴柳共鸣，照亮了整片混沌海。而这一刻，所有的伤痛，所有的坚持，都在这汾州境大成的光芒中化作了永恒。混沌海泛起层层金浪，裂空昆冈降落在新生的萤石界，远处就传来此起彼伏的惊呼。成百上千道流光划破天际，修士们驾驭着飞剑、宝舟，甚至骑着奇珍异兽，从各个小世界蜂拥而至。他们的衣衫上绣着不同的图腾，却都在胸口别着一枚小小的汾州纹徽章。混沌双圣到了，人群中爆发出狂热的呼喊。叶寒冰站在鲲背上，被补天灵的清光笼罩，白衣在风中猎猎作响。他轻轻皱眉，低声对身旁的吴柳说，我们不过是来看看灵植的生长，怎么用到这么大阵仗？吴柳无奈的挠挠头，荒神剑在背后发出轻笑般的嗡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颤颤巍巍的捧着玉匣挤到前排，匣子打开的瞬间，满溢的灵气化作万千光点。圣尊，这是我们界域最珍贵的混沌髓，请您收下。不等吴柳拒绝，更多修士涌上来，有人献上记载古老功法的玉简，有人捧着发光的灵果，甚至有孩童踮着脚递上自己刻的粗糙焚周纹木牌。林雨抱着小星河从鲲腹钻出来，孩子被热闹的场面惊得瞪大了眼睛，眉心的焚周纹跟着发亮。哥，大家都把你们当神仙了，他笑着打趣。铁柱带着汾州殿弟子维持秩序，一边擦汗一边喊，各位，圣尊不喜铺张。吴柳和叶寒冰对视一眼，同时笑出声。吴柳抬手虚按，三色火焰化作温和的光照，抚平人群的躁动。大家的心意我们收下，但混沌海还需要你们自己守护，
叶寒冰则将孩子们送的木牌仔细收好，补天灵的清光温柔地掠过每个人的脸庞。当晚，裂空昆重新腾空，吴柳倚着骨刺，望着下方渐渐缩小的光点，轻声说：“他们不该跪拜我们。”叶寒冰靠在他肩头，林音混着风声，但他们眼里的光和清河村的孩子一样亮。老袁的残魂飘出来，哼了一声：“得了吧，赶紧去下一个界域，听说那里的灵酒管够。”巨鲲的长鸣回荡在混沌海，而这对被称作混沌双圣的身影早已随着月光奔赴下一个需要守护的发光世界。暮色笼罩清河村时，老槐树下的石磨旁总会聚满孩子。林雨摇着蒲扇，怀里的小星河已经长成少年，正托腮听母亲讲那百听不厌的故事。那年血魔洞的火光照亮半边天，有个白衣姐姐就这么冲进火海，她的声音忽高忽低，引得孩子们瞪大眼睛，连手里的麦芽糖都忘了舔。后来呢？后来武大侠是不是一剑劈开了熔炉？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举着木剑追问，剑身上歪歪扭扭刻着焚舟纹。林雨笑着点头，远处山神庙的飞檐在夕阳下泛着金光，那座供奉着焚舟纹石碑的庙宇，如今成了清河村最神圣的地方。该去课文了。铁柱的吆喝声从武馆传来，十几个少年蹦蹦跳跳的跑开，最小的孩子还不忘对着山神庙方向恭恭敬敬磕个头。他们新制的练功服上都绣着清河村特有的银铃铛，走路时叮当作响。山神庙内香火终年不断，外地赶来的修士们排着长队，对着石碑上的焚舟纹虔诚行礼。有位白发老妪颤抖着抚摸石碑，泪水滴在刻痕里。当年我在荒域快饿死，是圣尊的丹炉救了全村。话音未落，供桌上的烛火突然明亮3分，惊得众人连连称奇。深夜，吴柳和叶寒冰悄然回到村口，看着家家户户窗棂透出的暖光，听着远处传来的孩童笑闹。叶寒冰的补天铃轻轻摇晃，你听，他拉住吴柳的手，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童谣：焚舟剑，补天铃，双圣护佑万玉宁。吴柳望着山神庙方向，想起曾经那个战火纷飞的小村子，眼眶微微发热。老袁的残魂从剑纹飘出，哼着跑调的曲子，没想到咱清河村成了万玉的根歌。裂空鲲的影子从头顶掠过，惊起一片夜鸟，而关于焚舟者与补天圣女的传说，正随着月光飘向万域的每一个角落。混沌海的雾气浓稠的如同凝固的墨，裂空鲲的游动带起阵阵呜咽，仿佛也在惧怕前方未知的存在。吴柳握紧荒神剑，剑身传来细微的震颤，顺着掌心一路麻到脊椎。叶寒冰的补天铃悬在胸前，青光忽明忽暗，铃音竟带着几分颤抖。就在前面，吴柳的声音像是从胸腔最深处挤出来的，他指着浓雾中若隐若现的黑影，那轮廓像座巨大的山峰，却泛着金属般的冷光。裂空鲲缓缓靠近，雾气被某种力量撕开，一座刻满焚舟纹的石碑赫然显现。石碑高耸入云，纹路里流淌着暗紫色的光，每道刻痕都仿佛在呼吸。这是叶寒冰伸手触碰石碑，指尖刚碰到刻纹，整座石碑突然发出嗡鸣，补天铃不受控制的飞起，与石碑共鸣出刺耳的尖啸。吴柳感觉识海剧痛，仿佛有无数根针在扎。就在这时，本该消散的老袁声音突然在他脑海炸响，这是混沌海的起源，也是一切的终结。老袁，吴柳踉跄着后退，荒神剑当啷一声坠地，可石海里再没了回应，只有石碑上那些陌生的文字开始流动，拼凑成一幅幅画面。混沌初开时的熔炉，身披祭袍的神秘身影，还有无数个自己和叶寒冰在不同时空的厮杀。叶寒冰的脸色惨白如纸，圣体表面浮现出细密的裂痕，这些文字在改写我的记忆。他的声音带着惊恐，却死死盯着石碑。吴柳猛地拾起荒神剑，三色火焰疯狂燃烧，可火焰碰到石碑的瞬间，竟诡异的熄灭成青烟。我们得离开这里。吴柳抓住叶寒冰的手腕，可就在转身的刹那，他瞥见石碑最底部的角落，那里刻着半张熟悉的面孔，正是黑色熔炉中那个黑化的自己，嘴角挂着森冷的笑，而他手中握着的是破碎的补天铃。暴雨倾盆的傍晚，阿青缩在山神庙的廊檐下避雨，他攥着湿透的刻刀，望着庙中供奉的焚舟纹石碑发呆。作为铁柱最得意的弟子，他却总觉得自己离焚舟者的传说差着108000里。突然一声闷雷炸响，闪电照亮神台角落，
一块巴掌大的青铜残片在积水中泛着微光。这时阿青快步上前，指尖刚触到残片，冰冷的触感让他打了个寒颤。残片表面斑驳的锈迹下，隐约露出半道焚周纹，突然迸发的金光刺得他闭上眼。再睁眼时，残片悬浮空中，映出密密麻麻的文字，那些符号像是活物般钻进他的识海。焚周境修炼法诀，阿青踉跄着后退，后背撞上石柱，耳边响起的不是雨声，而是无数人诵经般的低语，画面在脑海中炸开。五柳突破时周身流转的三色火焰，夜寒冰补天灵绽放的青光，还有混沌深处那座神秘的本源熔炉。庙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他通红的脸上。阿青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却死死握紧刻刀，刀锋在掌心划出鲜血也浑然不觉。原来焚周者的火从来不是天生的，他喃喃自语，想起铁柱常说的不怕烧疼手，眼中燃起从未有过的炽热。脚步声从庙外传来，铁柱举着油纸伞冲进来。阿青，你怎么？话音戛然而止，他看着弟子周身若隐若现的三色光晕，看着那片悬在半空的青铜残片，喉咙发紧。阿青转头看向师傅，眼神坚定的像块烧红的铁。师傅，我想试试真正的焚周之道裂空。鲲突然发出凄厉的长鸣，震得五柳手中的茶盏应声碎裂。混沌海的金色雾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暗，远处漂浮的小世界像被无形大手攥住，开始扭曲变形。夜寒冰的补天灵疯狂旋转，灵身裂痕中渗出微光，本源熔炉，它在收缩，他的声音带着从未有过的颤抖。五柳的目光穿过翻滚的云层，混沌海中心那座巍峨的本源熔炉正在缩小，炉壁上的星河纹路如垂死的血管般暗淡。他想起石碑上的预言，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通知万域盟，所有修士立刻撤离危险区域。他对铁柱传音的同时，荒神剑已经爆发出刺目的三色火焰。哥，小新和他们还在萤石界。林雨的声音从传讯玉简里传来，夹杂着背景中惊慌的呼喊。五柳咬牙握紧剑柄，焚周纹在眉心灼烧，告诉他们守住界河。我和寒冰马上到。夜寒冰的圣体泛起青光，补天灵化作巨大的伞面撑开，可面对整片混沌海的异动，这光芒显得如此渺小。混沌兽群发出悲鸣，他们的皮毛开始龟裂，三域修士的焚周纹闪烁不定，像是风中降息的烛火。五柳和夜寒冰对视一眼，时世轮回的默契在这一刻迸发。这次我们要真正修补混沌的裂痕。五柳的声音低沉却坚定，夜寒冰点头，青光与火焰交织，在两人周身形成护罩。本源熔炉的轰鸣震得空间扭曲，一座小世界在他们眼前轰然崩塌，化作漫天星辰。五柳挥动荒神剑，火焰所过之处，星辰重新凝聚。夜寒冰撑开补天伞，青光抚平撕裂的空间。但随着熔炉收缩加剧，更多小世界开始坠落，仿佛末日的丧钟正在敲响，而他们是混沌海最后的防线。混沌海的天穹被撕裂成蛛网般的裂痕，本源熔炉的收缩让空间发出令人牙酸的吱呀声。五柳和夜寒冰悬浮在保护罩顶端，看着下方密密麻麻的光点，那是万域盟的修士们，他们手挽手，肩并肩，将力量注入体内的焚周纹。阁主，我们撑不住了。铁柱的声音从下方传来，少年的脸色苍白如纸，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他身旁的林雨抱着小星河，咬着牙将圣体的力量源源不断的输送出去，发丝被混沌乱流吹得狂舞。三域修士们的衣衫在风中猎猎作响，有人的嘴角溢出鲜血，却依然死死攥着身旁人的手。夜寒冰的补天灵发出微弱的光芒，他的圣体也出现了细密的裂痕，但当他低头望向下方那片由无数光点组成的金色海洋时，眼中突然涌起滚烫的热意。原来我们早已不是两个人，而是万域的火种。他的声音带着哽咽，转头看向五柳，发现对方也红了眼眶。五柳握紧荒神剑，三色火焰与下方的焚周纹光芒共鸣。他看到丹道宗的老宗主将毕生修为化作药液，轮回圣展开生死簿逆转时空之力，甚至连清河村的孩子们都举着刻满焚周纹的木牌，在地面为修士们祈福。大家听着，他的声音穿透混沌，只要我们的信念还在，这混沌就踏不了。所有修士齐声呐喊，焚周纹的光芒冲天而起，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色保护罩。
光芒中，叶寒冰看到了清河村的炊烟，萤石界的灵植，万玉盟的演武场，这些画面交织成网，将即将崩塌的小世界牢牢护住。而在这片光芒的最中心，他和五柳的身影与万玉修士们的光点融为一体，宛如混沌海中永不熄灭的灯塔。保护罩发出刺耳的碎裂声，五柳和叶寒冰趁机冲进本源熔炉，滚烫的热浪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却让他们瞳孔骤缩。熔炉核心处，一团朦胧的光茧缓缓搏动，里面蜷缩着的身影竟与混沌海的天道虚影如出一辙。这时叶寒冰的补天灵突然剧烈震颤，灵音里夹杂着悲凄的回响，光茧表面裂开缝隙，一道疲惫的声音从中传出：你们终于来了。混沌天道的虚影浮现，他的面容模糊不清，周身却缠绕着无数断裂的锁链。万玉的孩子们，我已经守护了太久。五柳握紧荒神剑，剑刃上的火焰却莫名熄灭。他看着天道虚影身上斑驳的伤痕，想起时间长河里那些世界的兴衰，喉咙发紧。原来熔炉吞噬者是你创造的。天道虚影缓缓摇头，锁链碰撞发出沉闷的声响。我不过是想选出能接替我的人。无数纪元，只有你们走到了这里。叶寒冰的圣体泛起柔和的光芒，他上前一步，轻声道：您为什么不亲自告诉我们？天道虚影发出一声叹息，声音像是从万古洪荒传来：有些路必须自己走，我囚禁在此，就是为了等待新的守护者。我累了，万域需要新的未来。老猿的残魂突然从剑纹中飘出，声音带着难得的肃穆：混沌海的天道竟把自己当成了试炼场的囚笼。五柳和叶寒冰对视一眼，时世轮回的记忆在脑海中翻涌，那些浴血的战斗，濒临崩溃的绝望，还有万域修士们信任的目光，此刻都化作坚定的力量。我们接下了。两人异口同声。五柳将玄黄本源注入熔炉，火焰化作修复的纹路。叶寒冰展开补天灵，清光温柔地包裹住光茧。混沌天道的虚影露出欣慰的笑容，随着锁链寸寸断裂，他的身影渐渐化作点点星光，融入熔炉的核心。而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这星光中悄然开启。混沌海的风骤然平息，本源熔炉的金光渐渐化作柔和的光晕。五柳和叶寒冰悬浮在光晕中央，周身缠绕着新生的天道法则，如同两尊沐浴在神光中的神明。下方，万域盟的修士们仰望着他们，眼中满是敬畏与期待。寒冰，我们该定下新规矩了。五柳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却又充满力量。他伸手虚握，一道闪烁着三色光芒的法则锁链出现在掌心。过去的天道总想掌控一切，结果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想起那些被熔炉吞噬者毁灭的世界，眉头微微皱起。叶寒冰的补天灵化作流光环绕周身，灵音清脆如清泉。那就让所有世界都有自己的活法。他指尖轻点，青光凝成的文字缓缓浮现：所有世界自生自灭，不许炼化；所有生命自由生长，不许奴役。这些文字刚一出现，整个混沌海都为之震颤，无数小世界的界河发出欢快的共鸣。林雨抱着已经长大的小星河站在人群中，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哥做到了。清河村的火真的照亮了万玉铁柱，抹了把脸上的泪，却嘴硬道：哭啥？这不是早就料到的事吗？周围的修士们忍不住笑起来，笑声中带着劫后余生的轻松。新的法则如细雨般洒落混沌海，那些曾经扭曲的世界开始恢复生机，被奴役的生命重获自由。五柳和叶寒冰看着这一切，相视一笑。叶寒冰的手悄悄附上五柳的，轻声说：这次混沌海真的迎来和平了。老猿的残魂最后一次从剑纹中飘出，冲他们扮了个鬼脸：臭小子，老太婆，以后混沌海就交给你们啦。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化作星光消散，而五柳和叶寒冰周身的天道法则愈发璀璨，他们的身影渐渐融入混沌深处。混沌的旧时代已然终结，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纪元正从他们手中缓缓开启。混沌天道殿悬浮在星海中央，穹顶是一整片流动的光幕，映照着万域无数小世界的兴衰。五柳倚着刻满焚周纹的石柱，目光扫过光幕上闪烁的光点，有的明亮如烈日，有的微弱似烛火，而最东边那簇暖黄色的光芒总能让他不自觉地驻足。叶寒冰的补天灵垂在身侧，
随着他缓步走来，发出细碎声响。他顺着吴柳的视线望去，唇角扬起温柔的弧度，轻轻靠在他肩头。你看，火还在烧呢。光幕中，清河村的轮廓清晰可见，老槐树的枝桠间挂满银铃铛，石磨旁嬉闹的孩童举着发光的刻纹灯笼，炊烟混着烤肉香飘向夜空。小星河又偷偷溜去武馆了。吴柳突然轻笑出声，伸手虚点光幕，画面顿时放大，只见少年模样的小星河正翻墙进演武场，眉心的汾州纹在月光下忽明忽暗。铁柱举着戒尺追在后面，胡子气得直抖，可眼里全是藏不住的笑意。林雨的身影出现在画面边缘，他抱着装满灵果的竹篮，对着翻墙的儿子摇头叹气。竹篮里的灵果泛着微光，果皮上天然形成的纹路竟与汾州纹有几分相似。叶寒冰的手指轻轻蜷缩，想起多年前那个战火纷飞的清河村，眼眶不禁发热。他们把日子过成了诗，老槐树的阴影里，几个孩童正围着阿青听故事。少年手持刻刀，在木牌上刻画汾州纹，边刻边讲。武大侠一剑劈开混沌时，火焰照亮了整片海。孩子们听得入神，手里的麦芽糖都忘了吃。吴柳看着这一幕，感觉心口被暖意填满。荒神剑在背后发出愉悦的嗡鸣。走吧。叶寒冰直起身，补天林的清光与清河村的灯火遥相呼应，还有那么多世界等着我们去看。吴柳点头，转身时又忍不住回望那簇温暖的灯火，在万千光芒中始终明亮如昔，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种，守着他们最初的信念。混沌天道殿的琉璃窗突然震颤，叶寒冰手中的茶盏泛起涟漪，他望着殿外那条本该永不停歇的时间长河，此刻竟像被无形大手攥住，浪花凝固在空中，倒映着破碎的星光。吴柳，快看！他转身时，卜天灵发出尖锐的鸣响。吴柳握着荒神剑冲出门，三色火焰在凝滞的时空中划出绚丽轨迹。他的瞳孔骤缩，时间长河的水面上，无数倒影停止了流转。清河村孩童举着灯笼的笑容，万语修士挥剑的残影，甚至混沌海出生时的第一缕光芒，都被定格成永恒的画面。我们成了时间的锚点。他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剑身上的汾州纹与长河共鸣，发出嗡嗡轻响。老猿的残魂不知何时凝聚成形，绕着他们打转。好家伙，这可比当混沌天道还离谱。他的爪子戳了戳凝固的浪花，波纹却不再扩散。叶寒冰伸手触碰最近的倒影，指尖刚碰到画面里林雨的笑容，整个倒影突然泛起金芒，化作细小的光点融入他的掌心。就在这时，长河深处某个角落，一个微弱的光点突然闪烁，那光芒呈现出奇异的青紫色，像是火焰与水流的交织，在死寂的时空中格外醒目。吴柳和叶寒冰同时转头，目光穿透层层倒影，锁定那个光点。新的火种，叶寒冰轻声说，眼中燃起期待的光芒。他在吸收时间的力量。荒神剑突然剧烈震颤，三色火焰顺着剑身蔓延，在凝滞的时空中勾勒出神秘的符文。吴柳握紧剑柄，感受到石海中涌动的力量。混沌海从来不会缺少冒险者。他转头看向叶寒冰两人，相视一笑，时世轮回的默契在这一刻迸发。卜天灵与荒神剑同时发出清明，仿佛在回应那簇新生的光芒。而时间长河的永恒，或许正是新故事的序章。混沌天道殿的穹顶垂落万千星辉，吴柳握着刻刀的手微微发颤，眼前的石碑通体晶莹，流转着混沌本源的微光。这是他和叶寒冰成为天道后特意寻来的永恒之石。刻刀刚触及石面，荒神剑便发出共鸣，三色火焰顺着刀身流淌，在冰冷的石纹间勾勒出炽热的线条。小心仙叶寒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卜天灵化作流光悬在他指尖。他望着石碑上逐渐成型的汾州纹，想起时世轮回里那些浴血的夜晚，眼眶不由得发热。此刻的汾州纹不再是战斗的印记，反而多了几分柔和，纹路间隐隐透出星河般的光晕。吴柳回头冲他笑了笑，额角的汗珠滴落在石碑上，瞬间化作金色光点。这一刀要刻进所有世界的命格里。话音未落，刻刀突然发出汪鸣，最后一笔重重落下，整座石碑轰然震动。远处传来万域修士的惊呼，他们体内的汾州纹同时发亮，仿佛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叶寒冰抬手将卜天灵的图案刻在汾州纹旁，青光与火焰交织，在石碑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当最后一笔完成时，混沌海的每个角落都响起了清越的铃音，那些被天道规则束缚的小世界界河开始欢快的跳动。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能强制他们修炼，奴役他们的意志。他轻声说，声音里满是欣慰。石碑的光芒逐渐平息，却在表面浮现出细密的纹路，像是无数条道路延伸向未知。吴柳放下刻刀，握住叶寒冰的手，我们终于给了所有人选择的权利。远处清河村的方向传来隐约的欢呼，老袁的残魂突然冒出来，围着石碑又蹦又跳。好小子，这一刀比劈开混沌海还漂亮。而在万域的每个角落，修士们抬头望着天空中闪烁的焚周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自由的重量。混沌天道殿的石碑静静矗立，见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也等待着无数新故事的开始。混沌天道殿的经文在晨光中渐渐暗淡，吴柳将刻刀轻轻放在供桌上，金属碰撞的声响在空荡的大殿里回荡。叶寒冰取下悬在殿顶的补天铃，铃身还残留着最后一丝青光，他摩挲着铃身的纹路，突然轻笑出声，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也会辞职。吴柳走到他身边，荒神剑自动飞入剑鞘，发出一声悠长的嗡鸣。时世轮回的记忆在脑海中翻涌，从清河村的少年到执掌天道的尊位，此刻都化作他眼中温柔的笑意。老袁要是还在，肯定得说我们放着好日子不过。话音刚落，两人同时望向空荡荡的角落，空气中仿佛还回荡着老袁的笑骂声。殿外传来烈空鲲熟悉的长鸣，巨兽的身影遮天蔽日，鳞片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他似乎察觉到什么，轻轻甩动尾巴，卷起一阵裹挟着星海气息的风。林雨带着小星河、铁柱等人匆匆赶来，少年已经长成挺拔的青年，眉心的焚周纹闪烁着微光。哥，真要走？清河村和万域交给你们，我们放心。吴柳上前拍了拍小星河的肩膀，转头看向远处热闹的村落，炊烟袅袅升起，孩童们追逐着刻纹灯笼，武馆里传来此起彼伏的练剑声。叶寒冰将补天铃化作流光缠绕在腕间，铃铛轻响与远处的喧闹声交织成曲。裂空鲲俯下身，巨大的骨刺硌得地面微微震颤。吴柳和叶寒冰跃上鲲背，感受着混沌海的风拂过脸颊。下方万域盟的修士们纷纷挥手，他们的焚周纹与两人共鸣，照亮了整片天空。这次没有使命，吴柳握紧叶寒冰的手，三色火焰在指尖跳跃。只有我们叶寒冰靠在他肩头，望着混沌深处新出现的神秘光晕。裂空鲲发出欢快的长鸣，朝着未知的方向飞去。身后清河村的灯火依旧明亮，而前方是永远烧不完的火和属于他们的永恒的流浪。清河村的晨雾还没散尽，阿青就带着10几个年轻弟子站在村口，他腰间的青铜残片泛着微光，上面残缺的焚周纹像是活过来般，正缓慢的延伸修复。师傅，我们真要去混沌海深处？扎着马尾辫的小师妹攥着木剑，声音里带着紧张与兴奋。阿青抬手摸了摸残片，想起那天在山神庙的奇遇，目光变得坚定。别怕，五阁主留下的东西会给咱们指路。他身后老槐树的银铃铛被风吹得叮当作响，仿佛在为他们送行。林雨抱着小孙子站在人群里，眼角含泪，却笑着挥手，小心点，清河村等你们带回新故事。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赤焰界，山神庙的眼角传来清脆的铃铛声。红发少女弯腰捡起泥地里的银色碎片，指尖刚触到补天铃特有的纹路，一股熟悉的青光突然迸发。她猛地抬头，眼中跳动的火光与叶寒冰当年如出一辙，身后背着的古剑也发出嗡鸣。阿离，你又乱跑！同伴的呼喊从山下传来，少女却盯着碎片上若隐若现的灵纹，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山风卷起她的衣角，露出腰间半块刻着焚周纹的玉佩，那是她在遗迹里偶然得到的，此刻正与手中的碎片共鸣。混沌海某处，裂空鲲突然顿住，吴柳和叶寒冰同时转头望着不同的方向。有新动静了，叶寒冰手腕上的补天铃轻轻摇晃，吴柳的荒神剑泛起微光，三色火焰在渐渐明灭。看来我们留下的火种已经开始燎原了。两人相视一笑，任由巨鲲朝着未知的方向游去，而新的故事正从清河村的少年与红发少女的手中缓缓展开。